我很早看他。就是从晚上录，我去我那边。因为我也是在做。后来那个时间是好，然后我还有在这里，我也考到这个。有点会长高，对，会直接压下去，要不然本上不想影响那个。那个你要，那其他哪个？有哦，没关系，因为你的报名时间稍晚，但是有时间发给你。好，好，谢谢。我们连接是这个，对不对？是一个是会议连接的会议。好，我把它拍给他就好。
要不然的话，按个比较。为什么？真的。是吗？好，可以的，没事。你印度多大？它是屏东。它这个下面。那个领导，等一下，我开始。好，对，自己跟大家稍微开始，然后大家不用太去
对，现在都不常喜欢。这样子，对，很好，啊，我也不是，我刚才简单上来要好好小心上，对，不要今天上课。前面地方它大的中午来，同学往那个各位来宾就请大家进中间坐，因为我们今天这一场研讨会呢，现场有一半，然后线上有一半，所以有一半的听众呢是在线上参加，所以大家现场的人稍微不会那么多，所以大家集中坐下，而且等一下我们要大合照，所以也希望大家能够集中的。因为他外面还有一些那个听众还在签到，稍微晚了3分钟开始，大家稍微等一下。
我们要开始的话，要把镜头放。我要站在这里，你还转过去。老师，你站在这里。我站这里只是介绍而已，等一下还是要请院长讲话，你要把镜头开。5分开始，再2分钟，好像还有人在进场。好，欢迎大家呢，今天到屏科大现场来，还有线上的各位听众，大家早安。那很高兴呢，今天呢，我们这一场2025年的农食材产业及食品安全国际研讨会，在屏科大开始举办。那这个研讨会我们已经办了第7届了哈。那第1届是2018年，然后再来是20年到2025年，这6年几乎每年我们都举办1次。那除了受疫情期间影响，我们主要以国内为主呢，大多数我们都有这个国际的讲员来参加。那今年呢状况是我们考虑到讲员的时差问题啊，所以我们目前讲员的演讲，国际讲员的演讲，我们采取录播的方式，然后呢现场跟线上的这个听众，那就欢迎你们一起来这个参加这一场演讲。那首先在开始之前，也简单的跟大家报告一下，那么今天这个研讨会的这个整个的过程呢，也是受到这个 SQF 国际的这个验证组织，还有中华民国农科园区的产学会啊，农科产学发展学会，还有这个屏科大的这个食品科学系农学院来共同的来举办。那所以在此呢，也非常感谢所有的主办协办单位的支持。在开始之前呢，我想先请我们农学院的大家长给大家讲2句话。好，各位大家好，就是因为了要兼顾那个线上的听众，所以我就站在这边说哈。那严秘书长、吴代表，还有我们辛苦的罗老师，还有连老师，还有我们屏科大的所有同学们，还有所有与会的贵宾们，今天大家好。那今天呢，其实我仅代表屏科大农学院要来感谢教育部对于我们这个研讨会的支持。那事实上，在教育部的指导之下呢，它是由我们屏科大农学院，主要还是食品科学系跟我们的农业科技园区的管理中心来共同主办这个活动。那在这个活动的主办之下呢，其实也获得非常多单位的支持。包括中华民国农科园区产业学会、SQF 全球食品安全品质认证协会以及台湾食品技师协会的大力支持。那我想，为什么我念得这么不熟悉呢？因为我是植物医学系的，所以我对食品科学的这个部分呢，我还有蛮多需要学习的地方，请大家多多见谅。那不管怎样呢，我们在这么多人的支持之下呢，我相信有这样的一个研讨会是非常非常棒的。那今年的主题我们着重在哪里呢？是在供应商的食品安全管理跟食品安全文化这个议题上面。那这个议题呢，在我们整个全球移动，我们现在在讲所谓的国际移动力，包括学生也在讲国际移动力。
在全球移动的这种情况之下呢，那其实整个供应链是跨国化的。那但是我们的气候又改变了，我们的很多的物流的一些系统也都有一些变动。那在这样的一个情况之下呢，我们的挑战就会变成是跨国性的，或是我们的很多伙伴之间的互相信任与互相合作协作的关系。那这些都是必须要靠大家一起来努力的。那今天其实在演讲有一个很重要的 keynote， 就是我们的 Anderson， 这个他是 Anderson 咨询集团的创办人巴德 Anderson 博士。那 Anderson 博士呢，他是美国食品安全法跟供应链管理的一个非常重要的推手。那这么重要的一个推手呢，因为他有非常丰富的经验，所以今天也是预录了他的影片，来让大家来看看说这个他丰富的经验怎么带给大家一个非常好的在全球食品安全挑战的机会的一些启发。我想这些都是非常好的一个内容。我想这个不要耽误大家太多时间啦。但是呢，因为我们还有这个所谓的韩国的来的讲者，当然我或许没有办法到现场。也有欧洲来的讲者，因为这次也是一个非常创新的用法，用预录的方式来举办这样的一个国际研讨会，我想这个很特别。或许这样的一个方式的成功，也是以后我们可以参考考量的一个借鉴的哈。那我们也是非常谢谢这些讲者跟与会的贵宾前来参加这一研讨会。我相信未来屏科大农学院如果可以跟企业们、产业们一起去携手，尤其是农科园区，我们能够再继续合作的话，我也要特别感谢农科园区啦，因为农科园区这是在我们的人才培育计划，也是我们非常重要的战略伙伴，非常感谢。那最后我祝福大家在今天的研讨会里面能够收获满满，身体健康，尤其在我们今天是这个礼拜是我们学校校庆，学校有很多非常漂亮的，那大家可能也是有些同学要忙着校庆的比赛嘛，对不对？那我想这些都是非常好的活动，那也希望这个天公能够稍微作美一下，不要下的大雨，这个不好说。但是如果说天气还允许的情况下，凉凉的天气，大家可以漫步在校园啊，也祝福大家有一个非常健康的身体。再次谢谢大家，谢谢。那个是秘书长，能不能给我们鼓励一下，打个招呼啊？在这边要给这个镜头前面的学员看一下，讲员。我们那个院长，还有我们与会的来宾各位先进各位同学，大家早安，大家好。我是农科园区产学协会秘书长严伟峰其实本来没有这一段的那个我们校长也是我们产学协会的副理事长所以他是我的上司。那我们农科产学协会一直对于就是我们人才培育的部分来讲的话，就是相当的一个注重那另外我们也办了很多的活动包含我们刚办完创新创业竞赛那很开心的就是我们屏科大那个食品系就是有林明生老师的团队他带领团队拿到了第1名也拿到了4万元的奖金很替我屏科大开心。那我想我们产学就是大家也是一种公司部门伙伴关系大家都很紧密大家密切的连在一起那我们本身也非常支持的我们除了人培以外，就是有各项的研讨会，另外还有很多的交流活动这大概是我们产学我们要做的事情那个今天在这边呢，我们预祝我们的研讨会成功，谢谢各位。好，谢谢秘书长那我想我们是院长，是不是麻烦您这个有一个院的纪念帖，要感谢协会给我们的支持跟帮忙。
哇，那个，你好，我先这个照一下再大回吧。谢谢。好，那我们现在就开场之前，我们可以大合照一下。这个我们就在座位上，我们往这边照一下吧。大家稍微往中间集中一下。一个大饭，好，谢谢大家。好，我们接下来要跟大家开始我们第一场的演讲。那首先跟各位介绍我们这一场的讲员那个 Dr. David Atchison 爱奇艺的博士。那好，那这个 Atchison 呢，他本身呢原来是在美国 FDA 担任这个官员，然后呢，他当年呢，他是英国伦敦大学的医学博士，所以呢，本身他是在疾病控制跟管制上面非常资深的一位专家。然后呢，当年呢，他有2个非常重要的事迹：1990年代解决美国出现的出血性大肠杆菌的这个问题，他是主要负责的官员，去解决了当时美国出现的严重的食源性疾病的一个问题。第二呢，到了2007年的时候，他代表美国到中国调查动物饲料呢出现3聚氰胺的问题，造成很多宠物的肾脏病变。当他调查完了以后，提出预警，结果没有，很可惜的，2008年就出现了人的这个3聚氰胺的事件。那因为他本身在食品安全领域的非常深厚的经验，那么后来呢，他离开政府机构之后，就担任这个自己创业，担任这个开设顾问公司，在全球范围内提供需要的大型企业的服务。那后来呢，我有机会跟他认识，那大家的理念都非常接近。他希望大家能够在更好的条件下面来达到食品安全的要求，一直都在保持联系。好，那今天很高兴呢，有这个时间让这个 Atchison 呢以录播的方式给大家做一些他的经验分享。那各位如果有任何的问题，我想现场呢我们会这个提供一些发言单，到时候呢，因为在座很多人都有些是我班上的这个同学大家尽量的提问。这一场因为录播的话我们比较好处理所以除了把他的 PPT 改成双语本身虽然他是用英文演讲，但是我们本身也帮他加了字幕，对不对？所以这样的话大家的了解的程度会提高。那我们也很希望说大家能有这个机会跟这个 David， 他的名字是 David Atchison 姓 Atchison， 所以呢他能够跟大家来做互动。他曾经在2018年的时候也来过台湾，然后在台湾呢跟很多我们政府的这个主要的
官员呢也都有互动跟交流。那这是国际级的讲员，所以我想大家也欢迎他的这个报告。谢谢。没关系。在那个演讲结束之后呢，都不知道同学对他的演讲内容意见。就我先会发言问题呢，今天早上用的，就是每位同学，每一位主讲人写一下，好，上面写就是讲的名字，然后一些你对这个演讲的意见跟建议，还有你的预期。然后会在今天都有5位主讲人，所以每一位同学请拿3台纸，然后请帮我拿，是，就每位同学的讲来的时候，每一位主讲人写一张意见，谢谢老婆。好，那我们就开始第一场 AVHS 的演讲。Hello, my name is Dr. David Atchison. I'm the president and CEO of the Atchison Group, an international food safety consulting firm. And I appreciate the opportunity to share with you today a presentation around some of the challenges and changes related to the food safety landscape. A lot of things are happening in food safety on a global basis, and I'm going to just cover some of them over the next 20 or 30 minutes. So where we're going to begin is to talk about some of the challenges and the risks associated with food and food safety. We'll then talk about some of the new landscape and how things are changing on this landscape, as well as some of the science that is changing, which is driving regulatory strategy and risks. We'll move into how to manage some of the risks. And then as a specific area of risk that we're going to focus on towards the end of the presentation is to talk about supply chain controls as a specific area. So let's begin just talking generally about industry challenges. And I don't think it matters whether you're a food manufacturer or a retailer or a grower in Taiwan or in the United States or in Europe or wherever you are. These challenges are relevant to all of us. Begins with costs. Costs are going up. Costs of labor are going up, which brings challenges to the labor workforce. Many don't want to work in the food industry anymore. So we have absentees. We have challenges just keeping a full staffing quota. We have challenges around regulatory changes, both domestic and international. Whether you are an entity that makes food just for the domestic market, keeping track of all of those regulatory changes and challenges is absolutely critical. If you're a company that is exporting food, then understanding and knowing the dynamics and the changes in foreign countries where you are exporting to is absolutely critical. Consumers play a huge role in the challenges that we face, because at the end of the day, it's consumers that essentially buy and consume the food. So if we're not aware of what consumers want, what their concerns are, then the food that we're going to make may not work with what consumers are looking for. So understanding consumer perspectives, consumer demands is an increasing and very important challenge. Supply chain risk. We'll focus on that a little bit more later in the presentation, but that continues to be a challenge. We're all relying on a global food supply, which is linked to economics and geopolitical factors and weather and climate and all sorts of things. A new challenge, well, not so new, but certainly a very important one that's becoming more important is something called economically motivated adulteration. Here we're talking about something where there is economic motivation to adulterate food. It might be that you're adding a coloring agent. It might be that you're adding something like lead to food to increase the weight, which you're doing it for economic reasons. It's fraud, essentially, but you're doing it for economic reasons. But the result is a public health risk.
And the final challenge I've got on this list is reputation. Reputation is so key. Companies that face the public have a huge reputation with consumers directly. Other companies that essentially sell ingredients to other manufacturers or products to retail, etc., their reputation is where their customers. So in today's environment, understanding and protecting your reputation is absolutely critical. I want to now focus in terms of our challenges on consumers specifically. As I said, consumers drive everything that we do. If a consumer won't buy the food, they don't eat the food, then we don't have a business. Consumers, wherever they are in the world, expect all types of food going to be available all of the time. Consumers have got little tolerance for unsafe food, in fact, zero tolerance for unsafe food. They put that responsibility directly on the industry. They don't necessarily take that responsibility themselves, even though we know that certain kinds of raw meat and poultry and that type of thing might have microbes on it. The food needs to be handled carefully and it needs to be cooked. And yet if somebody gets sick from consuming that type of food, they typically try to blame whoever sold it to them or whoever manufactured it, rather than taking the responsibility themselves. Many consumers in different parts of the world have a desire for more local products, unprocessed foods. So that's something to keep in mind of in terms of consumer directions. And when consumers are unhappy, they can damage a brand very quickly through social media. The power of social media today to destroy a brand is very self-evident. It's a huge part of the challenges that we need to be thinking about. How do you manage that? How do you stay in front of that? And finally, litigation. Food companies get sued when things go wrong, when there's problems, and often that is also driven by consumers. Consumers also are not necessarily logical about science. We try to drive our behaviors, our risk analysis, what we do every day in a food plant by science. We want to do that. We're scientists. That's kind of the way we are. And yet it's important to recognize that you may say, well, the science says one thing, but consumers look at it in another way and they don't believe the science. They don't accept the science. And they say, well, we're going to go in a different direction. That is frustrating, but it's very important to understand that that happens. Consumers are driving us towards clean labels. And what I mean by that is removing preservatives, removing agents that one might want to use to help the quality of the food. Many things on a label are confusing to consumers. So consumers are pushing for simpler labels with less ingredients. And what that sometimes results in is removing important ingredients that help keep the food safe and preserved, which gets into the third point there around understanding risk and consumers wanting no preservatives in their food. And obviously that can create concerns around food safety. We've got consumer groups that are agitators. They create challenges through social media. They question food safety. They can challenge brands. Understanding and following that is an important part, again, of managing the risk in today's environment. And they can do what I've called demonize processed food. Basically say anything that's processed is not healthy, shouldn't eat it. And there is quite a move in that direction in certain parts of the world. And some consumer organizations will drive fear. They will take food from retail, test it for certain things like heavy metals, like lead, and they find very, very low levels. But then they speak of it and they talk on social media about, we tested this brand and we found lead in it. And without talking about the level, without really acknowledging that the levels they found are extremely low and really don't pose a risk. That's not the point. The point is it creates fear. And understanding all of these challenges with regard to consumers is really important. So we have a lot of challenges and a lot of risks. We're also dealing with a new landscape. So moving on to my second topic here, moving a bit more into some science perhaps, is in our new landscape of risk. We always used to be focused on microbes. We were worried about salmonella, about listeria, about E. coli. But today that landscape is more about drug residues, pesticide residues, heavy metals, particularly lead,
cadmium, arsenic, and mercury. There is continued concern around microbiological risks, and it's those same bacteria I just mentioned, principally Salmonella and Listeria. So that landscape is not gone away, and there is increased concern about some of those things, as well as the chemicals. There's increased focus on ready-to-eat foods and the risks associated with those, because consumers don't necessarily, in fact, typically don't, further cook them. They eat them as they buy them. Foreign material, whether it's bits of wood, bits of plastic, bits of bone, bits of metal, have become and are a very important part of managing risk in the food safety systems. And obviously, I've already talked about economically motivated adulteration, where we've got people deliberately adding things to food for economic reasons, which is clearly part of our new landscape around food safety risks and challenges. Obviously, coming from the United States, speaking to US regulatory changes during this presentation is important. Some of the things that have changed or are changing is, particularly with regard to the Food and Drug Administration in the United States, is they have moved to unannounced foreign inspections. For years, FDA has let foreign facilities know, typically at least 30 days in advance, that they're going to be inspected. That's now changed, and FDA inspectors can show up at any time with no warning. That is a big change in terms of finding problems. Now, for what it's worth, the number of foreign inspections are less at the moment than they have been for a while due to financial constraints. But when they do show up, it's likely today to be unannounced. We've got more inspections and testing for high-risk foods at the ports of entry into the United States. So here a food is stopped, it's tested, looking for filth, looking for bacteria, looking for drug residues, many of the things that were on my previous slide. When FDA finds some of these things in food, then they can refuse entry of the food into the country, which is typically what they will do. And if it's a significant or a serious problem or a life-threatening problem, or it's a recurring problem, then the importing company, the foreign manufacturer, might find themselves on an import alert, which basically means that all subsequent imports will be stopped and held for a particular kind of food and won't move potentially for weeks until that food's been tested by a third party. That is very, very disruptive to business, and it's very costly. We have new traceability requirements that are being discussed in the United States. There is a regulation. At the moment, that regulation has been pushed out several years. So while I want to just make people aware that that's still there, but the time frame to be compliant has extended out. One of the things that's happened recently is the requirement for what are called import certificates. This is due to the finding of radioactive material in spices and shrimp, which came principally out of Indonesia. They were found to contain low levels of cesium, and because of that, it poses a potential health risk. So for the first time, FDA has used an authority called import certification requirements. This has been, the FDA have had the ability to use this since the Food Safety Modernization Act was signed into law in 2011, so a long time ago, but they haven't used it. For the first time, they have now used it and are requiring import certificates, which are being provided by foreign governments. It doesn't apply to Taiwan at this point, as far as I know, but it is being applied to spices from certain parts of Asia. And then finally, US regulators are focused on the Make America Healthy Again movement, known as MAHA. And I'll say more about that in just a second. So moving into MAHA, Make America Healthy Again, what's resonating? Why has this happened? And essentially, the focus has been on heavy metals.
It's been on pesticides and drug residues. It's been on ultra-processed food. It's been on sugar and salt intake. And it's been on focused on something known as generally recognized as safe. These are the areas where MAHA has focused. And as we look at where did this come from and why is it happening and how serious is it? First of all, it's serious. It is a real movement. It is being driven by Secretary Kennedy, who is head of Health and Human Services, a big department in the government. And the Food and Drug Administration lies under the department that Kennedy runs. This was driven by a recognition of a declining life expectancy and declining health in the United States. This distinctly got political traction during the last election when President Trump was elected. Linked to that are rising consumer concerns around risks. And currently at the moment, the consumer confidence in the safety of the food in the United States is pretty low. There's an increase in individuals being overweight, so obesity has become a problem. Chronic disease like diabetes has become a problem. And it's raised questions about whether the food we're consuming is good for our health. Many in America look at the European Union and see that certain chemicals and are banned in Europe, chemicals, food additives, that type of thing. And the question is, why isn't it banned in the United States if it's banned in Europe? All of these things have caused a lot of traction around the Make America Healthy Again movement and the drives down that pathway. At the moment, it's focused heavily on ultra-processed foods and trying to define exactly what that is, as well as the generally recognized as safe movement. So let's talk for a minute about GRAS, because it is important, and it certainly could impact food companies anywhere in the world, including obviously Taiwan. So GRAS, as it's known, stands for generally recognized as safe. All foods, food ingredients that are sold in the United States have to be either GRAS or have gone through something called a food additive petition. They have to be one or the other. And GRAS was created quite a few years ago. And essentially, there are three ways in which food can be deemed to be generally recognized as safe. First, if it's got a very long history. So food ingredients that have been around for years, decades, and it was 1958. So anything that's been in existence since before 1958 was considered generally recognized as safe just because it's been used a long time. The second way to get GRAS approval is to submit an information to the FDA, which is a pretty complicated package of information that talks about the amount of the ingredient you're going to use, how you're going to use it, what type of food it's going to be used in, what we know about its risks, about its safety profile. It's a scientific pack of information that is submitted to FDA, who will then review it and come back with any questions. And if the FDA says we don't have any questions, then it's effectively approved by FDA to be generally recognized as safe. The third one, where the problem lies, is that it's allowable at the moment for a food company to look at the risk with an ingredient and make their own decision and say, we believe this is safe. Now, they should be basing that on science, but the concern is that some don't. This is known as self-affirmation, and it's that third bullet there under GRAS. This is the loophole. This is where there's focus for regulatory change. There are statutory changes potentially happening. That means that new laws are being created around this. There's certainly regulatory changes in the works. So anybody who's listening to me today who is using GRAS for food in the United States, if any of those are self-affirmed, so in other words, they're not pre-1958, they have not been sent to the FDA for review, then they are self-affirmed. They are vulnerable. They are at risk
for FDA saying, we're not going to allow you to use that anymore. This is a moving space, and it's very important that you keep watching it, because it is changing and likely will change quite significantly in the next year or two. So another big area of focus is heavy metals, particularly lead. There's a heavy focus on lead, especially for children. FDA has put out guidelines for potential taking action on lead in foods for young children, and I'm talking about children under the age of 2. Heavy focus on lead. The next one likely to be focused is cadmium. So lead currently, cadmium coming up. I mentioned ultra-processed food. This has not been defined by the government. It's been defined by the state of California. It has not been defined by the Food and Drug Administration. They are working on a definition. So this is something that is evolving, it's moving, and again, it's a very important space to be looking at because it's a very distinct change. I've already mentioned chemicals and what's going on in the European Union. That is definitely something to look at if you're using chemical ingredients that are not approved in the US. I'm sorry, that are not approved in Europe, but are used in anything that you send to the United States, then they are risky, potentially, as this all gets looked at through the Make America Healthy Again movement. All right, let's move into some trends of changing science as our next topic. So I mentioned earlier that sometimes consumers are not always agreeing with the science. The science may say one thing and consumers say, we don't believe it, we're not going to follow it. So we always have to ask the question, even though we're science driven, all of us as food safety professionals, we have to say, well, is science always the main driver? Is it always the main thing that drives the change, that drives the regulations, that drives what a customer will purchase? And the answer is it's not. And it's important that one understands that. So it goes back to my earlier points about consumer demands in those first few slides. Knowing your consumers is really an important part of using the science to help make the food safe. We've got state legislatures in the United States who are making regulatory decisions about food that apply just to their state. As I'm sure you are all aware, there's 50 different states in the US, and there is the potential to have 50 different rules around food, which would be chaos and very challenging. So the Food and Drug Administration are looking to try to get one system that would apply countrywide. But we have definitely got states that are already going ahead of the federal government to put in requirements. Social media, I mentioned that earlier. It is a huge driver in terms of whether science is always taken into account. And the consumer advocate groups certainly don't always look at risks through a scientific lens. So the science does change, but I just want to make the point here that unfortunately the decisions by consumers, by customers, are not always driven by the science. But an area where science has changed dramatically is whole genome sequencing, and I want to spend just a moment talking about that. This is a science that really took off about 10 years ago. It is used a very great deal in North America, and its capability of sequencing a whole genome of bacteria. Obviously, this is a bacteria-related comment, but it has become a very, very powerful tool. And the public health agencies and the regulators in the United States are adding about 20,000 new sequences, and it's mainly Salmonella, Listeria, E. coli, and other major bacterial pathogens. But they're adding about 20,000 new sequences per month. They have coming up to 2 million different sequences in the database. And these are taken from environmental samples. So in other words, when there is an inspection in a food plant and the regulators take a sample, within there, they do a swab or they take food and they find Salmonella or Listeria in it, then it gets sequenced and put in the database. Likewise, if anybody gets sick from Salmonella or Listeria, it is also sequenced and put in the database.
And this is allowing the regulators and the public health officials to link human illness with specific foods and food facilities. It is absolutely cutting edge science. It's growing and is becoming international. This slide just shows some of the countries that are part of a system called Genome Tracker. And you can see there that it is widespread across many parts of the world, and it's only growing. It's very important to just keep this in mind as you're looking at either exporting to some of these countries or working with some of these countries. So moving on to another thought here, and I've mentioned already about heavy metals. The science around heavy metals does keep changing. There is a heavy focus on infants and children. FDA is setting action levels, as I have already mentioned, but these action levels are being used to drive regulatory actions. We have seen recalls recently for foods that are targeted at children that have got levels of lead in them that are really low. And I'm talking 23 parts per billion, very low. FDA has set an action level of 20 parts per billion for certain types of infant food. And companies were found to have food at 23 with an action level of 20 and are causing the companies to recall the products. Other areas where science is changing is the risks around mycotoxins from fungus and molds, and marine toxins because of the world getting warmer and the impact of climate change. So that's another aspect of changing science, which is changing our risk perspectives. All right, so how do we manage all of these risks? We could spend all day talking about risk management, but in essence, the first thing to do is wherever you are in the food system, whether you're a retailer, a manufacturer, whether you serve domestic market or international market, first thing to do is identify your risks. They may be regulatory. You've got to understand the regulations that apply to the food, whether it's in Taiwan, whether it's in Europe, whether it's in Australia, or whether it's in the United States, wherever it is. You need to understand the regulatory risk because they're different. You then need to look at your reputation. Managing reputational risk is absolutely critical. If your reputation causes problems, then your customers will not want to buy from you, and neither will consumers. Public health risk. Is there something in your food that actually could make somebody sick? Often we regulate to keep that out. Obviously, that's the intent of regulations. But is there a true public health risk when a situation arises? You may still have to take an action because it's not compliant with whatever regulation is being applied to you. But it's important to understand the public health risks. And then the fourth one is your operational risks. What's going on inside your facility, inside your manufacturing plant in terms of cleaning and sanitation and training and good manufacturing practices. All of those things which play into the operational side of risk management. So identify those risks. Do you have regulatory, reputational, real public health risks, or just internal operational risks? You have to assess those, understand the level of them, and then prioritize. Which is our greatest risk? And focus on addressing that. And once you've done the greatest risk, you then work down to things that are less risky. We may have to create new programs and standard operating procedures or SOPs to manage risks. We may have to adjust training. We may have to hire new people, use new technology, use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to be able to manage these risks. And an important part of managing the risks is measuring whether you've been successful. So creating what are known as key performance indicators or KPIs to assess where your risks are, create metrics, create numbers that can tell you we're reducing our risk because our key performance indicators are going in the right direction. Finally, I want to touch on supply chain control. This is not a new topic. It's not a new risk, but it's a constant risk. Many of the things that are happening globally, we rely on ingredients coming from other parts of the world, food coming from other parts of the world, packaging coming from other parts of the world. Those risks change because of all sorts of reasons, economic reasons, political reasons,
climatic reasons, whatever they are, they change. So understanding how those changes happen and how they impact you is very important. So as you're looking at supply chain, and here I'm putting everything that comes into your facility that you don't make. So all the ingredients, all the packaging, you need to look at the risks in those, and you need to ask the question, for this ingredient, what are the risks? Do a hazard analysis. What are those risks? And then rank those risks. High risk, medium risk, low risk. Going back to those 4 areas, does it pose a regulatory risk? Does it pose an operational risk or a public health risk or a reputational risk? Then the third thing, once you've identified and ranked the risks, is to understand how to manage the risks. And a key question there when it comes to that is, are you managing the risk or is the supplier managing the risk? That's an important thing to think about. If you're managing the risk, it's a different approach than if the supplier is managing the risk. A big part of supply chain management is to create clear specifications. Lay out very clearly what it is you want from your supplier. If you don't do that, they're not going to know, and they're going to give you what they have, and that creates another risk. So if you manage the risk yourself, then you can use your approach. Internally, you've got your hazard analysis. If your supplier is managing the risk, then you've got to use things like on-site audits, which could be you or it could be a third party. You can require them to do certificates of analysis, test the food before they send it to you, the ingredient. If you rely on that, make sure you know how good that testing is, how reliable it can be. Or you can test the products yourselves and the ingredients. And again, as I said earlier, creating the monitoring metrics around suppliers. You've got 50 suppliers, you've got 500 suppliers. As you're looking at each one of them, measuring the risk and how it's changing. For example, are they late? Is the quality failing? Is the problems with them? Those are all metrics, measurements that you can take to determine whether a supplier is causing a problem or likely to cause a problem. So I've covered a lot. And I just want to, in a final slide, just essentially reflect on the way we have to manage the risk. The environment's changing, science is changing, risk is changing, supply chain is changing. The only way we can manage that, whether we're in Taiwan, the United States, Europe, wherever we are, we have to understand the big picture. There's economic components. It isn't just about food safety. We have to understand the economics and the business challenges. We have labor challenges. We have to understand what our consumers want and what they will tolerate. We have to understand and track social media. It's become very powerful, particularly around reputational risk. We need to understand the regulatory environment that our food is being sold in, whether it's domestically in Taiwan or whether it's exported. And frankly, we have to understand the political pressures. I spent time talking about MAHA. That was driven partly by political pressure. Now, there's some good things in there, but if you're not thinking about the economics, the consumers, the regulatory environment, and the political pressures, even though we're food safety professionals, we do have to understand and appreciate all of these challenges to be successful in keeping our company as risk-free as we possibly can. So with that, I thank you very much for your attention and appreciate the opportunity to share some of my thoughts with you today. So thank you much, and I look forward to potentially staying connected with you all in the future. Bye-bye. 好，谢谢大家，虽然他不在现场啊，但是我想这是一个非常具有高度的演讲，因为呢，在台湾目前处于一个比较边缘化的状况，比较不太容易看到全世界在食品安全上的观点，加上因为美国本身自己一些角度都在变化。我10年前跟他接触的时候，他谈的问题就是非常的高度，那时候我来大陆。那今天特别请他再来好，他根据最新的国际上面对于食品安全的观点，其实这些问题台湾也有，
比如说劳动力短缺，例如说经济的这个影响，还有全球化贸易的增加。所以在这种情况下，我们身为一个地球村的一员，我们要把我们的产品推出去，或者是我们要使用全世界的食品的时候，应该用什么观点？然后他讲的是美国的观点，美国人他要怎么样面对这样子的一个情境？问题跟台湾面对的其实是一样的，因为美国毕竟是一个比较大的国家，所以它就有很多做法。这些做法其实，第一，如果你要到美国做生意，你要遵守它的这个游戏规则。如果我们自己在台湾做生意，其实这是一个潮流，所以美国这样做，台湾它会跟着这样子的一个方式去进行，所以提供大家参考。好，那所以呢，第一场我们就到这边。好，那下一场就请这个吴代表稍微介绍一下。各位同学手上都有白纸了，所以第一张纸可以把刚刚这个场里面我觉得最重要的心得写上这张纸。我接下来我放谢谢第二场。中文这个好，今天的第二场呢，就是我跟大家介绍一个非常特别的英国主场。那它是在世界上非常少数的很成功的来结合农业、食品行业还有 AI 的新创公司。主讲人的介绍，他 Chester 他曾经任职全球知名零售商的供应商合规管理负责人，非常多年的经验。那5年前呢，有拿到 A 股的投资，在英国为基地成立了新创企业叫 Supply Chain Insight， 那利用手机 APP 及 AI 的技术来做全球化的一个专案，面对全球气候变迁的挑战，力求降低农业碳足迹和食品安全的冲击，全力推动 AI 的解决方案，是国际市场非常少见的。成功的结合农业和 AI 的创业挑战，所以如果大家未来有兴趣在做食品行业里有新兴科技的创业的话，这个是一个非常好的参考。Ready to go? Okay, the recording has started. Right, well, good morning, everybody. My name's Rob Chester, and I'm the CEO of a company called Supply Chain Insights, and I'm delighted to share some stuff from my career, some learnings, some information that hopefully you're going to find really valuable. This is me. I started out at Tesco in my career in the UK, and then I worked internationally for Tesco in Asia and in Europe. I did most of my move from Tesco was to Asda, which was Walmart's UK operation at the time, and I worked for Asda for 7 years. I then moved to China to be Walmart's compliance officer in China, where I met the wonderful Sarah. And I then moved to the United States to manage compliance for the 5,000 United States Walmart stores. So my job for quite a while was as the food safety person for Walmart in the US, but also I used to manage firearms compliance and guns. I then left to run a certification body called NSF International in the UK that provided certification and assurance services to the food industry here, and then set up my own business at SCI, and I'm going to talk about that in a little bit anyway. So I'll come back to that in a second. I'm just going to give you some examples at the start of different things that I've done in my career to give you a flavour of where I've been and what I've done. I started with this picture of all the way back in 2008. One of the interesting projects that I worked on was to move away from compliance needing to be done in any way in offices. So for the food safety processes in Asda stores, we moved to everything being done on iPads.
Now, that may seem very obvious to you today, because why wouldn't you, is probably what most of you are thinking. But bear in mind, this was all the way back in 2008. So it's quite a long time ago, probably before some of you were around. But we used iPads to basically replace all paperwork, so that training videos, policies, processes, everything that could be done on the shop floor was done on the shop floor. And then another example from my time in America was the interesting high five. So one of the things that you will learn as you move on in your careers is making things memorable makes them stick. If they are memorable, people remember them. And if they remember them, you've got a really good chance that they will then implement what people have learned. And if it's interesting, and if they can get it, and if they can understand it, then that's much, much, much simpler. So this was a concept that was developed by a gentleman called Frank Yanis in the United States. Now went to work for the US Department of Agriculture for a while. And this was called High Five. It was meant to boil down the critical food safety things that stores needed to understand into 5 simple things that everybody could understand and everybody could get it, and became a really memorable way that food safety was operated within Walmart. A couple of other examples I'm going to give you. This was Google Gases back in 2016. Back in my NSF days, they had a project called I Succeed, which was all essentially about auditors wearing the Google glasses to do inspections of facilities. And the concept was basically that someone on the other side of the world was able to see in real time what the auditor was looking at. And because they were glasses, that was much easier to do than it was on iPads. It's just an example of a project where automation is coming to replace the traditional approaches that operate in many of the food safety systems today. Other examples are in the range of robotics. Now, this is going at different speeds in different markets and in different countries. But the reality is, as labor gets more expensive in many markets, automation and robotics is developing extremely quickly. There are countries where, when the cost of labor is extremely high, this has developed really quickly. In other countries where the cost of labor is not quite as high, it's going much more slowly. But the concept is, it's definitely coming, and it's definitely going to make a massive difference when it comes to the food safety industry. Now, I want to tell you a little bit about why we started SCI. So SCI is a business that I started with 5 founders 5 years ago. That was quite brave for me, because by that stage, I was 50 years of age. I'd only worked in big businesses, and I decided to start my own business. And the reason we decided to start it was multiple reasons, but I'm going to give you a couple of examples here. On the right, you see a picture of a pressure gauge. And back in my Walmart days, when I was looking after food safety and compliance for the US stores, I developed something that was called the pressure gauge. And this was looking at altogether 65 factors that showed you that a store was under pressure. They weren't just compliance issues or food safety issues, they were issues in general. But the ideal concept was, if you measured all of those 65 concepts, you were understanding what level of pressure the store was at. Was it a heightened level of pressure? Was it pretty much the same as the average? Or was it low pressure? And what we basically realized was, the higher the level of pressure in the store, the more likely things were to go wrong. So this was the first element of us actually moving towards proactive interventions on food safety and compliance than just reactive ones. The second reason we created SCI in the first place is that for most certification bodies today, almost all of their revenue comes from auditing.
And although I'm a big fan of audits, we very proudly audit in SCI today. What we try and have is a larger toolbox that means we can bring different tools to the table for customers if other tools are better than audits. And that's very difficult if up to 90% of your revenue is coming from audits. My father used to have a phrase that turkeys don't vote for Christmas here. And that's because if ultimately it's going to disadvantage your business to move away from your traditional business model, it's really, really, really hard to do so. So we created SCI because what we wanted to be was a disruptor in the industry. And we're doing pretty well. So we've now grown to a team of 15 people, some featured on the right-hand side there. And we've already been nominated just this year, actually, for 3 awards. We got nominated for an award around our app that we're going to talk to you about in a while, that we've been using on rice farms. And we're also growing extremely quickly. We've managed to grow our revenue at 50% through our first 4 years. So that's pretty good. That says that we're doing the right things. Some of the solutions that we've developed, I'm going to come on to talk to you about now that we've been working on at SCI. So the purpose of this slide is basically just to indicate to you, we operate farm to fork. So we have a very large agriculture business that's operating on farms, whether they be beef farms, whether they be turkey farms, etc., etc. We then have a business that operates in manufacturing, in factories, in processors. And finally, we have a business that operates within the head office of different retail customers. So we're truly trying to be a farm to fork operator. As well as that, we also are prevalent in the horticulture and forestry industry. So we work with customers like Grown in Britain, Plant Healthy, the Woodland Trust, because tree planting and horticulture is a key part of sustainability. And on the right-hand side there, you see that when it comes to sustainability at SCI, we believe in a concept called insetting, not offsetting. But the trend in our industry basically is that if you're just going to focus on food safety and nothing else, that's going to be quite hard to do. You have to have multiple services depending on the customers that you're servicing and the customers that you're working with. Another product we've developed is around horizon scanning. Now, most of you will be familiar with what horizon scanning is, but in summary, this is all about trying to spot what's happening around the world that could have food safety implications. So we're looking for recalls in different markets. We're looking for outbreaks of sickness in different markets. But what's different about SCI is that we are already using an AI tool to help us to do that. And we have been using that tool for the last couple of years. The tool is called Feedly. And what we've been doing is having the tool scour the internet for information, for us to then put some human intelligence behind that information to try and deduce what that issue in one part of the world is going to mean for customers in another part of the world. But one of the trends that you're going to find as you develop in your careers is that the horizon scanning, and particularly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is going to play a bigger and bigger part in how food safety systems operate today. We just believe in adopting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but always using it with human intelligence that's sat alongside it. So for this tool, we let the horizon scanning do the initial work. So the horizon scanning does the scouring of the internet, does the scouring of publications to understand what the issues are. And then what we do is we have some really good food safety experts that are then looking at what's been found by the AI to see what the issues are, and then try and find a way of putting 2 and 2 together, of spotting what that issue is going to be and where it's going to develop.
One example of this over the last few weeks would have been an issue on cinnamon. I think I'm going to come on to talk about that in a bit, so I'll come back to that in a second. But quick drink of water. Sustainability often now has to go together with food safety. Sustainability is not optional, despite what the current president of the United States may think. Sustainability and global warming is here to stay, and it's going to be an essential element of any food safety system that you are operating in a sustainable way where you're sourcing products from. So we see that together with the general work that we do and how we operate at SCI. And one aspect I wanted to cover here is the aspect of trying to develop cost-effective solutions. When it comes to sustainability, one of the concepts that most people think is if you're going to go green, it's going to cost more. Most people deduce that. And we have tried not to have that be the case. So when we're working in the sustainability space, one of the things that we're very conscious of is to try and develop solutions which are really cost effective, that are easy to do and do not add a lot of cost into the market and into the problem. Because if you do that, you're going to find you'll find it much more difficult for it to get adopted. And if it's difficult to get adopted, then you're likely to be wasting your time. And so the example that we used here is the rice example that I'm going to come on to talk about in a moment, but is the example of where if you're going to do sustainability, it's really, really important to try and make sure that you develop a cost-effective way that you can actually achieve the results that you want to achieve. Animal welfare is also a critical part of what we do at SCI. So we do monitoring of animal welfare. In the UK, where we do most of this work, people really do care about animals. They may know that they're going to be killed at the end of their life, and they like their beef and they like their poultry and they like their pork, but they want to know that the animal has led a good life up until that point and been well treated up until that point. So we do various aspects of animal welfare inspections of farms. Some of them are announced, some of them are unannounced. And we also do some data work for some customers of looking at key output data on animal welfare to see whether or not welfare standards are good on farms or could be improved. An example of this work that we do would be around technical expertise on facilities. So one of the things that we do when we visit facilities is we have welfare experts that are very good at spotting how the animals interact with the humans on the farm. And usually that's a really good sign of whether or not there are animal welfare issues in the facility or whether they aren't. So we do some physical inspections of animal welfare as well as the data work that I talked about before. And forestry. I don't know about you and whether you've ever wondered about whether those trees that have been planted really have been planted and whether they are there. But when you look at sustainability programs today, you see tree planting being a critical element of what you do. But it's much more complex than just planting trees. It comes down to, is it the right species? Is it in the right place? And of course, we all know about deforestation when it comes to food safety as well, because many of the crops that are getting grown today, take soy as one example, can often have really negative effects of deforestation. So even when we're doing programs on farms, we often find the need to be monitoring the forestry aspect of that, as well as going onto the farm to look at the food safety aspect of that concept. Yep, I think I've covered that already. Oh, sorry.
One too quickly. Core values, really important to younger people, I know. So when we work at SCI, we have some core values that we try to instill in people who join us in the first place, of the type of business that we want to be and the type of way we want to interact with each other. Often certification bodies have a concept of called speaking truth to power. Our job is often to tell people messages which they might not want to hear because they're difficult messages. And certification bodies have to do that in a really effective way that still works for the customer, but still gets across bad news when there's challenges and when there's issues to be talked about. So at SCI, we talk a lot about the need for impartiality and confidentiality, and also about integrity and compliance, because it's really important that we are trusted to tell the truth about standards on the ground that we find. Now I'm going to tell you, we're going to go deep now into the story of rice and what we've been doing on rice over the last 18 months or so at SCI. And I'm going to do it because I think it's a really good example of where the world needs to move to a concept of what I call real-time assurance. I'm just going to start with some industry information just to put it into context, and then we're going to go into the detail of what we actually did in relation to the project, and I think you'll find it very interesting and very valuable. So firstly, the food industry is basically a quarter of total greenhouse gas emissions. So if you look at the total emissions from planet Earth, a quarter of them are down to just food. And then when you look within food, 82% of the emissions just come from 15 farm commodities. So 80% of the problem is just within those 15 commodities. And yet, for the 20 largest global food retailers, only 6 have actually set emission reduction targets for its supply chain. So we're behind the game at the moment in terms of what needs to be done. And that leads to the question of why are retailers not spending 82% of their effort on that 82% challenge that I mentioned before? And I put here 3 examples of why they're doing that. The first one is the concept that everybody thinks if you're going to tackle sustainability problems, you're going to impact other things, usually things like yield. So they fear it's going to add cost. Secondly, it's because it's much harder for them to tackle agricultural commodities because they're not usually their primary suppliers. They're not usually the people the retailer has contracted with. And then thirdly, there is a low consumer willingness to pay more. And a concept in the industry that actually, if you're going to tackle this, it's going to increase costs. And so I talk an awful lot about this in different articles. This was one around Science for Sustainable Agriculture, which is basically introducing a concept in the UK called 30-50-50, which is all about growing more food, but having a lower carbon impact. So for those that are interested, that's an article that I wrote recently about the need to have really accurate farm level data around the food system and sustainability. So back in 2024, we got approached by the CEO of an Asian retailer. And this CEO wanted to tackle their number 1 climate commodity, which for this retailer was rice. Now, rice, for those that don't know, is terrible for the climate. It produces both methane and nitrous oxide. And for this retailer, 6% of their total Scope 3 emissions came just from rice. And this CEO rang me and said, look, Rob, you used to talk about this concept of real-time assurance when I knew you. Could you use this real-time assurance concept to help me to monitor whether I can reduce the impact of growing rice?
I'll give you some rice farmers to work with, and I want you to see whether or not you can reduce the emissions. Can you develop me a concept, and can you develop me some technology to enable us to do this? And so what we did was we developed an app on a phone for farmers to use. And what we asked them to do was to send images every day to prove that they had implemented the controls that we'd asked them to implement. We managed to embed a little bit of AI into the system. So when the farmers sent the images through, the AI was doing the first check about whether the images were correct or were not correct. But basically what we were able to show really quickly was how the farmers were actually implementing or not the controls on the ground. So we trained them on what they needed to do, and then had them take images to prove that they were doing it or not. And this worked incredibly well. So we got a really high level of compliance, but what we were also getting was hundreds and hundreds of images, which basically proved to us that the farmer was doing the right thing every day. Some images here of what we were doing on the fields in Thailand, of training the farmers and showing them what they needed to do and how they needed to do it. And as you can see, we tried to make it fun for the people that were involved and the farmers that were being involved, as well as being really rigorous in the approach that we took. This just basically talks you through how the system actually works. So we started out with a low carbon standard that we wrote for the retailer. So this is where you write down, if you're looking to control things like gas emissions, what controls do you need to put in the standard to actually deliver that? When it came to rice, this was all about controlling water, and it was all about controlling fertilizer. We then trained the farmers. So we then trained them what to do and how to do it, and then developed the app that actually the farmer used every day to provide us with the images to prove that they were doing the right thing. When they sent the images in, that's when the data analysis was being done, and the team in Thailand were coaching the farmers real time. So when they sent the images in, we built some basic social media into the app as well. So if the farmer did a good job, they got a reward and a well done and a thank you. And if their images were not quite right, that we were coaching in real time to basically make sure that they were doing the right images every day. We then did do some audits for them to prove that they really were. And we did some in-field methane testing, together with looking at the scientific data, together with doing the emissions calculations. And then we did some field adjustments for the real life of what had happened during the project. So what this really added up to was a really rigorous way that we were proving what needed to be done in the fields. And this had some staggering achievements. So firstly, with the 30 farmers that we worked with, we managed to achieve a 95% compliance rate. Now, as you people go on in your food safety career, you will appreciate very quickly that that's a ridiculously high compliance rate in most compliance programs. Don't get anywhere near that. We managed growing the rice by 36%, and that was proven with the 37,000 images that we took. And we did that without impacting yield at all for the rice that we grew. So we basically, the farmers produced the same amount of rice, but did it by reducing the impact on the carbon by 36%, which frankly, we were staggered and really proud of achieving. And everyone was happy. The farmer was happy because they didn't have any yield impact. The government was happy because Thailand grows a huge amount of rice and therefore had a really good methodology that they could use. The retailer was delighted because they got to write this into their CSR report. And finally, the consumer was happy because they got the story on pack. So the retailer embedded a QR code on the pack. You could scan that with your phone and get the full story of everything that had been done to grow the low carbon rice. And because it wasn't costing any more, the consumer was happy too. But over and above that,
we added some value in addition. Because what we were able to do was, as well as take the images, we collected some data from the farmers. And this enabled us, therefore, to make the assumptions around who was the best performing farmers versus who was the worst performing farmers. And we were able to introduce the two sets of farmers together. We were able to do field level traceability because every time the farmer was taking their images, it was GPS located, and they start with a selfie. So they prove where they are the farmer, and they prove where they're doing it from. And what we also achieved was loads of data on yield, on water use, on pesticides, on herbicides, that all enabled really good benchmarking to be taking place. In other words, we weren't just achieving bulletproof compliance, we were adding some value into the process as well. And if there's one criticism that many compliance programs get in the world, it's that they don't add much value. We did here. That turned into a broad methodology. So I've mentioned before the 15 commodities are on the left-hand side that make up 82% of food impact. And what we did here was generate an overall methodology for how we were going to apply what we learned on rice to those other commodities. And we're now underway doing exactly the same process with beef and with lamb, which is at the start identifying the changes you need to make, then training the farmers, then using the technology to do the real-time assurance, all the way around to then measuring and reporting again, and then going again in year 2. Because if you're looking to reduce the impact of those commodities, it's not a one-off exercise, you have to do it multiple times. And this is an example of what we then did for beef. So for beef, we start by doing the initial research of what are the different options, what are the different levers you can pull if you want to reduce the impact of raising beef. And we give this into the retailers in a very simple decision tree like this. So they can understand if you want to do something with methane inhibitors, you can. The emissions impact of doing that is likely to be high. The proof of science on all of that is now high. It's all proven science. The speed of impact is going to be medium. So if you make that change, you're going to see results pretty quickly. The cost is also medium because the methane inhibitor is not free, you have to buy them. And the difficulty is still medium because it's not that simple for the farmer to do. But what we're giving the retailer here is a really clear set of choices to enable them to work further at reducing their carbon impact. And as I did my scorecard at the end of this, this is the sort of rules that I work to. Is it an optimal people and structure? Sustainability is here to stay, so I scored that as yes. It's digital, it's not analog. Yes, we use the app. We're aspiring to predict. Well, yes, we can start to do that now because of the data that we've collected. It's a global project with global implications, but it was done very locally. We've got more and more transparency because obviously producing a QR code on the product at the end gives consumers information they've not had before. Consumers are the new regulators, in my view. Regulation in most countries is getting fewer and fewer. Certainly it is in the UK. I'm sure that will be in some of your countries too. And it's an agile product rather than being static, which the farmers loved and which embraced AI. So overall, I was really happy with this project and the results that it achieved. Thank you very much for listening to me. I hope that's been really useful. I've left my contact details on the screen there, so by all means scan the QR code and get in touch. And if you'd like to know anything more about what we do at SCI, I look forward to hearing from you. 谢谢。好，现在马上进入中场，请同学先把前2场的那个用户卡就放到前面来，请大家有收下来。然后我们有10分钟的这时间，回来以后呢，先看到几场。接下来是有一位韩国政府的食品安全管理跟HACCP的顾问也是一位受老师解释。然后另外我们也邀请到国内2家杰出的企业管理人来做报告，一位是肖芳芳小姐，一位是我们3个学长是。
以刚刚快的10分钟的茶歇，最后来了有3场的主讲，然后请评审将自己的主讲的回馈意见放到前面，谢谢。10分钟的休息时间。这个是这样看一下，身体在全世界都有当初受到他的启发，对，那个就是说，一家是他的人性，对，说这一次他的牺牲，他在这个对，他就是让你做一个帮助他的，他是一个33说在他是他是去找我哪个，是方法，而且他现在讲他们最大的所以我就说他们是3场，对，他们很大的，到那个到我的，很大的机构，对，然后在这个样的效率上，真的是有点低，但是天气效果很好，它可以告诉你那个
我们可以投一下那个影片，但还不开始。我先介绍一下下一位的主讲人。今天早上我们有来自于美国 FDA 前副局长，他对于全球的食品安全的一些趋势的观察，还有来自英国的食品农业跟 AI 新创行业创业者的一个分享。那第三位主讲人呢，他是韩国人。那他叫 Casey 杨，他是韩国建国大学的生物工程博士，在亚洲的食品产业咨询顾问、培训和验证领域呢，工作经验超过20年。目前担任韩国政府 HACCP 计划的顾问，也是建国大学的客座讲师。那今天的演讲呢，会从韩国的食品产业趋势谈到韩国即将发布的食品企业 HACCP 计划，也作为台湾未来发展产业以及外销的一个参考。那我们做了一个比较创新的实验，我们要把这个影片呢用1.25的倍速跑得比较快一点。那请大家看一下声音的速度还有翻译的状况怎么样，然后我们来试试看。这个就是 Casey 杨，他要讲的题目是韩国食品与食品安全法规。Thank you for inviting me to National Pingtung University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First, let me briefly introduce myself. I have a PhD in food engineering and about 25 years of experience in the testing, inspection, and certification industry. Currently, I work in 3 positions. I am an adjunct professor at Konkuk University in Seoul, an official advisor to the Korean Ministry of Food and Drug Safety, and the East Asia Regional Director of QCert, a Europe-based certification body. On the left, you can see a photo of my students at Konkuk University, where I teach Korean food regulation in the Department of Food Science and Biotechnology of Animal Resources. The center and right photos are related to my work as an official advisor to MFDS. The center photo is from a global HACCP project where I have been involved in developing and promoting Korea's global HACCP system. The photo on the right is from the 2024 HACCP Korea, a national HACCP conference organized by MFDS, where I was invited as a speaker on food equipment safety and regulation. You can also see the QCert logo in the center of the slide. As the East Asia Regional Director of QCert, I'm responsible for developing certification activities in this region. So today, I will speak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university professor, a government advisor, and a regional director in international certification. Before we go into numbers and regulations, let's start with something a bit more delicious. When you hear Korea, what kind of food comes to your mind? Maybe instant ramen, kimbap, tteokbokki, kimchi, or bibimbap like this in the picture. In Korea, we often call all of this simply K-food. Many of these products are already very popular here in Taiwan as well. Today's talk is basically about what is happening behind this food. How big is the Korean food industry that produces them? And what kind of food safety system supports K-food when it is exported to other countries? To answer those questions, I will talk about 2 main topics. In part 1, I will first give you a brief overview of the Korean food industry, and then in part 2, we will look at Korea's current HACCP system and new global HACCP system, which are the main tools Korea is using to keep this food safe in the global markets. Here, I would like to briefly explain what we mean by food and the food industry in Korea. In Korean law, food mainly means agricultural, livestock, and fishery products that people can eat or drink either directly or after processing. The Food Sanitation Act includes all food and beverages except medicines.
Based on this, the food industry covers all economic activities that produce and process these agriculture, livestock, and fishery products with the goal of delivering safe, value-added food to customers. I started with this definition because in the next slide, the Korean food industry will include this entire supply chain from raw materials to processed food and beverages in the markets. This diagram shows the value chain of the Korea food industry from upstream to the final consumer. Starting from the upstream side, we have fertilizers, animal feed, seeds, and agricultural machinery. These industries support the production of agriculture, livestock, and fishery products. Next is primary production, farms and fisheries that produce grains, meat, dairy products, and seafood. These raw materials then move to wholesale and distribution. After that, we go into processing and manufacturing, where companies turn raw materials into processed meat, dairy products, bakery items, beverages, sauce, and many other types of food and drink. The next stage is downstream distribution and food service. This includes logistics, supermarkets, food ingredient distributors, restaurants, catering companies, and school cafeterias. Finally, all of these activities connect to the end consumer who buys food in retail stores or eats in food service. I show this value chain because in later slides, when we talk about HACCP and global HACCP, we are mainly focusing on the processing and downstream parts. But you can see that food safety actually needs to be considered along the entire chain from farm to table. Now, let's look at some numbers on the size and growth of the Korean food industry. First, in 2017, total production was about 79.5 billion US dollars, which is roughly 6% of all manufacturing production. The industry also provided jobs for about 217,000 people, around 7% of manufacturing employment. What is important here is the growth rate. Between 2007 and 2017, the food industry grew by about 6.4% per year, which is faster than the overall manufacturing sector. This is a typical Korean food factory. Automated lines, stainless steel equipment, and workers following strict hygiene rules. In many facilities, systems like HACCP are already a basic requirement for operation. In the following slide, I'll briefly explain how the industry is structured, not only factories like this, but also restaurants, cafes, and logistics. Some more recent statistics for the Korean food industry based on a survey by MAFRA. In 2024, there were about 504,000 businesses in the food sector. Around 460,000 of them were in food and beverage service, and about 44,000 were food and beverage manufacturers. In terms of employment, about 1.3 million people work in the food industry. And in 2023, total sales reached about 153 trillion Korean won, a 7.2% increase compared with 2022. So if we combine this with the previous slide, we can say that the Korean food industry is large, labor intensive, and still growing steadily. This slide shows the basic structure of the Korean food industry. First, if we look at the number of businesses, about 91% are in food and beverage service, restaurant, cafe, convenience store, small dinners, and catering. So in terms of the number of firms, the industry is dominated by many small service outlets, not by factories. Second, the manufacturing side, food and beverage factories, is much smaller in number, but it generates a large share of total sales and added value. These companies invest in processing technology, packaging, branding, and R&D. So one factory usually produces far more volume and value than one restaurant. Third, overall,
The Korean food industry is labor intensive and SME centered. It is much easier to start a restaurant or a small food business than a heavy industry plants facility. So we see many small and medium-sized enterprises with relatively few employees at each site. So this is the basic picture inside Korea. Now let's see how this industry connects to the global markets. On this slide, we can see how K-food has moved from a mainly domestic market to a global market. According to this data, in 2018, the export value of processed food was about 5.65 billion US dollars. That is more than double the level in 2009. So in less than 10 years, exports have more than doubled. The strongest growth has been in categories like noodle, cookies, and confectionery and beverages. Many of you probably know instant ramen, Korean snacks, and K-drinks from Hallyu culture. These products are now sold widely, not only in Korea, but also across Asia, the US, and Europe. This export trend is very important for our discussion today. Once a product becomes global K-food, it has to meet different countries' food safety requirements at the same time. That is one of the reasons why Korea is now working on a new global HACCP program, which I will explain later in part 2. This slide shows where Korean processed food are exported to. The main markets are China, ASEAN, the US, Japan, Hong Kong, Taiwan, and the EU. The recent years, China and ASEAN have been the strongest growth engine, while the US and Japan remain very important stable markets. You can also see Taiwan in the table with exports of around 180 to 200 million US dollars. This means that Taiwan is already a significant K-food market in East Asia. So K-food is clearly expanding from the domestic market to the global market, and exports are growing in many regions. But before we go deeper into regulations, I'd like to come back for a moment to what K-food looks like in everyday life in Korea. This is a very typical convenience store lunchbox in Korea. You can find something like this in almost every convenience store, such as 7-Eleven, CU, or GS25. For many one-person households and busy workers, meals like this are part of their daily diet, not just an occasional snack. In other words, K-food is not only an export product, but also something people depend on every day inside Korea. So when we think about food safety and HACCP, we are not only protecting consumers in overseas markets, but also Korean consumers who eat these products every day. To understand this better, let's look at the market trend behind this kind of products. The lunchbox we just saw is closely related to two major market trends in Korea: the rapid increase in one-person households and the strong growth of the home meal replacement and meal kits. On this slide, I will explain this trend in a more systematic way. In the last decade, there has been a rapid increase in one-person household in Korea. Many people live alone, work long hours, and do not have much time to cook. As a result, the market for home meal replacements and meal kits has grown very quickly. Consumers are looking for products that are ready to eat or ready to heat, and they want a meal that are easy to prepare but still tasty and safe. There is especially strong demand for ready-to-eat and ready-to-heat products and convenience store meals and simple cooking sauce. These trends create new opportunities for food companies, for example, in frozen food, various sauce, and functional foods such as probiotics. For food safety, this trend is also important because more and more people are relying on processed and ready-to-eat food in their daily life. That means HACCP and global HACCP need to work well in these categories to protect consumers' health. Before we move on, let me show you a more fun side of K-food. This scene from K-pop Demon Hunters shows the characters eating convenience store gimbap, ramen, and snacks.
These are not just a fantasy food, they are real products you can buy in Korean convenience stores. In Korea, K-food doesn't stay only on the shelf, it appears inside the contents itself. When characters in a movie or drama enjoy a certain ramen, fried chicken, or convenience store meals, many viewers want to try the same thing the next day. In other words, eating scenes in K-movies and K-dramas, the mukbang culture, can directly drive sales of real products. Sometimes the collaboration also comes onto the packaging with the characters from animations or games printed on the product. But the key point is that K-food and K-content promote each other. People discover the food through the story and then they meet the same product in real life. So K-food is not only about taste or nutrition. It is also about story, image, and culture. And it grows together with K-pop, K-dramas, and K-movies as part of the K-wave. The next slide, I will briefly summarize how K-food fits into the broader K-wave together with K-pop, K-dramas, and K-beauty. So now K-food is clearly part of the K-wave, together with K-pop, K-dramas, K-beauty, and other K-contents. When people enjoy Korean culture, many of them also become interested in Korean food products. As a result, exports of instant noodles, snacks, seaweed, sauce, fried chicken, and tteokbokki are growing in Asia and are expanding into the US and Europe. But as K-food goes global, food safety certification and regulatory compliance become essential. To sell in markets like Taiwan, the US, the EU, or ASEAN, companies must meet each market's food safety rules at the same time. And this is where part 2 begins, how Korea's HESAP system and the new global HESAP program are being developed to support K-food as a trusted global brand. Now we move on to part 2 of today's session. In part 1, we looked at the Korean food industry and K-food as a global brand, how the industry is structured, how exports are growing, and how K-food is expanding to market. In part 2, I would like to focus on food safety management for this global expansion. The title of this part is Food Safety Management Action Plan for the Global Expansion of K-food. In this section, I will first explain how the Korean HESAP system has developed, and then introduce the new Global HESAP voluntary program led by the MFDS. Please think of this as a case study. How one country, in this case Korea, is trying to upgrade its national HESAP system so that Korean companies can meet international standards and export K-food more safely and more easily. I hope this part will be useful for you, especially if you are interested in exporting to Korea, working with Korea partners, or designing your own food safety strategies for global markets. On this slide, I'll briefly explain who is in charge of food safety in Korea. The main authority is the Ministry of Food and Drug Safety, called MFDS. It is the central government agency for food, drugs, medical devices, and cosmetics. But today we focus only on the food part. In food safety, MFDS mainly does 3 things. First, it enforces the Food Sanitation Act, the basic food safety law in Korea. Second, it sets standards and specifications for food, additives, packaging, containers, and equipment. Third, it provides guidelines for HESAP and food labeling, so companies know how to apply HESAP and what to write on the label. MFDS thus worked together with the Ministry of Agriculture, local governments, industry, and consumer groups. So when we look at the Korea's HESAP system and the new global HESAP program in the next slide, you can think of MFDS as a main leader working with other partners to manage food safety from farm to table. So what is the key legal standard for HESAP in Korea? It is the Food and Livestock Products Safety Management Certification Standards, issued as MFDS Notice 2020-15. The English version is available. This notice explains which businesses and products can be certified, what they must do in their prerequisite programs and HESAP plans,
and how certification and renewal work. It applies to both food and livestock products, and it is basically the legal backbone of Korea's HACCP system. Next, let's briefly look at how the HACCP system in Korea has evolved over time. On this slide, you can see the main phases from 1995 to 2025. First, in the late 1990s, Korea created the legal basis for HACCP and introduced the basic standard for food and livestock products. Second, in the early 2000s, the scope of mandatory HACCP slowly expanded, especially for high-risk food such as meat, dairy, and ready-to-eat products. Third, from around 2010, Korea began to include small businesses and introduce more risk-based audits, including extended and unannounced evaluations. HACCP was no longer only for big factories. Finally, since 2020, the focus has been on smart HACCP using digital tools, real-time monitoring, and data analysis to make the system more efficient and more preventive. So overall, Korea has moved from basic introduction to mandatory HACCP for high-risk products, then to supporting small businesses, and now toward a smart, risk-based, and more global HACCP system. This background helps explain why Korea is now developing the new global HACCP program, which I will talk about in the next slide. So now let's see how many companies in Korea are HACCP certified. As of 2024, there are about 21,000 HACCP certified companies in total, roughly 11,000 in food and 10,000 in livestock. The graph shows the trend from 2015 to 2024. In 2015, there were around 6,800 certified companies, so the number has more than tripled in about 10 years. Both food and livestock HACCP certifications have increased steadily every year. This tells us two things. First, HACCP has become normal practice for many Korean food and livestock businesses. Second, we now have a large group of companies already familiar with HACCP. We've just seen how widely HACCP is used in Korea. Now, I'd like to summarize how Korea's food safety system is evolving. We can think of it in three stages. First, on the left, as basic hygiene control. This is traditional, rule-based hygiene, cleaning, sanitizing, and personal hygiene, mainly focused basic regulation. Here, action is often reactive. We respond after a problem happens. Second, in the middle, a systematic food safety management with HACCP. Companies establish standard procedure and HACCP plans. The approach becomes risk-based and preventive. We find critical control points and control them before problems occur. Third, on the right, is advanced food safety with IoT or smart HACCP. This means real-time CCP monitoring, automatic data recording, and more reliable data, so companies can respond faster and even do predictive management. At the bottom, you can see that as of 2024, HACCP certified processed food account for about 91.2% of total production in Korea. So Korea has moved from basic hygiene to systematic HACCP and now towards smart data-driven HACCP. This is the foundation for the new global HACCP program, which I will introduce on the next slide. Now, let's move to the next step of Korea's food safety system, which is called Global HACCP or GHACCP. So far, we've seen how Korea built its national HACCP system, expanded it to many businesses, and moved towards smart HACCP with the digital tools. But as K-food goes global, Korean companies also need to match international standards such as Codex, FSMA, and GFSI, and work smoothly with overseas partners. To respond to this, the MFDS has created a new voluntary program called Global HACCP. In the next few slides, I will explain what GHACCP is, how it connects to Korea's existing HACCP, and why it can be useful for companies that export to Korea or cooperate with Korean partners.
On this slide, I would like to explain the background for introducing global HACCP standards. Korean companies asked MFDS to make Korean HACCP more aligned with global expectations. There are three types of risks and needs behind this request. First, on the left, we have intentional contamination risks caused by internal or external actors. For example, food terrorism or sabotage. To address these issues, we need a concept called food defense. Second, in the middle, there is economically motivated adulteration or substitution of food and raw materials, especially under supply chain pressure. This includes cases where cheaper ingredients are mixed in or substituted to gain profit. Here, the key concept is food fraud prevention. Third, on the right, we need to strengthen management responsibility, transparency, and internal communication in order to prevent incidents. This is not only about technical controls, but also about the mindset and behavior of people in the company. This leads to the idea of food safety culture. So global HACCP is not just more of the same HACCP. It is an effort to integrate food defense, food fraud prevention, and food safety culture into the existing HACCP system so that Korean companies can meet international expectations and build a stronger trust in global markets. This slide shows one of the main references for global HACCP, the Codex General Principles of Food Hygiene. The revised Codex text highlights 4 key ideas, and these are also reflected in Korea's global HACCP. First, Codex puts strong emphasis on top management responsibility. Food safety should be led by management with clear objectives and resources, not left only to the QA department. Second, it stresses food safety culture across the whole organization, everyday behavior, communication, and attitude that support food safety. Third, it widens the hazard scope, including allergens and other emerging risks, not just microbiological hazard. Fourth, it encourages the use of new technologies, digital tools, and automated systems for monitoring traceability and documentation, which is the same direction as smart HACCP we saw earlier. In short, Codex provides the global benchmark, and Korea's global HACCP is designed so that companies following G HACCP are aligned with these Codex expectations. The other references for global HACCP are overseas food safety system. First, in the US and Australia, the law requires companies to manage intentional contamination, for example, food terrorism or deliberate contamination. So food companies must have formal food defense measures. Second, GFSI recognized schemes such as FSSA 22000, ERCGS, SQF, and IFS are widely used by exporters to Europe, North America, Oceania, and Asia. Under the GFSI framework, food safety systems are expected to cover hygiene and sanitary process controls, food defense, food fraud prevention, and food safety culture, allergen management, and overall food safety management systems. So many overseas markets already expect a comprehensive system-based approach beyond traditional HACCP. Korea's global HACCP is being designed so that Korea companies and their overseas partners can more easily align with these international practices when they trade with each other. So to summarize, global HACCP is based on 3 main pillars: Codex, the US and Australia regulation, and GFSI. From Codex, global HACCP takes the latest HACCP guideline and the general principles of food hygiene as its basic international reference. From the US and Australia, it reflects the FSMA style approach, preventive control, intentional adulteration, and strong regulatory enforcement. From GFSI, it refers to schemes like FSSA 22000, BRCGS, SQF, and IFS, which include detailed requirements for hygiene programs, food defense, food fraud prevention,
allergen management, and food safety culture. So when we say global HACCP, we do not mean a completely new system. It is a harmonized framework that brings these three international sources together and turn them into one practical program for Korean companies and their global partners. Now let's see what has actually changed from Korean HACCP to global HACCP. On the left, the current legal HACCP in Korea has 80 items in total, covering prerequisite programs and HACCP plan items like hazard analysis and CCP control. Global HACCP keeps these 80 items, but add 72 more related to food defense, food flood prevention, allergen management, quality and labeling control, emergency response, and food safety culture. So you can think of the global HACCP as Korean legal HACCP plus additional international requirements. It shows that a company is going beyond basic legal compliance and aiming to meet global level expectations. Finally, this slide shows the global HACCP symbol. The idea of this logo is simple: to show that Korea's HACCP has been upgraded to an international level and to make it easy to recognize in global markets. When companies use this logo, it means they have Korean legal HACCP and they also meet the additional global HACCP requirements. Our hope is that this symbol will help K-food be seen as a safe and trusted choice for consumers and buyers around the world. We started today with the Korean food industry and the rise of K-food, and then we looked at how Korea is trying to support that growth with a stronger, more internationally aligned systems from national HACCP to the new global HACCP program. My main message is simple: good taste is no longer enough. If we want K-food and Asian food in general to be trusted and enjoyed all over the world, we need science-based food safety and clear, transparent standard. For the student here, I hope this talk gave you some ideas for your future study, research, and career in food science and food safety. For the professors and industry experts, I hope this can be a small starting point for more collaborating between Korea and Taiwan in the future. To close, I'd like to show a short 40-second video about Korea's global HACCP program. The title is Adding Global Standards to 30 Years of HACCP Experience in Korea, produced by the Ministry of Food and Drug Safety. I hope you enjoy it, and maybe you can try to find me in the video. Thank you very much. 好，谢谢啊。刚刚前面2场演讲，我想啊，各位帮大家做一个，大家听完以后可能要吸收会花一点点时间。不过要跟大家讲的就是说，现在哈，全球的食品安全已经连在一起，可是政府本身都在自己的国家努力。那怎么样才能把这个产品的流通更多的脉打通啊？所以这里面就有很多有关于安全跟要求，大家彼此提高信心。前一位讲者他是在告诉大家，从农业端的一个合规的要求，要怎么样做到讯息的流通。所以呢，在休息前这一场，稍微给大家做一个回顾，就是说，这里因为有一个名词用的叫合规那合规这件事情，金融才在用。我们在食品安全的用法叫做法令遵循，遵循法规的要求，然后做到这些要求的事情。但是这个法令呢，很可能不只是本地法规，也有全球的法规。第二位讲者来自韩国的讲者告诉大家说，在韩国HACCP 怎么实施，但是他光是符合韩国本身的要求还不足够，所以他开始把这个需求提高到全世界等级的需求。这里面就包含了我们这边讲到的很多，刚刚讲者提到的，包含食品造假、食品防御，还有这些相关的要求是额外在工厂内的 HACCP 之外要提出来，所以在韩国这个东西叫做 Global HACCP。实际上有很多验证体系都把这个系统作为能够让商品或者是原料在全世界流通的一个基本的要求。
所以这两个段落就是让大家知道不同国家怎么操作。那台湾目前也都在这方面有各式各样的一些方案。那后续的讲者呢，也都可以在他们的经验上面来给大家做分享。因为这两场本身虽然我相信有字幕、有这个投影片都翻译了，但是我仍然希望说大家能够把这个观念把它贯彻起来，所以稍微做一下补充。那接下来我们这个讲的很好，我就想请这个请那个吴代表介绍一下。接下来我们有2位，就是台湾非常重要、有代表性的食品企业的主讲人哦，一位是芳芳，那另外一位是我们的永志学长。那接下来的时间有2位来评分，就是从现在开始11点13分到12点钟的时间。那介绍一下芳芳哦，是新来源酱园的肖芳芳啊，然后今天我们新来源酱园的创办人总经理。肖总经理也有到现场，就是从他经理。然后新来源酱园呢，来自高雄县大发工业区，然后成立于1945年，历史非常悠久，从日据时代就建立了扎实的酱油制造的技术背景。近年更积极的引进人员培训、品质管制、硬体设备的扩充改善和生产技术的持续提升。从台湾市场的良好基础，目标就是行销全世界。如果有兴趣进军韩国市场或者是欧洲市场的话，也可以跟我说。我们主讲人肖芳芳是高科大的食科硕士，学以致用。今天特别来谈食品原物料、食品安全的管理的核心理念。各位教授、各位老师、各位企业先进、各位同学，大家好，我是肖芳芳。那目前呢，在新来源酱园股份有限公司担任业务部理。那今天很荣幸呢，来参加这个研讨会哦。那主要探讨的主题是原物料的食品安全管理。那我想今天在座的都是食品的专家，所以食品的提升的部分都已经非常的了解了，所以我今天呢是来分享我们公司曾经遇过的2则实际的经验。可以继续往下讲，我帮你搞定。请问名字是什么意思？好，我来介绍一下我的名字。我本来呢叫做肖芳芳，那个这个肖芳芳其实也是一个影星的名字，是电影香港影星的名字，然后是看的那个肖芳芳的电影取的。然后因为那时候说好像出生一段时间没有报户口就要罚钱，所以就看到肖芳芳的电影，所以就取名叫肖芳芳。那后面这么长的名字呢，是现在我恢复了原住民的身份，那所以呢，现在名字有7个字。那我只是很感谢，当时我还在读书的时候还在写肖芳芳，肖已经够难写了，但是现在已经名字7个字，就是现在签名的话就要签很久。那接下来我来简单介绍一下我们公司。我们公司的话，在从日据时代就建立了酱油的那个基础。那后来呢，我们也从布袋到大发工业区，那到现在我们大发工业区的厂呢已经建厂40余年了。那我们现在近几年呢，就准备也是在建立新厂，因为现在呢已经就是产量啊都已经饱和了，所以我们接下来的新厂除了扩充产量以外，会渐渐的导入自动化、智慧化的这些机械跟流程。那年度近况的话，2024年跟2025年我们都有参加国内外的食品展。那今年的话呢，也有通过 FWC 2.2的6点的新版验证，那也通过113年的高雄市 SBIR 计划。那品质提升经历，其实在很早以前，大家我们是做传统的酱菜起家的，以前也不懂得食品安全，只知道反正防腐剂加多一点它就不会坏，所以呢，就是从以前到慢慢
直到2001年，我们跟知名的超商龙头合作之后，我们开始转型成渐渐没有防腐剂到没有防腐剂的产品。那现在我们也一直追求就是少添加甚至到无添加的产品。那接下来我们在2008年的时候，我们通过 ISO 验证啊，还有在有委托食药署有委托我们去办那个工厂实地演练哈。然后2024年、2025年也因为客户的要求，说要通过 FSC， 所以好，我们就一句话，我们就努力拼过这个 FSC 的验证。那这是我们之前参加的这个感谢状。那今天要分享的第一个案例是正义猪油。那正义猪油的话，在2014年的食安风暴中，我们工厂的第一线的处置行动。那我先简单带一下时间轴，在2014年的9月5号的时候，厂罐劣质油品事件爆发。那9月中的时候，我们就有点怀疑。那在17号的时候，我们就决定就是主动停用退货。然后接下来到10月就是新闻证实就是有正义猪油有问题。那当天我们就马上通报卫生局。那卫生局隔天就回复我们通报，然后启动回收。那到10月9号的时候，我们就完成全部的产品就是有报废。那当天也顺利的回报卫生局去做结案。那在9月5号的时候，高雄市卫生局查获常务公司用回收废油，就我们俗称的收水油。它还有不只是收水油哦，还有皮革的废油，这些就是非食用级的原料，去做成这个全桶香猪油之后，就贩售到全台食品加工厂还有餐饮业者。所以当时其实这件事情很大，影响的很大，全台至少600多家下游的工厂跟商家都受到波及，所以有很多产品都下架，包含这个味全，12个产品都下架了。那政府呢也启动全面的清查、追溯，还有回收跟检验。那这也成为台湾食品安全史上的重大事件之一哦，并引发一连串的后续油品查核。那接下来大概在9月中的时候，就基于当时媒体的新闻啊，还有一些供应链的资讯啊，我们在9月17发现，我们觉得这个供应链可能有点异常，是在怀疑，是在猜测。那我们呢，公司当时选择了，有怀疑之后呢，我们就选择了主动判断跟提前预防，因为我们目的是要降低风险，所以呢，我们就是立即的主动自主停用，然后并退库存1桶，然后就那么刚好当天我们退货的当天，高雄市卫生局的人员下午就到我们工厂来访查猪油的使用情形。那所以我们有主动提起并跟客户沟通说，那改给客户自己的猪油。那其实我们当时跟卫生局人员说，我们有使用到正义猪油，所以我们觉得好像不妥，我们把它退回去了。那时候卫生局的人员还有说，可是爆发的是强冠啊，那你为什么要退正义呢？那我们就给他我们的推理，我们当柯南的推理。你看强冠收水油爆发了。那味全中标了，有12个产品下架。那我们购买的是味全底下旗下的这个正义猪油。那既然它旗下的子公司有在生产，有在变质猪油，那为什么味全不跟底下的子公司买，要跟强冠买呢？所以这边呢，我们就打了一个大问号。所以我们决定就是主动去把它做退货。接下来到10月7号的时候，新闻就证实了正义猪油就是也是有问题，但是幸好不是刚刚前面的收水油，而是饲料油。那就是有不肖业者呢，就是把饲料油就是混为那个猪油做使用。那其中那个正义猪油呢就受影响。那我们一看到这个电视新闻之后，我们就马上去通报卫生局。那卫生局那时候当天可能还没有收到消息，所以他们就先知道我们电话通报。那到10月8号的时候，官员就来电询问我们昨天通报事由，那我们就请他传真相关文件，那就方便我们详答。那我们公司副总呢，就马上就召集食安小组、主管、生管、行政跟仓管，
相关单位去联络启动回收作业，然后我们在隔天10月9号的时候完成场内成品的报废作业。好，那10月9号的时候呢，我们就把那个整个场内的成品，因为之前虽然把那个库存的那一桶油给退了，但是其实之前还有一些成品是已经制作完成了哦，所以我们就报废了那一些成品，然后有做记录。那最主要的这件事件呢，有3大重点。就第一个重点是说，大品牌它不一定等于绝对安全，因为上游如果出问题，那所有下游都会受影响。然后我们实案文化呢，就是说，我们靠的是及早的判断，不是等待命令了，要提前去预防。那如果真的遇到问题的时候，我们的资讯透明、快速，然后程序完整，这都很重要，因为这样的话，你才可以顺利的去协助主管机关跟你的客户信任的关键。食品安全就不只是文件跟制度啊，是每天在做的判断跟选择，所以提前一步的话，能保护公司，也可以保护消费者。那接下来是我们当时在那个卫生局，他要求我们回传的文件。那我们回传文件呢，上面有注明说，我们在9月的时候，其实我们就已经把这个我们在怀疑的争议的猪油呢，就已经把它退货。那包含产品的流向，我们也都是记录的非常清楚。那当时报废销毁的包数有高达2716包这么多。那我们也有主动提供，就是当时我们公司的这个产品模拟回收程序，来让那个卫生局来做一个参考。那接下来是当时我们报废销毁的照片哦，因为真的是年代久远，是找得到黑白的照片，但是可以看得到，其实我们在第一时间的时候，我们就赶快把我们的库存去做标示，一定要跟一般的产品去做区隔。这边有标示，然后销毁这边就是怕有比如说有同仁误用啊等等，所以我们就是一包一包的去把它拆解，放到收水桶，拿去销毁。那包含车牌、上车的那个照片，我们都有记录。然后呢，我们也将我们公司当时做的模拟回收，追踪追溯记录，那一并传给卫生局，让他们做参考。那上面呢是我们就是争议猪油的这个危机，所以其实我们在遇到事情的时候，我们提早去做判断，想办法降低风险的话，其实可以让我们的杀伤力降到最小。那案例2的话是苏丹红的辣椒粉事件，这个就很新哦，这去年的事情。2024的食安公报中，我们工厂采购的应变行动。那苏丹红的危害跟禁用情况，我想大家都是实体系参加，我都不在这边赘述了。那苏丹红呢，基本上它就是工业用的燃料，那不只是台湾，大部分先进国家都已经有明确的定定，苏丹红不能添加在食品当中。那接下来稍微带一下辣椒粉事件轴。那在去年2月7号的时候，云林县政府验证基是公司它辣椒粉有致癌物苏丹红。从此就新闻开始就爆发了。那隔天我们就向那个供应商求证，然后取得检验报告，开发声明，让客户去安心。那接下来政府去做系列的，就是暂停源头制造商跟出口商辣椒粉的产品输入跟查验。那在2月22号的时候，我们公司就主动将我们的各品牌的辣椒粉跟辣椒酱去自行送验。那也这么刚好，隔天高雄市卫生局就来我们公司访查哦，然后也有采样，那结果呢都是合格的。那接下来27号呢，就是本来政府的规定是，就是对于中国的辣椒粉是100%逐批检验，后来随着事情的延烧就已经就是扩大成不只是针对大陆进口，那而是所有进口不管哪个国家都需要100%查验。那到3月25号都一直还在更新违规业者的名单，然后到26号，如果说有验出苏丹红的话，你就必须要销毁不得退运。
然后这一篇是另外提一下，因为这次为了做这个简报呢，我也再重新 Google 了一下苏丹红的辣椒粉事件，没想到就收到这个新闻。那新闻是11月22号，就5天前才发现这个新闻报道。那但是这一次不是在食品，这一次是在化妆品。化妆品苏丹红事件台湾首度验出。那所以其实苏丹红有可能是无所不在，它到处都是它的影子，不一定是食品、化妆品，或者是你的沐浴用品都有可能，所以真的是要去注意这样。那接下来呢，可以看到这个右边的图，这右边的图呢是康师卫生局它在3月12号发布的图。那为什么要拍这个图呢？这个图呢，其实我们在数年前的时候，曾经跟其中一家那个贸易商有配合过，但是呢，我们要感谢一则消费者的客诉，所以让我们逃过一劫。当时那消费者的客诉说，我们的泡菜完全不辣。那当时收到我们就觉得，很奇怪啊，通常都是辣椒，都是客诉说，你泡菜太辣，怎么会说一点辣度都没有？所以我们就跟消费者收回，我们就去做检测。然后还有我们场内的成品，我们也去做检测，然后包含很多试吃。然后我就非常记忆犹新，就是我都有记得，说我们大家吃完那个泡菜的时候的那个表情，大家的表情都是一脸疑问，然后你看我看你，因为消费者说的没错，它真的不辣。所以这时候我们的心理警报器就开始响，因为如果当时要采用这个辣椒粉的话，首先你的文件或者是你的品评一定要通过我们公司核可，一定要确认 OK 了之后才能够进行做交易嘛。可是我现在吃起来，完全不是当初那么回事，所以一定是有偏离设定的，所以我们赶快跟厂商反映。那厂商态度因为也很消极啊，然后就想方设法一直拖延，然后最后还是资料不齐，所以我们觉得这样的风险太大了，如果跟他配合的话，可能会出问题，所以我们就退货，然后并且拒绝完。所以呢，到最后后来过几年之后就爆发了这个苏丹红事件，所以我们也很感谢那个消费者，因为这样的方魂躲过一场危机。那讲到危机，那我为什么这个是危机呢？因为这个苏丹红，我们公司的主力商品是韩式泡菜，会使用到大量的辣椒粉，1个月的用量大概是5吨。那通常的客人都是餐业者啊、超商、鲜食厂或者是知名的餐饮集团、火锅店业者都很多。那这边我就不打广告了，但是如果你私底下问我说去哪里可以吃到好吃的泡菜，我会很乐意告诉你。那因此呢，所以我们没有辣椒粉，就没有韩式泡菜。那韩式餐厅或者韩式系列的产品，他们就要担心了。所以当我知道说，接下来可能会缺货，我就赶快通知客人说，你们可能要慢慢降载你们的订单哦，因为要不然我们的库存量是这样子，如果大家都降那么多的话，有可能会断货哦。所以客户收到的时候都马上跟我说，不行，你不能断货，我去帮你找辣椒粉。然后就果不其然，他们当然也找不到辣椒粉，所以到最后还是靠各个客户大家有个默契，我就降载订单量，然后来延迟这个延续这个缺货，就挺过缺货危机。那在这次苏丹红，虽然我们还好，我们没有中标了，但是我们还是有做很好的危机处理，就是我们多次的第一时间，我们都提供给客户声明书，让他们做放心。那第二个就是输入把关的，还有积极送验。我们不仅要求厂商送验，还有我们公司也主动将场内的不同的品牌的辣椒粉全部通通都送验。那在一开始爆发苏丹红事件的时候，我们就心中也有这个危机处理，就是说，接下来一定会可能缺货，或者是我的原物料可能会飙涨，所以我一定要赶快去采购。那所以我们就是多方寻求合法来源，为正常生产并工作的客户。那我们公司呢，就是丁丁辣椒粉需要检求的项目，当然就是农药残留、方法硫部分，那重金属、氢镉、苏丹红色素，还有黄曲毒素、赭曲毒素的部分。接下来是那个附件，我们当时如果说辣椒粉要有办法进口，要到我们公司的话，它一定要有这个输入许可。
那底下呢会要备注说，这边有没有经过什么样的抽检有没有经过什么抽检，有没有合格？合格的话就会写，对。然后其他的话，苏丹红色素也都会去检验，然后我们公司甚至也都会去检验，自主检验说黄曲毒素跟赭曲毒素。那接下来是延伸的事件，其实苏丹红事件对我们来说其实没有那么严重，因为毕竟苏丹红是人为添加的嘛，你如果没有去添加，那就倒还好，你当然可以这一批就没有苏丹红影响。可是接下来延烧的部分是农药特美素超标。那在4月16的时候，消署公布就是有20件边境查验不合格的名单。那最主要呢有韩国的辣椒粉就是被验出有农药特美素残留。那特美素呢，它又称海动素，这在农药之中当生长调节剂型哦。那根据我们的农药残留量的容许量标准，只有开发9种产品有制定这个残留的容许量，也就是说，如果你验出来说辣椒粉有，那就是不合格。所以呢，小模仿的辣椒，它就曾经被验出有特美素，所以遭到那个台北市政府开罚哦。那随着刚刚那个事件，其实很接近了，因为在2月的时候，苏丹红的事件就爆发了，接下来一直到刚刚讲的4月就又有特美素，所以其实一开始货源就不多了，再加上边境100%查验，所以其实进口辣椒粉的情况一直不乐观。那我们之前就是囤货也真的快要用完，所以那时候真的是全台的餐饮业跟食品制造业都陷入缺辣椒粉缺货危机，那就也一直没有办法如期的到货，而且甚至台湾一直接连爆出农药超标事件。那这事件呢，其实也都反馈了回去中国跟韩国，那就是甚至因为有这样子的当地的贸易商，他们都不愿意出口。但是因为身负重任的我们，一定要想办法，就是取得合格的辣椒粉。所以其实我们在极度缺货之下，我们有从韩国空运辣椒粉，我们也跟辣椒粉厂商接洽，或者准备好，但是却是因为文件2国规范不同，没有导致顺利进口。那文件呢，最主要其实还是就是国外的检验方法、检验标准还有检验项目，其实都和台湾的都不太一样。所以说呢，一定要以台湾的要求去做准备。所以我们当时呢，就是因为两国规范不同，所以就没有办法顺利进口，所以就最后等待的同时，你还要负担巨额的长租费了，然后也没有办法退回韩国，因为退回去是税金是3000%，他们也不愿意被你台湾检验出来的辣椒粉还有收回去，所以最终评估之下只能选择销毁。那我们后续多方的采购处理呢，就是当地至少检验1次，那同时也一样以台湾的规定再检验1次，然后你才有办法去试着进口。那其实呢，在当下台湾不管是哪个辣椒粉进口商，只要是跟国外当地农民购买大量种植跟收成的辣椒粉，只要喷洒农药的习惯用量没有变，后果就是到台湾检验不通过，遭到退运或销毁。所以因此呢，进口商可能5个柜子进来，被退了3个货柜，最后只能2个货柜分给全台的客户。那我们就变成说嗷嗷待哺的小孩一直在等，做原物料进来。那这时候我们了解，就是说原物料管理它不只是食品安全层面，会员是否稳定跟数量是否足够都是管理一环。那所以呢，在当时了解说，我们其实那时候就是被动的在等待货源，所以我们有重新的检视所谓的原物料管理从头开始的流程。所以我们后来决定找到韩国当地的厂商。他愿意一同配合，他前往到新疆这个兵团的军营地，也就是之前他是农地，但是他没有种过其他农作物，所以呢，我们要打算来种这个没有农药的辣椒，因为这样的话，你当然就不会有农检的被残留的问题嘛。那虽然说需要时间等待，但是我们可以更好的排除容易使用农药超标可能，以及受到土壤环境或临近田地用水是否含有农药的环境因素。那再来呢，我们就是有与小模仿密切的配合因为经过日前的新闻风波也了解那个厂商
负责任的态度。所以不仅是每一批的检验辣椒粉，他们甚至检验的项目也是最齐全、最完整的，所以可以清楚的知道那一批的辣椒粉的品质，那跟其他的进口商相比，能够更放心的去做使用。那要做的安全的食品，就一定要有了解自己的原料。那要让客户安心的话呢，就必须要把源头给看懂。那我整理的3项核心就是源头呢，比工厂更重要。食品安全不只是从工厂管理，产地、农民、加工线才决定风险。这也是前面几个主讲人都有提到，就是从农场到餐桌都得控管。那管理的不只是品质呢，供应链稳定性也很重要。一旦有一方失衡的话，那可能后面都会受影响。所以安全跟数量都必须要一起管理。那主动比被动更能守住食安，所以第一时间自行判断，采取行动送验，这也是新来源可以维持客户信任跟供应稳定的关键。那最后我要就是引述我们副总的一句话，他常讲说，我们一定要想尽办法降低风险，因为唯有降低风险，你才能像现在食品原料安全管理才能管得更好，或者在其他的方面之下，你才能将你的伤害降到最低。那以上是我的简报，谢谢大家。谢谢，我们请永志学院长。谢谢芳芳们。传统食品的革新和创新是我们未来非常重要的挑战，也是市场上非常有潜力的产业跟产品。学长，那个不是我们的麦克风，外面，这是施工的声音，外面空压机的声音。那个我们摩羯座的博山学长，择善固执，然后坚持食品安全的文化、食品安全的管理以及供应商的管理。那今天非常荣幸可以邀请到我们屏科大的博三的学长永志。大家好，我是现在的学生了哈，就是博三的学生了。那非常开心，就是今天来跟大家分享那个我的食品工厂管理经验。那今天是针对供应商管理这一块。刚刚听完那个新酱园这一边的那个报告，发现其实新酱园是很标准的做供应商管理。这个我真的觉得内容真的，等一下可以，应该说我的 PPT 等于是做整合的这一块，那我们可以跟大家分享。我先自我介绍一下，我是 A 型摩羯座，然后又是新竹的客家人，所以这个第一个印象一定就是娘娘啊，客家人应该都听得懂，就是固执啊。可是我认为这是执着了啊。我们来看一下，我从民国87年就来屏科大念大学，然后那个时候因为公卖局民营化，就是酒厂可以民营化，所以很流行的主题是啤酒 DIY。好，那时候我在做发酵类的酒类，啤酒、米酒这些都有做。然后在大学毕业之后呢，我就顺利的考上了食品工程工程组，然后主要的研究就是干燥机、太阳能干燥机这一块。那我上礼拜去食品工厂的时候，我还有看到我的研究贴在教室门口的上，好，现在还蛮好。然后呢，再来就是我在101年的时候回来念博士班，可是没有成功，这就不需要讲啊。然后在112年的时候又想办法把它完成，就是现在。那我现在是博三，在做循环经济，好，循环经济这一块。不好意思，所以我在屏科食品有4个学号，收集了4个学号，怎么样？够执着了，我一定要完成啊！希望这是最后一组。那再来讲讲我的工作经历好了。我在05年的时候，那时候刚退伍，就到嘉乳食品，大家可能比较陌生哦，这是嘉格食品的子公司。好，
那主要的东西就是我之前的专业就是发酵类的部分，优酪乳，还有点心类的产品，以及我们代工了喝的燕麦，这大家应该都看过，喝的燕麦，以及完善营养素系列，这是当时的产品。那后来因为家庭的因素呢，我就到南部来了。那时候11年的时候在大江生医，时间很短，大概1年左右。那这间公司主要就是生产机能性的保健品，不能算保健，机能性的饮品，有比较多的就是冲泡类的粉包，以及果冻条，还有胶原蛋白饮这一类的东西。那时候股价很低啊，刚进去的时候没有多买一点就太可惜。那后来因为小孩子的关系，所以我们又到了台南柳营这边到九方生物科技，也就是九方兴业那这间公司它其实在台湾已经深耕蛮久，大概40年左右主要就是香辛料类的东西，那还有一些调味粉其实大家应该都吃过我之前做的东西，就是泡面，还有罐头这一类的加工厂，是我们主要的客户。然后呢，在18年的时候也是因为小孩要念书，所以我就换到了台南市这边来。那这个跟跟食品没有直接的相关它是间接相关的部分，一样是在2万2的价格下。那强普实业它是一间做动物营养品以及宠物营养品的公司，它也有自己的品牌也有自己的品牌，就是就好做这一块。那现在大家比较熟悉的应该就是金珠食堂，去年成立的一间开的一间韩式烧肉店，就是 GD 每次来台湾一定要吃的，这一间，它全部都是用我们的肉，也都是吃我做的营养。我们来总结一下过去的经验我在食品这边口味呢有咸的，有甜的，然后保存条件有冷的，有热的，那期限呢有长的，有短的，效果的部分呢有吃的会让你内在变好，也有吃的外在会变漂亮，以及包装的部分，软的硬的我都试过了，所以还是一样客家精神。好，那我来小结一下食品工厂的优点这是过去20年，看我身材就知道。第一个，吃很饱吃很饱，每一间公司都会有流料品所以主管每天几乎都会去试味道，然后试性状对不对，然后还有食品公司一定会送年节礼品，食品公司的礼品，以及员工购永远都买不完，还有同业，还有同行的。还有客户的，然后另外一点呢，就是赚不完，真的赚不完。不要想说要在食品业把所有钱赚完。如果你们公司是有跟 7 合作，或是跟好事多合作，保证第一个台风天一定不会休，台风天一定不会休。再来就是我20年来也没有休过无薪假，然后加班的话很多，所以不要担心这么大钱。那第3点呢，就是身体健康因为有清洁作业区的关系，所以大部分环境都是舒服的。然后工厂其实不太喜欢用危险物，以及我喜欢可以吃到新鲜的刚加工完的东西所以食品工厂好处很多，期待大家都加入OK， 那我们来切入正题其实食品从业人员的心态这个必须要老生常谈再说一下。食品安全这是第一要件不管东西好不好吃，安全没有做好的话，其实食品业的风险会很高。那这也是一样，就是人要有良心来做食品，才会比较好一点。那也要适当提醒你的老板，良心要拿出。
好，那我们来看一下什么是供应商哦。其实供应商大家都想到原料，好，其实在工厂的部分哦，供应商并不是那么单纯，它包括了原材料、设备，有一些劳务的事务，以及我们成品的一些供应的厂商，它都叫供应商。我们来看一下它的类别哦。刚有提到比较多的就是原料的部分啊，原料管控，大家其实都很在意这一点啊。每一个食品业的基础啊，都会做原料的部分啊。那比较少的去提到就是事务的部分啊，事务供应商，比如说一些设备维修啦，啊，一些配合厂商啊，或是厂房修缮啊，啊这一类的供应商，或者是外包厂啊这一类，我们都会把它定义在事务的供应商。那再来就是这2年比较不能说这5年比较明显的趋势，就是仓储供应商跟物流供应商，啊，这个都逐渐会走向外包，尤其是冷链的部分。那其实今天为什么要谈供应商啊？因为其实早上也有提到，就是如果你是一般的餐厅，你的范围没那么大的时候，你可能不会有这个问题。可是一个食品工厂，可能原料就会有100个供应商，那其他配合的厂商可能会有50个，那仓储物流也有10几个，好，那这样的情况下，你要怎么确保这些厂商他都能够按照你的规定、你的要求去执行，这个就会是凸显供应商管理的一个重要性。我们先来看一下供应商的作业流程啊，供应商管理的作业流程啊。那基本的需求是应该是说要先有需求才会去做其他的事情。好，那以工厂来说，不会随便去找一个我根本用不到的东西，然后来做一个评估。好，那正常的情况下，需求产生，比如说需求单位提出申请。那采购会去找现有的合格供应商，好，如果有的话，那就叫货，检验之后就收货，这是正常流程。好，那如果今天提出的需求是现有的供应商不能满足的，那要做什么事情？那通常都会第一个，我们先把供应商访查这个部分做出来。那这里可能会有5、6个厂商。都有可能同一个产品就会有5、6个厂商去做一个筛选啊，或者是调查的部分。那在这个阶段，其实就必须要把品管也叫进来，因为采购可能就是针对价钱跟一些看得到的东西，可是风险这边是看不到的，所以品管会把它拉进来。品管把它拉进来做供应商访查，有了初步的结果跟评分之后，再来做综合的评选。假设我选定了2个厂商之后，我就会去做供应商评鉴的部分。好，那在这个阶段，通常都是文审阶段，就是文件审核。可是呢，这个地方就必须要把使用单位也拉进来。那因为在评鉴的部分会有一些实际的需求，就会希望在这个阶段把这3个部门都把它抓进来，好，然后再来进行审核。审核完之后，如果合格可以了，他就登录进合格供应商。那不可以的话，就重新再找别的。我们现在看到这一个流程哦，很多公司都只有做到这边，我们就做到登录了，然后就开始一直交易，就不会去确认啊，不会去确认后面的动作。那我们来看接下来，我现在在做的事情呢，其实刚刚新教人那边也提到，就是这一块。除了合格供应商，我们开始采购之后，在原料检验以及我们的年度考核，这是一个循环，为什么要做供应商年度考核？因为刚刚也有提到，
我们一开始在调查的时候，也许他提供的规格跟服务其实是他自己评断的，跟我们去做文件的审核，可是他实际上有没有这么做？比如说，辣椒粉为什么不辣？刚才提到辣椒粉为什么不辣？因为提供的规格应该就是要辣的，但是为什么不辣？如果你没有去做这一块的时候，你就是受害者，就不会有后面的调查，也不会有后面的一些要求他们做改善啊，这一块，这是比较大的一个差异。那供应商管理重点这个呢，其实有点多我觉得不在今天的范围内我们可以第一个我们可以去 Google 了，自己去找。第二个呢，我们下午林老师的课他讲得很清楚，我有看他的 PPT 所以大家可以认真听一下下午那再来就是，其实刚刚也有提到，就是为什么我们要谈供应商管理这一块？除了因为它很多之外，那其实它是真正影响获利的源头，就是一开始就决定，也是品质一开始就决定。我们来看一下，这没有套因为刚刚好解到这个东西就是假设辣椒粉1公斤是200块，那我们今天要做一个腌制烤鸡，一顿要加1公斤。那如果不合格的辣椒粉是损失200，我们看一下如果是用到不合格的辣椒粉，我们损失的是1顿的烤鸡，还有1顿的加工费，还有仓储费、物流、消费者赔偿。最严重的就是这个产品商誉这一块是最难处理的，这个是原料的部分。那如果是说，原料，那树物的供应商跟食品安全有没有关系？其实有，它会导致你的产品不合格。像维修厂商的部分，之前我们在饮料厂的卫生管理会特别的要求它的焊接的管道，所以我们在筛选厂商的时候，基本上我们就会请他现场施作，然后来做确认。那这一块就会影响到安全，因为洗不干净，焊不好的话就洗不干净，那洗不干净，安全问题就出现。那至于其他的规格一样就是包材如果不能保护产品的话，基本上也是一个风险。那物流仓储就更直接了。我们曾经遇过，就是温层没有控好，那就整批报废。就是大家都很清楚，整批报废就是看厂商买可能那个业绩比较好一点，就是这样。那物流这2年特别明显就是物流的部分，遇过的就是物流司机跟客户起冲突完之后，变成客户不买我们的东西，我们很冤枉这个也是一个很好玩的一件事情。那我们来看，我们应该要做哪些事情刚刚有提到第一阶段供应商查核这边那我们基本上会先做文审文审包括了哪些东西？公司评核你是不是合法的公司有没有工厂登记有没有 SQF 验证或是这些基本的保证来源的部分那还有就是环境以及我们的一些进货跟供应商的管理然后再来就是它的一些管理的模式，以及不合格品跟特殊品品，这些都会先让他做自己评分自己评分之后，我们会根据他提供的一些文件跟佐证资料或者是照片，我们来做一个初步评核，然后再把我们的意见写上去。就是比如说他说他有做验证，结果拿出来的可能是一个奇奇怪怪的国家的一个证明书那可能就是不符合，我可以把它记录起来。那这个刚刚提到就是除了
品保，除了采购之外，品保也要纳入，因为会把不合格品跟客诉这一块把它确认清楚，因为这里就可以很明显的看出来这间公司到底怎么去做它的管理，这个是比较容易发现的一个地方哈。然后呢，刚刚讲到我们如果供应商合格之后，我们会去做定期的评鉴，这个定期的评鉴可能会是频率会不同。假设是新交易的客户，我可能3个月我就做一次。如果是新交易的供应商，那我3个月我就会去做一次期初的判定，判定的项目就是这些咯，品质交期啊这些，所以会有交期的问题这个时候就除了采购、品保，那使用单位也要进来，如果是维修厂商，可能这边就会是故障率这一类的东西指标不同，可以去定义然后呢，为了确保标准一致因为做这个供应商评鉴有可能会是不同的人，同一个部门有人会请假或怎么样，所以我们会把它列出来，什么单位应该要做哪些评分，评分什么项目，重点多少，它的判断因子是什么，判断的依据是什么，然后评分应该要怎么给。这样子的目的就是希望不同的人来做的时候，他的评分标准不要落差太大，才不会有其他的问题。再来呢，合格供应商能表，这个它就是简单的会诊就是把级别把它列出来这样子。那其实从早上到现在包括我们的新向云这边也都在讨论这一块。这个是很多公司现在越来越愿意去做这件事情，也就是我们讲的定期的风险评估。基本上在目前的管理模式，1年我至少会做一次风险议题的讨论，包括利害关系人一些主题，然后议题描述跟可能的影响。年度的部分会把这个大项全部都列出来，可是呢，当特殊情况，比如说疫情或是食安议题的时候，像在今年的辣椒粉，我现在是在做冬米养品，可是今年的辣椒粉出现苏丹红的时候，我们直接又召开了一个这个会议，把场内所有跟色素有关的产品全部都盘点，全部都盘点，然后再重新确认产品有没有问题，有没有潜在的风险。那最后筛选出来，我们的原料供应商在美国，然后去检验产品没问题，所以才把这个东西又把它回归正常。所以风险管控这一块，其实在台湾应该要慢慢建立，就是大家都去做这件事情的时候，对公司的风险是小一点的。那时间也差不多，我们做一个总结，就是第一个供应商管理，其实它是降低风险的第一步，这个是第一点。然后呢，再来就是它的评鉴跟评核，其实不要只丢给采购，因为采购一个人其实是没办法这个做完的。再来就是要养成定期的风险议题讨论，这个是以上我对供应商管理这边的一些见解。谢谢大家。好，谢谢谢谢我们是新仔刚刚因为我看到这个，我就只写他是屏科大的，因为他收集了4个学号，算我们的优秀期。他实际上工作经验很丰富，只是他要报告的内容可能这个他所负责的单位的需要稍微有一点。但是各位可以知道包含有是跟前面肖总的报告，你们就会知道说，实际上身为一个厂商，其实要随时注意到源头的安全跟它的可靠性，然后时刻去关注跟注意，这样的工作才会得到更好的一个答案，不然到后面出现的损失就很可怕。
同时呢，如果你自己有一套办法的话，那这套办法的可行就是最好的办法。如果你现在的办法还没有办法确保它是安全的话，那其实现在有很多体系，像 HACCP、像 SQM、像 PQM 这些制度本身都可以用它的经验来协助大家把这部分的保护能力提高。这也是我们今天这个研讨会里面特别关注到研讨的关系，因为过去几年我们办研讨会的时候，大家谈到的都是我怎么把自己的工作做好，我自己的工厂要怎么样运行好。可是很多种问题不是来自于你，是来自于你的上游或者是下游。那所以在这里，我们希望说，而且未来如果大家要把自己的产品或者是原料跟国际上的供应者产生连接的时候，就有更多需要关心的地方。那上午我们的报告大概到这边，那下午呢会有我跟那个连总教授还有吴明君代表，我们3个人呢会跟各位介绍一下从实务的观点上，大家应该要怎么样来推动供应链的食品安全跟食品安全文化。那上午的时间我们到这边，那有在这个登记我们这一次的这个研讨会的呢，外面就有餐盒。那我希望说大家在这个上午的活动之后，下午我们继续。那我们不会在今天做太长时间我们大概3点多我们就可以把这个研讨会结束，让大家可以有一个时间进行交通。那线上的伙伴也是非常感谢你上午在线上参加。那如果大家有任何问题，包含你现在手上的这个学习单大家填写一下你的心得跟想法。后续如果有问题的话，不管是现场的讲员或者是远距录播的讲员我们都会请他们给各位做反馈。好，那我们上午的阶段就到这边。那也谢谢大家的这个莅临，那请大家到外面呢去进行这个午餐的登记。好，谢谢。那个午餐体验者，我们移驾到我们的录音室。然后包括控制，没错，产品追溯有密集，还有是大用一些专门规划的是。
那个啦，那个在他口的两个，我看到了，是我看那个他你在哪里？然后好了，我下午。好。对，那个便当它是哪个地方给你？那个便当是哪个地方给你？要进去的。
会这样会。
我是现在大家记得就是那天的收音比较好。对，所以剩2分钟，老师可以先打开来试试看，然后键左右。那他要那个吗？他需要全屏幕吗？感谢。全荧幕，这样刚刚就是全荧幕了，投出来很漂亮。对，老师就下一页这个。OK。好，麦克风就。老师等下可能要站在这里说，因为那个收音比较好。所以要开始了吗？还没吧？等他开场一下。非常顺的，下列同学都非常的努力，用台中的农产品来奖励你们。那个要体验一下过程的话，可以报个练习，对不对？那个林老师，那个时序现在在哪里？啊，时序在哪里？对啊，他上次跟我说到了，我就说你都研究久了，没问题。那就咱们你是在里面，他们反正看不上。对吧？反正我们那边也是吸收的，这个还可以，就是把学生拿到最重要。对。我们不止他，我们好多都是回来的学生。是吗？好，那各位现场的朋友，还有线上的朋友，大家好，我们时间也差不多了，那我想我们就进行我们下午第1场的这个讲题。那在下午的讲题这边呢，学校这边安排给我的题目是希望讲一些我们农食的食材的原物料的一些食品安全管理，那还包含一些像早上有讲到的供应商管理，还有原料管理的部分。那我这边就会简单的做个介绍。那我这边是台东大学，我是耿文。那讲到这个原料的管理之前呢，我想先让大家看一下我们的国际标准
在供应商还有原料的这个部分是怎么讲的，让大家先简单了解一下，就是在国际上他们会做什么事情。像以早上的这个课堂上我讲到供应商的管理的部分呢，其实在国际的标准上面就有提到说，我们如果要评估一个供应商的话，应该要做一个选择评估跟核准还有监控的动作，就针对我们供应商的部分呢，要去做一个文件化的一个执行，然后来去选择跟评估我们的供应商，这是第一件要做的事情。那第二件的事情在早上的那个永志老师有讲过，就是我们的供应商的绩效的评估呢，要根据这个风险的等级来去做管理，那就包含说他有没有办法提供我们所需要的一个产品，那这些产品的部分呢，我们可能就会去看一下，它的一些我们跟他讨论好的技术的规格是什么，他有没有办法给我们？那我们就会用一些检验的方法或者是频率来去做一个监控的动作。那再来这些供应商稽核呢，我们要到人家的现场去的时候呢，至少这些人是懂得是怎么做稽核的，来执行这样的稽核的一个动作。那在产品的部分，就是我们要知道我们的供应商是谁，那才知道他做的好不好，那这样的产品才是安全的，所以要做这个产品的追溯的部分。那供应商有很多种，不只有原料的部分哦，我们的服务的供应商也算是供应商，所以在标准的部分会提到像病媒防治啊，还有我们采购的这个冰块啊、化学品的处置啊，这都算在我们的供应商的范围内，这些都是需要去做一个评估跟分级的。好，那原料的部分呢，基本上我们会需要的一个东西叫做 COA， 这是最多人听到的，就是所谓的技术规格书。像我们最近我们台东有一些产品要去到日本，那日本就跟我们要说，那这样过去的农产品它没有一个 COA，那我们就想办法申给他这样子。所以这个 COA 的部分呢，就包含你的原料、你的包材，它有没有它的成分配方，它的检验报告、它的微生物或者它的重金属，这些都必须要一个书面化的一个文件。那我们的这些原料呢，它是这些原料的部分呢，它如果有变动的话，比如说我们是 A 供应商换成 B 供应商的话，那这样子我们就必须要去重新再去做一个核准的动作。所以他这边有特别提到说，像我们的原料、包材，相关的甚至连服务的东西，如果发生在这个或影响食品安全的变动的时候呢，要重新做一个审查。好，那还有像这前面讲到，就是做分级的部分。那原物料的验证呢，还包含说像合格证明书啊、分析报告、抽验报告这一些。所以你如果没有经过核准的话，基本上是不应该采用这样的供应商的原料的。那有些例外嘛，像早上的讲者有提到说，像他们遇到苏打孔的事件，我连原料都没有了，我连生产都没有办法做了。这个时候呢，我们虽然这个供应商还没有经过评估，可是因为我们没有原料生产，真的不行。那只有在紧急的情况下呢，我们才可以从我们没有核准的供应商来接受原物料。那即使是在那么紧急的情况下呢，我们还是需要去做一些检验报告，那确定没有问题之后呢，我们才可以用这样的产品。OK， 好，那当然如果遇到不合格的原料的话，那当然就是要做处理嘛，就要做一个退货的动作或做隔离的动作。那讲一个笑话给大家听，就是我们都知道不合格的产品或者是要退回的产品应该要隔离嘛，可是就连简单的营养午餐都会出错，像我去年不是有发生过一个新闻事件，就是小朋友的营养午餐，他那个汤桶退回去的时候，他没有把它做分开存放，就那个汤桶又再度回到小朋友的教室去了。那小朋友吃到这汤的时候，就跟老师反映说，这汤怎么喝起来酸酸的？因为他就昨天喝过的汤了。所以我们必须要有一套 SOP， 确保说不管是退回品或不合格的产品，它回到我们现场的时候呢，你要去降低它的风险，你要做隔离啊，做标识的识别啊，做销毁啊或处理，都是可以的。那其他部分呢，像我们原料里面还有一些过敏源，所以这些过敏源的部分呢，也要去做一个管理的部分。OK， 好，那原料进来的时候呢，必须要去做一个验收跟处理嘛，就是
所以我们的相关的人员呢，他遇到这些原材料的时候呢，他必须要可以去识别、处理跟储存还有隔离这些还有过敏源的这些材料。好，那如果遇到跟温度有关的部分呢，就要记得说要保持在它良好的温度，好，那避免这个交叉污染，不要把没有加工过的产品跟加工过的产品把它放在一起。那另外就是要特别注意的就是，不管是原料、半成品跟成品的，都要在有效期限内把它使用完毕。好，所以刚刚那个是有关于国际标准讲到我们原物料跟供应商的部分，它基本上已经讲得很清楚，我们对供应商要做什么管理，对原物料做什么管理了。好，那我们再就是跟大家分享一些台东的经验哈，就是为什么要做这些供应商跟原物料的管理，其实是有几个目的的。好，那第一个目的就是希望说，我们有做这样供应商管理呢，我们可以拿到比较好的原物料。好，那就可以维持跟改善我们产品的品质。好，那另外呢，我们的供应商跟原料在做管理的时候呢，我们可以确保我们的产品的卫生安全是没有问题的。好，还有像这个供应商管理也包含我们的物流运送嘛，所以你知道哪一家可以准时把东西送到我们手上，好，可以加速产品的运送时间。那有好的原物料管理呢，我们也比较不会有这个不合格的原料做销毁的动作，所以可以降低我们的成本。好，那既有改善品质、卫生安全跟加强送货速度，还有降低成本，我们就可以创造我们企业所需要的这些竞争的优势跟价值。好，所以做供应商跟原物料管理对我们农企业来讲是非常需要的。好，那我们在台东呢，遇到很多原物料的问题，那我想简单跟大家分享一下。早上在听到那个韩国的讲者讲韩国的食品原料定义的时候呢，跟我们是很像的。其实我们在食安法规定，食品就是供人饮食、咀嚼的产品及其原料。那如果从字面上的意思来讲的话，大家会觉得所有东西都可以吃，但其实并不是这么一回事。就是有时候农民他在用东西的时候，他不知道那个其实不当食品做管理。好，那举例来说，母乳，之前有很多妈妈她就是母乳比较多的话，她可能就想说要把它分享给别人嘛，那其实这个在食品这边是不做管理的，因为我们没有办法把妈妈跟这些乳牛一样，就是每天都去挤它，然后去做生产做管理嘛，所以这是不太可能的。而且母乳它是一个人体的体液，所以在母乳的部分，如果真的要管理的话，只能用消保法去做管理，它基本上是不归食品做管理的。而且它又是人体的体液，也可能会有疾病传染的问题，所以就不建议大家贩卖这样的就是母乳的产品。那另外在我们东部很多人就是他们有吃槟榔的习惯，那其实槟榔它不管是在农业部或者是食药署这边，它都没有把它当成是一个食品的原料，因为对我们来说它就是一个有毒的物质，所以它的管理单位会跑到国健署那边去，所以国健署都会劝大家要戒槟榔，对不对？那减少癌症的产生。那另外常常被问的就是酒，就是很多人会拿着那个酒去检举说，这个酒上面没有营养标示，那其实酒它本身就不归食品管理，所以酒上面没有营养标示是 OK 的。好，那什么时候酒才会变成食品？当它变成是调味料的时候，它才会变成是食品。比如说什么味淋、调味米酒，这个时候它才会纳到食品的管理的范围。OK。好，还有我们刚刚提到了很多就是安全性不明的东西，基本上也不太归食品做管理。所以在这边讲这件事情，就是要跟大家提醒不是所有的原料都可以做使用的尤其是在台东我们有很多原民的作物，他们都以为都可以用，其实不可以好，所以再次跟大家提醒不是所有的原料都可以做使用。好，那我们就来举一个例子给大家听我就是去网络上抓了一个我们屏东的新闻。这个是在2年前有一个屏东在卖香肠的厨师他就觉得他到台东吃到我们的料理有很多都是老叶的料理，他就觉得这个味道很不错那想要把它拿来做一个创新的料理，他就把它拿来做成香肠，结果没想到就被发现他用的是老叶，他把老叶加在香肠里面，而且到网络上放售。在那个时候，老叶是不能当食品做使用的
因此他就被检举了，使用安全性不明的原料。那如果有学过罗老师的法规就知道，安全性不明就是罚6到2亿，所以他基本上就是罚最低6万块。那个厨师就觉得很冤枉啊，你们台东人都在用老叶，那为什么到我们屏东就不可以？就是有这样的情况，所以老叶在当时候是不能用的。OK， 好，那不止老叶哦，像你们在吃的原住民的粽子，像阿拜啊那一些的，它其实里面包的一些东西，比如说像月桃叶，月桃叶也是不能用的，在那个时候。好，那在去年的时候呢，终于解禁了其中2个月桃叶，就是他这边有提到，就月桃终于合法可以使用，但是其实月桃的种类很多，全台湾应该不止18种啊，因为我上次去林务署的时候呢，其中有一个农民就说他种的老叶，他种的月桃就超过20几种，所以应该不止18种。那目前合格的是有2种这样子。所以那个新闻，那时候新闻就写得很大条，就说，月桃、冰花、老叶这些不能吃啊，是不是？中央单位都站在这个天龙国的角度，不食人间烟火，不知道这些东西其实在地方已经吃很久了，尤其是我们台东，就是基本上就是日常生活当中都会吃到这些东西。好，所以呢，在地方这边呢，其实有很多老师都去争取这件事情，然后。那终于在今年，卫福部终于通过这个老叶可以当做调味料做使用。好，那他这边有写你如果要用老叶可以，但是只能干燥后当做香辛调味料来做使用。好 ，OK， 所以你直接吃老叶可不可以？其实还是不行的。那跟大家讲一个故事，为什么当初老叶一直没有办法通过食药署的安全性评估？就是他们有看到一个文献，他们发现老叶在高浓度的情况下会抑制精子的生长跟活性。那你们想一想，全台湾出生率最高的县市，你们知道在哪边吗？前3名。其实我们台东是第1名啊，对吧？我们台东一直是前3名啊。那我们老叶是吃的最多的，可是我们出生率是第1名，所以其实我们很多原住民就会反映说，我们都在吃啊，我们就怎么可能会因为这样就少子化？如果真的这样就可以少子化的话，那早就原住民就绝种了啦，对不对？所以基本上就是那时候有一直跟中央讨论这件事情，对，好。那为什么在台东明明知道早期啊，明明知道老叶是违法的，为什么还是拼命种？因为我们有教授去调查，我们的老叶的种植面积大概有700多公顷，而且它的产值大概是80到100亿元。那这个80到100亿元呢，是我们台东的年度预算的1半。所以你如果把整个老叶都消灭的话，那个是很可怕的损失啊，所以大概在台东的部分是不太敢做这样的处理。好，那卫福部在今年的10月30号说老叶可以当调味料之后，哇不得了，原本老叶每公斤是80块，现在已经变1公斤是600块，直接翻好几倍了，所以那个产值又更高了。好。那我们刚刚讲说老叶之外呢，我们还有一个月桃也是很常用在我们食品当中的，在农民那边会用的。那它也是在去年的时候通过的，那去年通过之后，它可以做什么用？它也是可以做调味用而已。可是你们知道一般老叶都拿来干嘛？包。那包的这个动作算是调味吗？要打个问号，对不对？它拿来是当包的这个动作，那我们去查了一下定义，就是如果是调味料的话呢，是在烹煮前加入食物当中增加风味的，那把它包在里面算不算调味料？这个我们要打个问号。OK， 好，那香辛料没问题香辛料本身就不是食品的原料，它是一个提升味道的部分，像胡椒啊、孜然、花椒都是撒在上面的，好像没有说可以把它包在外面。所以现在大家把它包在外面，到底可不可以？不晓得如果有人去检举的话，也许还是会有问题的好，那
月桃不是只有台东人在用哦，屏东、新竹很多他们都有这样的一个产品而且他们通常都是做这个包在外面的竹叶来做使用。OK， 那另外一个也很有名的，就是我们刚刚新闻看到的这个冰花如果你们有去澎湖玩的话，应该都会吃到这个东西吧？就是澎湖的特产冰花。那个时候是被骂得很惨，我们澎湖人都在吃，那你中央主管机关跟我说这个东西不能吃，可是游客来都要吃啊，那怎么办？所以后来也是终于开放了就是你可以用鲜食或烹煮的方式，还有传统的料理方式来吃那你把它拿去做其他加工就不行了，把它做成干燥粉包，这个都是不可以的。好，那有时候呢，农民也不是故意的，他不知道这个原料是不能做使用的比如说像这个也是很有名的一个例子，叫沉香。沉香那个时候在农业部是大力的推广，叫我们农民种沉香，还有沉香产生的叶子沉香叶，因为沉香跟沉香叶都可以泡茶那它的机能性都非常好的。结果农民种了之后呢，被卫生局抓到说沉香叶这个茶其实在市面上是不合法的你怎么可以拿来做使用如果你们去查的话，他就跟你说沉香跟这个它的木头跟叶子的部分都没有确认过它的食品安全性，所以不可以做食品原料来做使用。可是农民都种下去了怎么办？那就只能当药材来做使用而已好，所以有时候农民也是他不晓得啦然后就损失在这边那我稍微去 Google 了一下，网络上还蛮多人还在卖的但是你们不要检举他对，你们检举他今天就会知道是从我这边流出去了。对，好，那这个台东沉香老叶沉香叶茶230然后这个南投的525块所以还是很多人都在卖，可是它其实是不能卖的，它不能当食品做使用那这一把就是6万块那如果你们是在有一些县市的话，他可以拿到50%的检举奖金。你检举他，如果真的罚6万，你就可以拿到3万块这样子。好，所以想要跟大家讲的第一件事情就是，尤其是像我们比较东部比较落后的地方就是在使用原料之前呢，要先到我们的这个食品原料的查询平台去进行查询，了解这个原料到底能不能使用因为其实有很多的工厂也不知道这件事情像我们学校是有工厂的，我们就常遇到农民拿一个东西来说他要代工，可是我们就不晓得他可不可以用我们一样要去做询问。OK， 那除了这个食品原料的整个查询平台之外呢，还有另外一个是法规汇编的查询平台这两个都要去查。那当然这两个上面没有的不代表不能用只是说你可能要这个询问一下比如说写个署长信箱去询问一下会比较安全一点。好，给大家看一下这几个是我们近期遇到的，然后让大家猜猜看它到底能不能吃那当然这不是农产品了第一个杜比亚蟑螂，你们有人吃过这个吗？这个是在某一个餐厅很有名的料理，它是蟑螂炒饭然后它就是吃起来脆脆的，很好吃这样子。是台湾现在养蟑螂的很多，通常都做水族用途然后其实蟑螂本身不脏，是它生长的环境脏那如果是在无菌养殖的情况下，它其实是可以当食品的但是那是在国外可以当食品所以这个你们想也知道杜比亚蟑螂在台湾当然就不行所以像早上其中一个外国讲者有讲到我们食品有一个叫 GRAS， 他就提到说像在美国你要列为 GRAS 的话，你要在1958年以前有文献资料的，那才会算数，代表你吃很久没有问题的。那其实在台湾也是同样的概念，我们台湾如果要证实这个东西是传统人在吃，你至少要有历史文件要40年以上那如果你没有40年以上的使用历史的话，基本上就会把你当成是一个新兴食品，那新兴食品当然就要经过安全性评估OK， 好，第二个，这是我们工厂遇到的绿鬣蜥。你们知道现在
屏东、台南，甚至连我们台东都被入侵了但台东的量还很少。那以我们台南、高雄跟屏东来讲，每天打到的绿鬣蜥，你们知道多少只吗？很多因为你知道打到一只有看大小嘛，可以100块到500块的价钱嘛。OK， 所以这个每天都有很多的绿鬣蜥的尸体要做处理，那不可能嘛，它就只能做粉化。所以那时候我们工厂就想说要把它拿来做再加工，因为我们看到中南美洲也很多人在吃，结果一拿去问，你们猜看看绿鬣蜥可不可以吃？答案是不行。那当然当成宠物食品是没关系的对，但是当人的食品绿鬣蜥就不行。OK， 所以这2个都不行。那这个蚂蚁可不可以吃？对，蚂蚁可以吃。对对对，以前有什么蚂蚁上树嘛，对不对？没有啦，开玩笑的蚂蚁可以吃。那这我再来下面就是我们林下经济会看到的，因为我们台东很多林产品。这个蚕蛹可以吃这个是没问题的。蜂蛹也可以吃而且我讲到这个蜂蛹的时候，我们原住民的朋友都非常的开心因为他们说这个超级好吃对，好，蚯蚓可不可以？很多人摇头，对不对？答案蚯蚓可以吃，而且蚯蚓已经有保健食品了对，而且还2、3家在卖。对 ，OK， 蚯蚓是可以吃的对。好，那这个通常我们不会直接吃我们都是把它当成保健品，因为它里面有一些抗凝血的酵素可以帮助血液循环。蜗牛可以吃，有不同品种要看。好，再来就是也是我们林下经济，这个是我们台东最多就是很多我们的原民朋友都会去山上，然后就会采集到这个牛樟芝对，好，你们觉得牛樟芝可以吃吗？大家都点头可以，干。等一下这我再来跟你们说不是所有的牛樟芝都可以吃有的可以，有的不行。那马稻呢？马稻吃哪里？你们知道吗？吃果实还是吃叶子？吃果实，好，很好，很棒。这个呢，黄藤有看过吗？没有。马兰有看过吗？好，可见大家对我们林下经济比较没有那么熟悉。好，我们等一下会公布答案对，基本上马稻可以那有些是不行的好，那我们来看一下牛樟芝。牛樟芝为什么要特别提醒大家？因为我们在东部很多人都会自己去采牛樟芝，然后就泡来喝这样子，然后甚至拿去卖。可是呢，其实牛樟芝它这边有特别的一个规定就是牛樟芝虽然可以吃，但是从105年开始，它就有特别规定要用牛樟芝当做原料的时候，应该要把你的加工制成才有什么90天的毒性未死的毒性试验报告，送卫福部审查，合格之后才可以当做食品做使用。所以如果你直接去采一个牛樟芝，你从来没有做过安全性评估，拿去卖的话，它其实是违法的。OK， 好，那就给大家看一下它的理由为什么牛樟芝的产品被要求要90天的喂食实验因为他说第一个理由他说因为牛樟芝的生产方式很复杂，有发酵的，有天然的等等的所以呢，他们觉得说这种非传统的原料，如果要安全的让大家吃的话它至少要有90天的毒性的喂食试验才可以给大家吃。你们知道做90天的毒性试验要多少钱吗？基本上300万跑不掉。那我一个小小的食品厂商，我要卖牛樟芝，我要先花这笔钱去做实验，你觉得有可能吗？不太可能，对不对？所以这就是第一个很容易违法的地方。那再来，牛樟芝有哪些地方可以用呢？它这边写的牛樟芝原料指的就是我把牛樟芝的菌种经过接种后培养出来的，或者是直接吃这个菌种的，反正就是被消费者直接使用的都叫做牛樟芝的原料。所以你不管是菌丝体、子实体，
它都算是扭秧质的原料。就算你把它做成加工的什么粉末啊、咖啡，它都是一样的。OK， 好，所以哪些是要做实验的？好，不管你是切片、干燥、磨粉、萃取，都要做实验，好，而且都要做90天的实验。这90天的实验要比照 OECD 的这个指引来做实验。好，那我如果这个产品的原料已经经过90天的实验，那我可不可以把它做成别的原料来用？就可以了。如果你这个原本的原料 OK 了，你就可以把它来做别的产品。OK， 好，那跟大家讲一下法则哈，就是如果你这个牛樟芝的原料你没有把它拿去做备查，没有把你的毒性试验那些拿去给卫福部做审查，是罚3到300万。那你没有审查又把它拿去当成食品，那就严重了，就直接是6到2亿，6到2亿。那另外你好不容易可以卖了，像我们很多的农民他好不容易可以卖了，结果他不会做食品标示，没有标警语，没有标使用部位培养方式，就被罚3到300万。这在做原料部要特别注意的。好，那这里面有简单看一下，就是基本上要的原料的一些证明要这些，就是菌种啊、制成啊、安全性的证明。那包含说就是这个培养的方式，培养的方式必须要是就是原本的椴木的才可以，或者是你做菌实体。你我用一些以前没有养过的什么香樟木来去做的牛樟芝，一样是不行的。好，那这边有提到，就是我们刚刚提到的已经备查的原料，已经备查牛樟芝原料，那我只是单纯用物理的方式或混合其他食品的原料方式去做制造，就不用再做备查的动作了，就用这个已经合法的原料可以再去做别的产品。OK， 好，那我们台东人最爱问的一件事情，有没有补助？没有补助啊，所以这个你如果要做动物实验是没有补助钱的哈。那当然卫福部就有把这个资讯 pass 给大家说，你如果要为了发展经济呢，你可以问一下经济部工业局愿不愿意出这个钱的。好，那当然也是不太可能的。好，所以呢，如果你们真的手上有一个牛樟芝的产品，你们就要特别注意一下它的标示。好，那不止牛樟芝啊，真菌类的都要特别注意哈，像这个灵芝这些真菌类的，有几个一定要标的哈。第一个，你要标它的学名，你要标它的培养方式 ，OK， 好，这几个一定要写的。好，然后呢，你标你这是灵芝，如果你是子实体，你才可以用子实体的图片。如果你这个是菌实体的话，是不可以用子实体的照片的啊，这都要特别注意一下。好，那相关的这些字，这个本产品是菌实体还是子实体，你都要注意它的字体大小，不可以小于5毫米啊，要让人家可以清楚的辨别说你到底是你这个真菌的学名是什么，然后你的培养方式是什么，是固态还是液态，还是子实体还是菌实体，让人家知道这些事。好，那就顺便打一下广告，这是我们学校的产品。我们学校因为常常有林务署有那个野生牛樟芝可以那个开卖嘛哈，所以我们就去申请做实验哈，所以我们有分离出一支那个牛樟芝的菌体哈，就是 NTTU206哦，那我们就这个有做过实验，花了几百万去做实验，那确定是没有问题后，我们现在有做这个第一碗啊哈，第一碗是野生牛樟芝的这个菌所做出来的哈，那这一罐大概好像5000块吧，因为它是野生的牛樟芝哈。那我们还有做一些比较便宜的，好像咖啡啊、乌龙啊，还有跟我们的洛神结合在一起的，都是跟我们当地的特产啊。因为我们台东现在在发展，就是台东的咖啡、台东的红乌龙跟台东的这个洛神啊，那我们都有把它跟牛樟芝做结合。那也跟大家宣传一下，就是如果有一些代工需要的话呢，也可以找我们学校哈。我们学校有浓缩萃取流动成皂粒、冻干、研磨、冲填、定状胶囊然后滴粒粉包、液态跟立体茶包，还有包装，我们都有帮忙做代工的动作。好，那我们就继续回到原料这边。好，我们刚刚有看到你们说马告是 OK 的嘛，对不对？好，
马告你们刚刚讲的都对哈，马告就是木浆、珊瑚礁啊，那它可以使用的部位叫做果实啊，那也是当调味做用途。可是你们去看市面上很多人不知道马告只能用果实，他们会用什么？你看到这个是谁的新闻？农业部的新闻哦，农业部自己说什么？叶子跟果实可以使用，但其实以食品的角度来讲，它是不行的哦。所以我们那个政府单位的平行沟通是有很大的问题的哈。所以我要跟大家讲，你们要拿一个食品原料，不要去看农业部的资讯，你要去看食药署的资讯哦，这样才不会就是被罚得很冤枉的哈。好，那这个也是在这个农业部的网页上，还是原民会的网页上，我有点忘记了哈。对，然后你看它这边也是写到说，哎，这个东西的根叶、果实、全株都可以食用啊。农业部，OK， 好，所以这个也是错误的观念哦，它不可以当食品原料做使用，只有果实可以。好，所以要用一个食品原料的时候，一定要去跟食药署来去做接洽。好，那有很多人就说，哎，那这个东西很棒啊，那我可不可以把它做成保健品？答案也是不行的哈，它只能吃果实，而且用传统的使用方式。那很多人就问说，我想把它做成水萃物啊，水萃物就可以拿来做一些保健品啊，当然也是不行的哈，因为它的理由就是说，你把马告这种东西经由水萃，这样的使用的方式跟我们传统原民的使用方式是不一样的。所以没有办法证明说这样的原料是没有问题的，对，就是不可以，好，就不可以。好，那刚刚看到那个黄藤，黄藤是可以吃的，刚刚看你们都没有了解它到底能不能吃啊，它是可以吃的，那它吃的是它的嫩心，就有点像是笋子的那个感觉，那但是你要吃这个黄藤的嫩心，就是只能够传统的食用方式，鲜食啊、干燥啊、煮汤啊才可以，其他都是不行的。那一样有人想要把它拿这黄藤的筋去做萃取物，一样是不行的哈，理由是一样的。我把它水煮后再去做冻干的粉末，把它变成胶囊锭状。那这样的使用方式跟传统的原住民的使用方式不同，因为传统原住民是把它当成是煮汤来做使用的，所以这样没有办法评估经由这样的加工它是不是安全的，所以就不可以当做食品原料来做使用。所以即使它的原料是有可能是可以当食品用的，你把它做其他的加工的时候，可能就又不能用，这个也要特别注意这些事。好，然后这个是马兰，刚刚我们有看到有一个叫这个马兰，那马兰它的药名的话叫做清代哈，那马兰他们原本都会吃，但其实这马兰在食品也是不能吃的，它是不能吃的。那主要的原因是因为这个它是在中药里面查得到它，那它不是药食两用，所以它基本上马兰它是一个药品，它不是食品，所以它一样不可以当食品来做使用。那还有这个白芨，这白芨也是很多人在林下经济有种这样的东西，那这个在一览表里面都查不到，你就要到这个食品安事汇编去查。那他这边就提到说，这个在台湾中药典里面呢，已经把这个白芨纳为这个中药材的品项，然后呢，它又没有在传统的可供食品原料的这中药材里面，就是它不是药食两用的意思，所以它可以当药品用，但是不可以当食品用。OK， 那刚刚是原料的部分，那原料可不可以用是一回事，那它的管理方式又是一回事。那我们台东种最多的是什么？凤梨世家跟大木世家。那你们有看过他们的包装厂长什么样子吗？这个是在我去之前的样子，给你们看一下啊。水果要洗过才可以吃啊，为什么？因为狗狗会睡在你的那个水果的套袋上面，而且狗狗会在那个包装水果的地方走来走去，它身上也会有跳蚤，而且它没有洗澡。好，然后这包装厂呢，有没有跟废墟很像？有哈，对不对？你们不要怀疑，它有在运作，但它的现场就是长这个样子。好，那这个那么大的产业，可是它的现况是这样子，
结果会发生什么事情？它就发生了这个病虫害的事情。我们早期对岸对我们来讲，我们叫做同一个国家，所以他就把我们当成是同一个地区来做看待。所以呢，市价上面有一些虫，他也觉得无所谓，因为我们都是同一个国家嘛，就没有关系。可是近年来呢，他们没有把我们当成是同胞看待嘛，他觉得我们自己是一个国家，所以也有给我们那个增加关税嘛，对不对？也有设检疫条件 ，OK。所以当我们的环境这么差的时候呢，我们的这些凤梨世家的产品到对岸去的时候，就会被验到病虫害。那以一个海关来说，验到病虫害是很严重的一件事情，因为你这些病虫害有可能会跑到他们国家里面去，把这些病害带到他们国家去。OK。所以呢，当时候呢，就是大陆那边受不了了，他说为什么你们每次卖给我们国人的东西都是品质这么糟糕的，上面都有虫，因此他就因为有病虫害，所以禁止我们销到中国去。那这么多的凤梨世家卖不出去怎么办？总不能给国军吃吧，对不对？国军也吃不了那么多。所以最后呢，只好我们县政府跟我们学校，我们就一起去跟对岸去做谈判。那跟他们谈判呢，他们很重要的一点就是说，好，你的东西要卖到我们国家可以，可是你要建立你们的品质规范，我要确保说你们这样子的水果的品质是不会有病虫害的，那我才愿意让你们的东西进到我们国家来。因此那时候他们谈了几个条件，第一个条件就是你农药检验要合格，因为我们农药常常都被检出不合格嘛，那第二个，水果上面不可以有病虫在上面，所以就代表我们整个清洁跟包装的流程要去做改善。那第三个，他要求要有产销履历，就是要卖到他们国家的东西一定要有产销履历，要追得到是哪一个农民种的，那这个农民有没有出什么问题，这都是他们的要求。OK， 所以我们建立了这样的相关的规范之后呢，才终于可以卖回去给中国了。OK， 那我们的做法很简单，就是跟我们的品质管理的系统都一样。我们先去我们的果园这边，我们到我们果园这边，我们去跟他们说，你们都要做产销履历哦，你们都要做记录哦，那你们的用药符合规范哦，那最后农药检验要合格嘛，所以第一件事情就是所有的凤梨世家，如果你要外销的，你都要做产销履历 ，OK。再来他们会做一个初步的清洁，初步清洁的东西呢，到我们的这个所谓的我们卖东西出去会有一个包装厂，那包装厂就是负责要把这些病虫害还有一些水果做分解的地方，所以这些经由初步清洁的进到我们的包装厂之后呢，它第一件事情就跟我们食品一样，它要做验收的动作。它进货进来的时候呢，我们要先看它有没有产销履历的报告，它有没有农药检验合格的证明，这个水果有没有腐烂，有没有虫害很严重，如果没有的话，才可以进到我们的清洁作业区。那当然这边就会稍微做一边初步的筛选，如果有一些虫害的，我们就会把它做一个隔离的动作。那进到这个清洁作业区呢，就是基本上人流跟物流是分开的嘛，它就是会有个物流通道进来，然后进到清洁作业区。那怎么样才可以把这个凤梨世家清洁干净，没有病虫害？我们有去做实验，我们就发现说，你那个喷枪，你要把虫喷掉，你至少要喷超过30秒，才可以把虫喷干净。以前他们就随便把那个水果拿来，然后就喷个2下，感觉好像就没有虫了，然后就过去了。那现在就规定他们要喷30秒，然后外面都要有防虫的措施，不可以再让这些病虫跑进来。那这些都清洁干净都没有虫的水果，才可以包装好后运送卖到国外去。OK， 那早期是没有这样的一个措施的。那经由我们这样的一个品质管理的措施，就把一个病虫害降到最低的一个状况。所以呢，我们就是会有这个产销履历，会有选别的证明，然后我们清洁去除有害生物，然后避免2次的这个交叉污染。然后会在包装区会做一个很干净的空间，让他们包装出货。
那同时呢，我们会去训练他们的人员，或者他们做教育训练，教他们怎么做这些品质管制。所以像这个就是一个比较标准农会的包装厂，就跟刚刚看到的不太一样。它的地板就会是epoxy的啊，然后会有人流跟物流不同的通道。好，所以基本上呢，它的作业流程不变但是品质管理改变了。我们就是用这样的方式去跟对岸做谈判。那就包含产销履历、人员的受训、环境的改善。然后呢，后面这边产品出货、检疫跟外销都跟原本都一模一样，只有在品管那一块做一个改变而已。好，那我们真的有去做实验我们要说服这些农民说，你真的要按照我的方式做，你才可以把病虫害清除干净。所以我们就这原本控制组都还是看得到虫的数目那我们经由我们的处理方式做好以后，你会看到基本上都看不到虫。对，那为什么要做到那么彻底？因为对岸真的是把我们当一个国家在看，他拿到我们的水果的时候，他会用放大镜或显微镜去做检视，看上面有没有虫。如果没有虫的话，才可以入关；有虫的话，就是你要做熏蒸，不然就销毁。那为什么凤梨世家不太好做熏蒸？因为它是绿色的，它如果经过熏蒸之后，它会整个变成紫色的。它就会变成卖相会很奇怪，会卖不出去。OK， 好，那台东的经验呢，也给我们的好朋友花莲就是一个方向就是那个时候也是陆方一直验到我们的文旦，我们主要会卖到大陆去的都是文旦。那时候呢，大陆就一直验到农药，所以它最后也怎么样，禁止台湾的文旦卖到大陆去。所以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印象，有一段时间柚子卖不出去，然后你会在那个路边都看到有人把柚子整个堆在路边，然后连卖都没有卖，因为就完全销不出去这样子。就是整个都是滞销的，然后也吃不完这样子。那有7000多吨全部都当肥料那时候都是这样子。所以花莲呢就有来跟我们台东大学做了解，说我们怎么去跟他们做谈判的。那他就学跟我们一模一样的品管的方式。那终于原本是一台斤好像不知道多少钱反正现在就涨价了就涨了快100块那终于可以卖了好，那文旦的部分呢，跟我们凤梨世家比较不一样的是，我们凤梨世家主要是虫害，那文旦它其实比较重要的是农药残留的部分所以它除了就跟我们一样的品质管制之外呢，还有把这个农药的一些使用的基准值都很清楚的要跟农民做教育说这样的东西是不行的哪些可以用，哪些不能用，都要跟他讲清楚然后遵守这个安全的采收期。好，所以呢，简单来说，为什么这些东西可以卖过去就是第一个我们如果是以我们厂商来讲，我们要用到一个新的原料的时候呢我们要先确保说这样的一个农产品的原料，它到底可不可以当做食品来做使用。那再来就是，如果你是要做外销的，你一定要很注意病虫害跟农药管理的部分。那农药的管理呢也很简单基本上我们就是都会去做抽验的动作那抽验出来呢有农药超标，我们就会去上游做封存然后往上去追到田区，然后田区的部分再去做抽验那如果确定这个农民他真的用药方面有问题的话，他就是我们的供应商嘛那我们就会做供应商降级的动作我们会有一个优先采买的顺序，那你这个供应商你的用料做的不好，那我们可能就是采买的顺序就把你放到后面一点，那你没有办法卖给我们，你没有办法外销，你就只能卖行口而已对，好，那矫正的措施呢，就是如果是有问题的农民，我们在采收前会特别针对他来做加强抽验的动作 OK， 这是第一个那其他部分就日常生活要做的，就是要做良好的农业规范GAP那最好就是希望它有机或产销履历的证明那这样就会有用药记录，会知道他用了什么样的农药，什么样的剂量，适用日期、安全采收期都会 OK
那再来就是跟他要一些 COA 的报告，然后他的 COA 报告可能就会有他的农药残留的质谱快筛等等的。那至于病虫害呢，除了在包装厂这边做处理之后，其实它在源头也可以做把关的。现在就是在农业的部分一直推 IPM 就是整合性的病虫害管理，就是建议大家不要一直用化学的方式去做管理，可以用一些物理防治啊、生物防治的方式来去除这些病虫害，那减少我们的用药。好，所以刚刚那个是简单提一下原料管理的部分。那供应商管理的部分，早上几位讲者都有提到，那我想我们概念是差不多。基本上呢，在供应商管理的部分呢，我们的相关的定义还有原料，原料部分就是指原料跟包材。那供应商的部分呢，我们会做访查，访查大概会有2种形式，就是一个是文件审查，一个是实地访查。那通常我们如果买的量不够多的话，大概是没有办法做实地访查的。那如果买的量够多的话，通常就会做。那有时候是这样子，如果通路够大的话，通路商也会做这个供应商访查的动作，他就会做实地访查。像常见的像二者集合，像好事多或者是清真，他们就有能力在往上追。好，那供应商的部分呢，我们会把它分成分级嘛。那分级的部分就会有一般供应商跟重点的供应商。那这怎么分呢？基本上重点的供应商就是我买的多，它这产品风险又很高，像水果就是属于这样子的。买的多，然后产品风险高，再加上如果是上次不管是文件的审查或者是现场的访查，感觉它的状况不是很好，就访查结果不佳的，就会变成我们重点的要针对的供应商。那一般的供应商就是采购量少，那产品的风险也很低，而且访查结果一向都很好的，这个我们就可以就是可以不用管的那么严格，因为它原本表现就很好。所以在管理供应商很重要，就是因为它提供服务或产品给我们，所以它是我们产品管理的第一道防线。那像苏丹红还有很多事情发生都一样，就是事情发生的时候呢，就是我们会是受害者，那同时也证明我们没有管理好，所以我们才会买到不好的原料，所以要做好供应商的管理。好，那如果是进口的厂商呢，我们一定要第一件事情要做，就是每天都要去看一下这个边境不符合的食品的资讯。为什么？因为国家会出钱帮我们做检验嘛，那我们就可以稍微了解一下最近那个进口的状况如何。举例来说，最近我如果想要进这个某购钢，那我就要稍微注意一下，为什么？因为我去捞了一下，从11月11号之前呢，从21号到11月11号，总共有13批的这个澳大利亚出口的鲜茂谷柑，它的农药检验是不合格的。那我如果要进口这样的东西的时候，我是不是风险很大？或者我用这样原料的时候，即使是边境检验合格，到我手上它不一定是合格的。我这样讲，你们可能应该。我举一个例子啊，你们知道我们抽货柜会抽哪边？我们抽货柜通常就是纸柜嘛，我们只是抽其中的一小个部分去做检验，所以这个地方检验其中这个货柜其中某一个地方检验合格，不代表整个货柜的水果都是合格的，它到后市场还是有可能会有不合格的几率的，只是一般我们会把它这样子的东西当成是同一批的产品 ，OK， 所以这给大家了解一下。那当然我们有遇过很多立法委员之前就会跟我们说，那你既然知道你只抽这一颗，不管它合格或不合格，不能代表这整个货柜，那你就要做改善啊。那你知道我们的立委大人怎么叫我们做改善吗？他跟我们说，你既然要全部验才知道合不合格，你就要整个货柜都拿去做检验啊。如果整个货柜都检验合格，你东西才可以卖嘛。可是你们有做过检验的人都知道，我每一颗都拿去做检验，我最后会有剩下的东西，不会吗？所以这个还是一个批次的概念，我们不可能做全检我们只能做部分的抽印的动作好，那访查结果不佳，这很多了你可以把食安事件、二者稽核的结果、三方验证的结果，甚至是
卫福部的专案稽查的结果都可以纳到你这个访查结果不佳当中。那这也是给你们看一下一个笑话，就是这个青椒被验到农药超标60倍。那这家餐厅说你们卫生单位有问题，为什么问题？你把我的食材拿去做检验，你怎么没有先洗过再拿去做检验？你们听得懂吗？怎么可能把你洗过？我们验生鲜的材料就是你原始的状况，我们拿去做检验嘛。他现在就怪我们说你没有把这个东西洗干净，所以拿去做检验当然就不合格啊。对，所以就给你们笑一下。好，就给你们看一下，这个是他说这个。他还特别发新闻稿然后怪卫生单位说台中市的食安处在某年某一月某天裁剪我们的青辣椒是没有经过清洗的。那其实我们的蔬菜都会经过洗过啊，洗过之后就不用担心的啦。你如果是消费者看到这样的新闻，你会相信他吗？还真的有消费者相信那时候就有很多那个台中市食安处的就被那个消费者骂说，你们怎么就是都没有按照规定做事情。那其实不是这样子我们不会特别把你洗过再拿去做检验的OK， 好了，反正他就发了新闻稿再去怪那个台中市食安处那我不建议你们做这样的事情因为你们得罪了地方的长官，他以后就会把你点名做记号你现在怪他，下一次就会很严格的看待你好，那这早上那个永志老师有提到，就供应商管理的一个示意图就是基本上我们的供应商管理要从原料到成品的配送，我们都要做管理那原料的部分呢，我们就要看这个原料的验收那储存的话，当然就包含它的温湿度的部分那制成的部分也要去做整个管理的部分，比如说有没有添加物使用不当，仓储的温湿度有没有做好，有没有病虫害管理等等的，甚至运送到最后这个都要去做管理所以像他不是说过那个他们就因为那个送货司机跟厂商吵架，人家就不要他们的货所以这个运送过程也是要去做管理的 OK。那像现在新版的 GHP， 我想大家都非常了解如果你是要冷藏或冷冻的，在成品配送这边要特别注意因为我们要去测所谓的箱体的环境的这个温度那如果是冷冻要负12度那冷藏要7度C以下这个都要跟我们的法规去做结合。好，所以呢，我们在这个整个的管理的过程当中呢，我们就要注意到厂区的环境人员的卫生。那甚至连废弃物的这些管理都要去做追踪的动作OK， 所以重点是什么？我们如果要管一个供应商的话，我们没有办法全部的供应商都做管理，所以我们只能挑交货量大的、风险高的然后访查结果不佳的，或者是现在法规有特别讲说加严的部分的我们可能就要针对这些要特别去做管理。好，那这是一个公版的，就是供应商管理的流程那大部分的那个厂商都是按照这样的供应商的流程来做那我就按照这样跟你们稍微讲解一下这是一个在食药署的公版的一个供应商管理的一个流程图那在做供应商管理的第一个步骤呢，就是做这个筛选嘛所以我们在筛选的时候呢，我们在寻找一个新的供应商的时候呢，我们必须要把这些所有的厂商的资料都把它收集齐全比如说我们会有寄生的我们会有小模仿的等等的这些的资料呢会把它收集齐全那再来呢就是我们会有我们自己的规格嘛那我们的规格呢，我们就会跟这些供应商了解说你的这些 COA 可不可以给我那我们就跟他要这些 COA 之后呢，来了解一下这些它的原料的规格是不是符合我们营运的要求比如说像那个汉堡肉我今天如果是麦当劳，我就会要求我的汉堡的厚度要几公分厚那这样我给所有的人在做 SOP 在煎的时候，我只要是固定那个厚度，我只要按照那个 SOP 做，它就会煎熟那我就要按照这样的规格去要求它。所以他如果提供的给我的汉堡排的规格可能是厚度太厚，我可能煎就煎不熟
厚度太薄，可能煎就容易太干燥不好吃。那这样都不是我们需要的这样的一个原料的状况。好，那另外一部分就是它的原料配方跟组成有没有符合我们的需求。比如说我们是有要求要做无添加的，或者做 clean label 的，或者做清蒸的。那这些原物料有没有符合我们的这个工厂的这些需求？我们都要刚刚要这些资料。好，那要这些资料的时候呢，通常会有检验报告嘛。那检验报告就要特别注意，会不会有造假的问题啊？像这一次苏丹红的事件，就是因为他有把检验报告做一个修改的动作。你们知道现在扫描机很发达嘛？我就是把合格变成不合格，再重新扫描一下，看起来都跟真的一样。所以现在呢，这个 CO 报告是否属实的话呢，我们必须要去追查它的真实性。所以像以 SGS 来讲，它就现在有那个 QR code， 你就可以扫这个，你拿到这个检验报告，你还可以去扫 QR code， 看网络上的检验的结果跟我这张报告有没有一模一样，就做一个重复的确认。那现在很多的电子签的东西都会有这样重复确认的动作。好，那千万不要造假，因为造假的话就是伪造文书嘛，伪造文书是有刑法的问题的，所以那时候呢，他们有很多人都被检察官起诉。那最近还是很多人有看到这样的新闻，像这是中兴大学，中兴大学就发现有人冒用他们中兴大学的这个农药残留的检验报告，说他们的茶叶还是什么都在他们那边做检验，结果根本就是造假。这个其实都会有刑责的问题，我们拿到这样的检验报告都要去做确认。好，那除了这个检验报告之外呢，我们如果是进口的，我们可能会有这个食药署的这个输入许可通知。那像早上你们有提到，输入许可通知呢，它有分好几种。我们在做边境抽验的话，会有书面审查，会有标示查核，会有检验。那如果你拿到的是书面审查的输入许可通知，就代表说这批产品是没有经过检验的，它是直接书面审查合格就进来的。那标示合格也是，标示合格就是只是单纯的去现场看看有没有病虫害，看看有没有过期啊，标示有没有问题，这样就进来了。那如果有检验的话，它就会在备注这边说明说它检验了什么项目。那如果中央验过的，也许你就可以不用再重复再验，你就可以针对不同的项目去做检验。好，那收集完资料之后呢，我们就开始做审核嘛。那审核的部分就包含说，它有没有符合我们法规的规定？比如说他自己有没有做一些追踪追溯啊、食品业者登录啊，或者是他有没有经过一些第三方的验证的查核过？比如说像这个有没有拿到像 SQF 啊，或者是 FSSC 啊，这一些的。那就代表说他自己有在做一些管理的部分。那以这个食品业者登录，我们最常遇到的是包材，很多包材商他其实是他就觉得他卖的是包材，他不是食品业者，然后就会忘记去做食品业的业者登录的这个部分。好，那我们会去看这个我们供应商的状况嘛，自主管理的状况，你不一定要到现场嘛，我们可以书面审查，对不对？那书面审查，你就可以叫他拍照给你看，比如说他怎么做食材的验收跟检验的，他怎么做品管的，他怎么做快筛的，他的报告怎么做，他库房最后的储藏环境是怎么样，你可以请他拍照给你看，你不一定要人到现场去。好，那食品业者登录这个就是我刚刚讲的，我们很常看到就是包材跟洗洁剂的业者它是没有食品业者登录的，可是我们在做验收的时候，我们既然是食品的，我们就要求我们的原料商它都要有食品业者的登录。好，那第三方的公证单位的验证呢，有的查得到了，他如果给你证书的号码跟编号的话，就查得到。那我举的例子就是食药署有做2级品管，那2级品管不用证书号就可以查得到，就可以直接上网到这边去查，通过这个2级品管验证的业者有哪些。那通过2级品管的业者，通常政府单位就会优先推荐给像国军单位啊、教育单位啊，然后可以采买这些通过验证的这个厂商。那
你确认它的资料没有问题之后呢，我们再开始要做，就是我们要针对它的产品去做评估。所以我们可能就会跟他交一些样品，或者是跟他先交一批货，那进来做看看。那我们就针对这样的原料的产品去做品质的评估，包含它的 COA 工厂验收规格。然后我们会给我们的研发部门去测试看看。它如果又便宜、品质又好，那我们当然就优先做使用。好，那测试合格之后呢，我们就会跟这个厂商做议价跟签约的动作。好，那当然相关的交期啊、规格跟违规赔偿，这个都要特别注意。OK， 好，那退回的部分也跟大家讲一下，如果我们的产品有问题的话，要退回的话要跟他签约清楚，看是要用销毁的动作，还是用染料的动作把它做个染色的动作再退回给他，就跟他讲清楚。好，那访查部分呢，当然可以实地访查做，就是优先的嘛。那到现场大概就是去看一下有没有符合 GHP 的规定啊，那看它仓储跟实际作业的记录有没有相符。好，那当然就是包含它的这些供货品质啊、供量啊、风险这个都可以去看。OK， 那回来后我们就会填写这个供应商访查的这个回复表。好，那重点的供应商大概就每年进行一次，那一般供应商大概每3年进行一次就可以了。好，那我们去到现场大概就会填写像这样公版的一个供应商访查记录表，去看它有没有相关的登记证明啊，有没有技术士啊或者是技师啊，产品能不能提供出 COA 的这些证据。然后最后呢，如果有缺失的话，我们会有一些缺失的照片。那举例来说就是像我没有放缺失的照片。好，那反正有缺失的照片要记得要留下记录然后请他做回复。好，那其他的检验的重点大概就是列在这边给大家看一下，就是生物性、化学性，还有一些实验事件，我们都要特别做记录好，那总而言之呢，因为我们时间关系最后就跟大家提醒一下，就是我们验收的重点就是要核对相关的文件，比如说 COA 啊、进口报单、输入许可证，那再就要确定它的标示有没有符合我们食安法的规定，然后要去开箱做检验跟取样做检验的部分，然后再上网查一下有没有符合相关的一些规定跟 COA。好，那总结呢，供应商管理的重点就是采购量大、产品风险高、访查结果不佳的一定要去做注意。那我们自己要做好追踪追溯管理。OK， 以上简单讲到这边，谢谢大家。好，那我们就把时间交给下一个。按照我们的这个时间安排，我们还可以休息一下。那我想，因为刚刚连老师做了非常精彩的有关于这个流程的说明其实连贯下来，你都会发现，其实有很多东西是要从地面，也就是说实际操作的情况，一直到整体的概念都要建立好。那接下来我们休息一下呢，会由我跟这个吴代表就有关于食安文化的事情跟验证体系的事情跟大家做说明。那因为现在的时间是2点35分那我们再给大家休息一下5分钟的时间，再回到现场，接着往下来介绍。大家可以稍微休息一下，喘口气。外面有一些饮料什么，大家可以喝一下就稍微喘一口气。
好。是三个。是第一次看到，这个好像有点新感。好，可以。是因为保健养有没有一个那我们现在法规进口，他就说，对，他说，对，他有你知道那个东西的事，我一定知道，东西想要出去，因为要让他们讲。
好，来宾对吧？那我们就聊一下。所以这个是我跟我就聊一下，我现在都做什么？不要分享多远。因为可以这样。很多问题大家都交流。他们是你要看看，健康，对，就各方面都很是退休的小孩，就像学张正的退休还是希望我们这里两个人。对。一定要到。谢谢。好，那个各位在座的这个来宾，还有这个线上的好朋友，那接下来呢，就由我来跟大家做下一段的介绍。那我今天呢，因为前面的报告都非常的精彩啊，如果有重复的部分，我就会讲快一点，因为这样子可以节约时间。那因为这边很多概念跟观察啊，在我们这一次邀请讲员的时候，我们大概事前都有做了一些沟通，所以大家会比较环绕在一个共通的想法去做。那包含早上的这个David Acheson， 他带给大家的是全球性的观点啊，还有那个第二位讲者呢，他也讲到的是合规性的一个跨国性的合规性的一个审查。好，接下来呢就是有关于我们在实业上行业里面，我们怎么样来进行这个制度的导入，以及呢实际上它能够发挥的作用。下午连老师从这个实际上的角度来告诉大家，很多东西呢农业部认为可以，它是为了推广农业，卫福部为了保障这个民众的健康，它不一定同意，所以两边常常会吵架。那这时候呢，以会罚你的人为主，所以呢，要更重视的就是卫福部的意见。当然，在这中间可以努力，有很多东西慢慢的就有所突破，因为实际上它是在考虑，在没有足够的证据之前，很多食物是很多看起来可以吃的东西，必须要有足够的科学证据。然后刚刚我听到连老师在讲的时候，我其实非常有感觉哈。台湾其实算是在食品安全上面的观点非常先进，就保障民众健康的要求上，政府比厂商往往还更在乎。可这时候就会出现一个问题哈，如果国外的厂商呢，他卖给你的东西不够安全，或者是有检验的问题啊，就很麻烦。因为呢，它就这个东西啊，你不爽不要买，所以最后变成我们会买不到东西用，或者是今天这个东西我们对它提出很多要求的时候，会提高我们在这个原料上面的检验成本。这些问题都会导致我们今天在发展食品安全的时候，我们到底应该把这条底线画在哪里？当然，食品安全是没有任何可以容忍的空间，我们要对它零容忍。而更重要一件事情就是说，过去我们是自己在台湾自给自足过得很愉快，所以我们就没有太在乎整个原物料在供应链当中的角色。你的产品往往不仅仅是你在吃，它是一个地球村在使用的概念。你的原料可能来自国外，
然后呢，你的产品可能卖到海外去，所以这中间产生的各种纠葛，我们应该要用什么眼光来进行观察？所以这一段我想跟大家谈到的是，在目前来说有一个比较让大家觉得可以参考的方式，就是食安文化。那我先介绍一下我自己啊，因为在座如果是我的学生，大家都看过这一章啊。那如果是线上的来宾的话，我除了在学校教书，我在业界待了21年。然后呢，回台湾之后，当然在业界的过程当中有很多个人的经验，也包含担任 GFSI 的中国主题的观察员。那么在回到台湾之后，除了在屏科大任教以外，也担任了很多政府相关的这个服务性的工作。那今天想要跟大家谈到的就是什么是食安文化，怎么建立，那如何在公司里面实行食安文化，让整件事情在这样的一个理念当中推进，就不容易出包碰到问题。因为现在很多食品安全事件发生的时候，很多老板或者是企业两手一摊说，我怎么知道发生这种事？然后呢，我怎么会这么倒霉碰到这种事？其实对消费者来说，他才不管你是怎么回事，他今天就是2个概念。你要是不知道，那你还让这件事情发生，你就是笨；你知道，你还让它发生，你就是坏，不是笨就是坏。所以实际上我们没有办法逃避身为厂商、身为业者的责任。所以换句话说，这件事情很多人只是不在意，但是它非常的重要。那至于最后一段有关于原物料的风险管理，因为刚刚前面很多讲员都讲了我的想法就是时间到了就下台，这样子呢，这个大家的时间就会比较好控制，尽量的把这些地方的事情跟大家做一个介绍跟说明。首先，什么是食品安全文化？其实现在刚刚第一堂David H 就告诉你了，说现在目前整个全世界面临一个物品互相流动，然后呢产品互相销售的问题，大家都会担心我买到的东西出问题。所以在这个时候呢，我们就会增加更多的检验，增加更多的管理，消费者的要求也提得更高。然后第一堂还讲到，我们现在面临的是缺工的问题，劳动力欠缺的问题。全球的标准也不太一样，在那个国家合格，在台湾可能就不合格。所以在这种情况之下呢，我们目前食品产业现在面临的压力就很大，因为原料成本上升，人工成本上升，那我们又卖不贵，然后呢出问题的时候还要被骂。所以在这种情况之下，很多时候我们就要更加的小心。那现代化的食品加工的部分来说，除了安全是最低保障，够吃是粮食安全的问题，同时还要兼顾营养跟健康。因此消费者的期望增加，媒体的影响力变大，而且很多媒体本身它并不一定真的了解情况，所以常常会误杀误判误批评。那这种情况之后，政府的监管就会加严，因为政府很担心厂商出事呢，老百姓会把责任推给政府，说政府没有把厂商管好。所以在这种情况之下呢，就会产生厂商必须要自律管理。如果厂商不把自己管好，其实没有人能够帮得了他。那么在全世界的范围里面，有这么样一个组织，是由全世界的主要的食品厂商组成的一个团体，叫做全球食品安全倡议 GFSI。那么这个 GFSI 本身呢，它呢发挥一个功能，就是厂商自律。它呢通过推荐全世界范围里面的验证机构来帮助它监看全世界在食品安全上面的一些情况。如果有不符合大家操作的要求跟标准的时候，那么大家可以共同出来抵制它。也就是说，这些组织包含了今天我们一起举办会议的 SQF， 它是一个非常完善的这个国际验证机构，然后它本身呢可以提供厂商的体系上的服务。德国有 IFS， 然后英国有 BRC， 然后还有各位比较熟悉的 SGS， 他们都是具备检验跟验证能力、辅导能力的一些机构。那么这些机构只要通过 GFSI 的认可，它就获得了全球范围内的一个通行权。也就 GFSI 因为它是一个全球性的组织，它觉得可以的验证机构，然后符合它的发展目标，
他就给他这样一个授权。所以换句话说，你拿着这些验证机构的合格的一个文件，你在全世界大家就都愿意跟你做生意，用这种方式来进行体系上的保障。当然前提是你自己东西要做得够好，不是为拿验证体系而拿验证体系。这件事情在台湾比较少发生哈。以前我在中国大陆工作的时候，中国大陆很多的验证标章都是有问题的，也就是说有造假，有根本就没有认真操作。那所以换句话说，那个验证的标章就让我们很值得怀疑。台湾目前大概做的都还不错，有做标章的就好好去做。所以换句话说，这些验证体系到底在要求什么，让这个各个厂商可以在食品安全的过程当中得到全球性的信任。刚刚早上韩国的教授就提到啊，他们把这个地方的一个体系称之为 Global HACCP， 也就是说，在传统我们面对工厂内的卫生安全跟预防的国内的 HACCP 之外，还有一些为了要进行国际贸易而提出来的要件。那这些要件呢，基本上在各个国际验证机构里面，它都有把它涵盖在里面。那这就是我们今天要跟大家讲的这个食品安全文化。GFSI 它对食品安全文化，它提到的一个概念就是说，要加强全球的食品安全，增强消费者的信任度，而且呢，要实施必要的食品安全计划，然后呢，对消费者的供应链产生改进。那么这样子的一个行为，或者是这样的一个观点，它定义成为影响贯穿整个组织在食品安全思想跟行为上的共同价值观。所以换句话说，这件事情并不是怎么做什么，而是你今天做食品这一行业，你必须要建立的是价值观，你对这事情的看法，以及相应的行为规范。行为规范放在第三层次，因为行为规范可以通过各种的计划来达成。重点是你为什么想做这件事，为什么要做这件事，你能不能发自内心的觉得这件事情是该做的。很多时候大家都知道，台湾常常会有这种状况，也就是说政府需要，政府在管，政府会罚钱，罚得很重，所以我只好听话，这个叫做被动式的管理。而实际上你很多厂商都不会，因为生意很难做，他就会讲说，那我能不能偷吃步，我能不能把一些问题呢稍微的就不要那么重视，结果反正出事再说，好，就跟他拼了，跟他赌了。那这种情况就不是一个好的价值观。而且呢，常常会有情况，台湾因为有些时候法规的管理也有一些状况，有一些不太理想的地方，所以大家都会用扭曲的办法得到正确的结果。那这种做法常常会导致于在整个体系上面，短期内看不出问题，长期会出问题。所以所有的国际组织都担不起这个风险，所以他会希望所有的食品经营者在一开始就应该把这个价值观给建立好，然后通过正确的价值观、正确的看法来达到良好的行为规范，是发自内心的要遵守法规，发自内心的不做违法乱纪的事情，发自内心的要把食品的品质跟安全做好，这就是食品安全要做的事。可是我们怎么量测？我们怎么知道这个老板是有良心的？刚刚呢，在上午那个勇士讲的时候，就是食品就是人良，要有良心的人做食品。可是这个良心呢，没有写在脸上给你看，你怎么知道一个公司一个老板他真的是有良心的呢？老板自己说我很有良心，你要信吗？所以在这种情况之下，就要有很多相应的做法跟操作。所以这就是我们今天希望告诉大家的。而一般来说，食品安全管理系统的层次分成不同的阶段。你针对一个只是来上班赚点工钱就回去的工人，你只要求他做好5S 就好，因为他其他事情他就领这么点钱，你要他做什么？但是接下来你要求他的就是要做好卫生。如果他在公司里面是一个有经验的干部，他最起码他公司的卫生要注意，也就是 GHP， 也就是 HACCP 的前置要求。然后你工作要标准化，不要想到乱做或者靠师傅的经验来完成，这叫标准化。第4个层级就是我们常常在学习的 HACCP， 针对可能发生的危害，
我们要先想到，然后我们要做一些应对的方案。但是最后一层我在学校上课的时候比较少讲，也就是今天我们这一段讲的就是食品安全文化。也就是说这下面这些事情都是行动。如果老板的观点不正确，如果公司的立场不正派，他就很可能下面的事情呢都做不到，因为老板叫你想偷吃布的做法，老板为了赚钱什么事都做得出来。那当这种情况之下，食品安全文化就非常的重要。所以食品安全文化不是对员工的，是对一家公司有没有正确的价值观，对食品的经营者他有没有正确的观点。所以你今天如果是一个 company owner， 你是一个公司的负责人，你是公司具有决策权的人，那么你对于你所经营的事业究竟是怎么回事，你自己有没有足够正确的观点。我们在谈食品安全文化的时候，主要是在谈这件事。所以呢，食品安全文化其实不等于相关，但是它不全然等于食品安全的计划。因为食品安全计划就是我准备怎么做，从 PDCA 的 P 开始，然后呢我去执行，然后如果这做的不够理想，效果不够好，然后我们就来改进，这就 PDCA。所以食品安全计划是为了达成控制某一些食品安全的要求，我们来进行的设想。可是食品安全文化刚刚就讲，它是一个价值观，所以在这里我们到底应该要怎么形塑这个公司或者这个企业它所制造的食品，它在制造的过程当中，它能够维持正确的观点。好，在这个中国大陆有一个说法叫三观不正，那就宇宙观、世界观、人生观。你的观点不正确啊，就可能走到旁门左道去。所以这个文化本身是一个价值观的看法，所以因此在 SQF 的体系里面，它就会把这件事情放进去，因为我没有办法了解每个国家的风土民情跟文化。我今天是中国人，我今天是台湾人，我今天是日本人，我今天是韩国人，我每个地方都有自己的风土民情跟文化。所以我觉得这件事情这样做对，其他国家也会觉得很奇怪，为什么你要这样做？因为大家处在不同的文化特质上。所以因此我们是希望说，所有的公司你在做任何事情的时候，你要有一个比较一致性的食品安全文化，这样大家才可以相互做生意。不然的话，我觉得这样做对，然后呢，其他的国家觉得你这样做是不对的。刚刚严老师讲到，那蚂蚁能不能吃，昆虫可不可以吃，这件事情在东方来说，昆虫这件事可不可以当做可以吃的东西，大概就很有争议。可是如果你到非洲或者是台湾的原住民区域，他会觉得吃昆虫是很正常的事情，为什么不能吃？所以这时候就会产生文化上的落差，文化差异。那这些文化差异在食品安全，我们不希望它发生。所以各国的食品安全验证制度都希望统一大家的文化。这里是 SQF 呢，他提出的文化的一些要点，就是你本身要有承诺，你的目标跟绩效要评估，本身食品安全文化要有计划书，然后呢来推动，要投入资源。如果老板说好，我重视食品安全，1毛钱不给你也没有用。所以在这种情况之下，你就要达到这样做。还有底下的人有没有做这件事情的时候呢，并没有很认真的做，就是敷衍了事。换句话说，大家是不是真的是处于同心同德的情况之下，还是离心离德的情况？这些都是文化上面我们要关心的事情，而不是只是做表面功夫。而刚刚讲到的食品安全计划是直接实施，用来确保产品的安全。所以这个计划，过去各位在上 HACCP 的时候，或者是在上其他的内容的时候，我们都需要提升企业本身应对食品安全问题的能力。所以我们做什么事情是靠食品安全计划提升我们的能力跟技术。可是我们是不是真的有好的观点，愿意把这件事情做好？我们怎么样来看一个老板、一个公司是不是有良心，是不是有正确的价值观，就是要靠食品安全文化来推进。所以呢，本身来说是，如果你说我们在计划当中，公司里面说我们要做好加热温度、中心温度的控制，以免出现食品的安全问题，这个叫计划。可是我们要想要做到，
我出厂的产品，它的温度都有得到控制，安全得以确保，这个东西就叫做食品安全文化。我想要做这件事，而不是我怎么做到这件事。所以这就是计划跟文化的差别。如果今天有一个品保主管告诉你说，这个地方如果没有温度没有中间若不对然后那个卫生局来稽查的时候，就会给你开处罚单来罚钱，你会很害怕。那这不是想要做到，那只是为了不要被罚。但是如果你去告诉所有公司的员工，我们公司绝对不能出现被卫生局处罚的事件，我们一定要把事情做好，符合政府跟消费者的需要，那这就是文化，这两个不太一样。所以大家从这个角度去思考以后，就会出现你要去怎么样去想。例如说，义务控制在计划上面一定会出现，我们要防止食品安全这个物理性的危害，那么我们就会提出来说，我们应该买金属探测器，我们应该要实施 HACCP， 防止异物掉落。可是如果在食品文化上来说，我们就要去想，为什么它会发生呢？我们怎么样阻止它发生呢？我们其他有没有类似的事情会发生呢？我们会想很多在它前面要去思考的问题，然后让它在组织里面得到落实。于是大家就可以把它忘记，不要一天到晚记得那个招数，我要怎样做可以处理什么问题，就是不要让这种事情变成我们所担忧的状况。这就是我们在各个体系里面都强调要在食品安全提倡这个文化的概念。所以谁应该负责？主要就是要从上层领导者去负责，因为在一家公司里面，老板不希望你做的你就不会做，你不会去跟自己的薪水过不去。所以今天如果老板没有想要做这件事，你做，有时候老板不讲话，可是你知道他没觉得你要做这件事，那这时候你的文化就推行不下去。所以这件事情其实过去在很多食品安全的课程当中，我们比较不会去讲的原因是，因为大家在座的都是以后要打工的人。那今天这个场合很好，因为在座有很多是经营者，那经营者本身一定要产生一个榜样，就是我要让我的员工知道我重视这件事，我对这件事情看重了，我愿意投注资源让大家把食品安全做好，产生一个好的文化的榜样。即便你不是真的很在乎，你要假装很在乎，那这个价值观就不对。但是最起码你要让你的部下都觉得老板重视这件事，他才会听话嘛。老板不重视，老板不 care， 这件事情推不下去的。所以在这种情况之下，负责的人、组织的领导者，不一定是老板，有时候是高级长官、高级管理人员，你就要以身作则去做这件事情。那要怎么建立呢？第二段要告诉各位，就是本身呢，在这个 GFSI 组织里面，它其实有一个指导书，叫白皮书。这白皮书是2018年去实施的，由35个国家的技术工作组去发布。那这个资料后来呢，在各个验证机构都开始依照这个白皮书，因为它是 GFSI 是国际的一个认可组织，所以它要落实是要靠着各个验证机构的体系去执行。我们讲这个关系就像是我们今天有很多台湾的这些 TQF 是 TAF 来认可的，那 TQF 本身它写出来的东西本身经过认可，它可以有效执行。所以呢，各个 SQF、IFS 这些验证机构里面的食品安全文化，它会参照 GFS 给它的指导书，这个白皮书来转写。所以这个是一个上位文件，但是它强制力没有像 SQF 这么完备。但是 SQF 的食品安全文化的要求是来自于这样子的一个指导性的文件去加以强化，根据这个验证体系的要求。所以我今天先跟各位讲 GFSI 的食品安全文化白皮书它在18年公告之后，那么就在各个体系里面有一些像 BRCGS 也有第8版的食品安全文化，刚刚各位也可以看到 SQF 也有那这个白皮书它把整个食品安全文化划归成为5个维度，就是你有愿景跟使命，
人是最大的乱源，人有没有办法把这件事情做好？公司机器不会叛变的，人是会叛变的，人是会出现问题的，所以人是第二个重要维度。第三，你有没有一致性？你是不是会有双重标准？见人说人话，见鬼说鬼话。所以一致性怎么样能够达成？所有的内部的运作标准是一致性。然后你的公司运作有没有适应性？也就是说，你碰到状况，这个在台湾我们现在有一个新的名词叫做韧性。不管防卫韧性还是什么韧性，灾害韧性，意思就是说平常没事的时候大家过得很开心，但是如果一旦出事的时候，我们能够很好的应对，并且加以解决，让生活回到正常的状况，这叫韧性。在食品安全文化白皮书里面非常强调，你有文化，你才会有办法应对困难，然后具备适应性，也就是韧性，让你的经营不会受到太多的影响。最后一个就是你要有警觉性，就是要对危害跟风险具有危机意识。也就是说，快要出事了，觉得这样不对，大家要赶快拿出来讨论。所以这5个维度往下展开，还有几个细项。但整个结构里面，根据这样的要求，如果一个验证体系本来就很重视，他就不会特别拿出来写。如果在这之外，它一个验证体系的食品安全文化里面没有特别讲到，但是 GFS 还建议要做的，它就会在这个他自己的一套文件里面去加设这些要求。那么于是你就可以去验证自己的公司有没有具备这样子的一个条件。当然，任何验证体系都要在执行的过程当中进行辅导，然后调整。这公司像刚刚年老师讲，有的公司根本连卫生意识都没有，那个不用食品安全文化 ，GHP 先做好再说。刚看到那个4家工厂那件事情基本上来说还不到食品安全文化。当然你知道那老板没在想，他根本没觉得这件事情他是要做，那这也是一个问题。但是你在跟他讲食品安全文化的时候他不太容易理解，只好你在这个时候只是要求他把卫生做好，所以那个叫做 GHP， 这是我们食品安全文化的最底层数下来第2层。好，所以这个情况就还不到，你不要去跟人家讲这件事。是一家公司如果连 HACCP 都做得很好，我们才会去看这个老板有没有足够的价值观去让这个公司。还有一点，我公司还没有赚钱，我的生意很小，我的规模不大，你跟我讲食品安全文化，我没有那个条件去做到，因为我规模还很小，我也没有觉得有需要。所以大多数的情况是，你开始要跨入国际，你开始要做全世界的生意的时候，这是一个全世界都能对你放心的一件事情。所以你的规模大多数情况就是你 HACCP 已经做得很好，你开始走国际验证体系，你开始要把你的产品卖到全世界的时候，这件事情才值得你去做，不要太早开始。有的老板很高兴听到这个课，然后就说我们要来推动，然后赶快找了 SQF 来做，然后你去看就发现他可能还不具备条件。小学还没有念完，不要念大学。你去会很痛苦，而且最后也没有什么效果。但是老板的观念只要正确，规模不大，老板只要我们通常就不会去要他做这个完整的盘点。就老板只要做事有良心，他知道他的东西是给人吃的，他东西是自己会吃的，他不会去做给人家吃自己不吃，那就够了。基本食安文化其实有些时候很简单，就是这个老板他有没有想到他的东西是做给人吃的要好，那这样子就够了，不一定要真的照着流程去做。但是如果你要走流程的时候，这个流程本身要帮助你在全世界做生意，你就要开始去思考这几个维度跟这几个构面。所以首先是愿景，我想把公司带到哪里去？这问老板，问高阶主管，这个公司最后要成为什么样的一个公司？所以你的企业结构、你的宗旨、你的方向，你要成为一个什么样子的公司？每个公司都有自己的主张，创办人都会非常自豪于他的生意最后能够带来社会的改变。那这个就是有关于领导地位的一个使命感。人本身，这些人用进来，如果这个人本身的条件不足够，资格不够，那么他教育训练不够，他就可能会在公司里面捣蛋。
捣乱。所以呢，你要让他有良好的行为。对于员工本身要重视，因为任何公司都是以人为本，即便现在已经进入 AI 的时代 ，AI 还是人去使用它。所以如果你今天没有把人的问题先关注好，先管好的话，那么这个地方就很容易出现其他的问题。好，所以这个就是我们必须要有可量测的，这个人到底是不是可以备用。当然，刚刚早上就讲过，缺工的现象很严重。那我们来看2014年的保龄茶是中毒事件。其实呢，这件事件如果以今天我的报告来看，你就注意看那个老板的心态。其实他一直没有觉得他做错事，一直到他被起诉，他都只是道歉，而且那个道歉是他就是不小心的，不然你要怎么样？他有这样子的一个心态，然后这个心态导致他出事，结果他现在面临严重的后果。那同样，大家要想到一件事情为什么他会出事？就是因为老板并没有好好的去思考，所以他对于他的厨房管理，对于他的厨师管理，对于他本身在搬家阶段，他仍然要赚这个钱，他做了很多都是在文化上面我们认为不妥当的情况，而他当时还甚至试着要逃避他应该负的责任，因为这事情真的很大，死了6个人。所以在这种情况之下，一个文化本身如果他一开始就是小心翼翼、谨小慎微，他不会出这种事情的啦。这个事情最后是拿 GHP 去起诉，这个让所有的我们做食品这行业的人都很惊讶，因为 GHP 也是指南，虽然它是公告的法令，可是拿这个起诉实在是有一点特别啦。我们没有办法展开，我们就先讲到这里。所以在这种情况之下，文化本身就是要看人有没有真的落实，我认为这件事情要这样做，还是我随便就好。我有些老板你可以看到有些企业的老板，他第一代经验到第2代钱赚得很顺畅，他就没有很认真去做，然后他也不会去叮嘱他下面的员工要好好做事，所以这种情况之下，人就会出现问题。第二个就是你本身要具备一致性，包含职责的一致性、合规的一致性、绩效评估跟档案文件记录要具备一致性，你去核对出来，你才会知道他做的事情都并不会是见人说人话，见鬼说鬼话，就是它的 consistency 必须重一样。再来，刚刚已经讲过，就是你对于市场或者是企业面对的挑战跟变化，能够进行预测、筹谋跟应对。那这样的话，你的适应性才不会到事情事到临头的时候慌了手脚。所以我们就叫做韧性。你必须对这件事情，不管你日子好过还是日子难过，这些问题都能够得到控制。最后就是你必须要对于危害跟风险有所理解、有所认识。那本来我有一节是在讲危害，我觉得前面老师都讲过，而且我们的时间也有限，我剩15分钟，所以呢，我这一段我就会讲的比较少一点，很快的带过去，大家看一下就好。那所以呢，我们从这5个维度跟它相关展开的要素，要去评估这家公司到底处在什么样的阶段，是小学生阶段，还是中学生阶段，还是他已经有很成熟的概念，但是他没有意识到他做的事情。在台湾你会碰到很多100年的老企业老板继承家业，继承了100年的事业，他认真的做，生意也做得不错，可是他没有进化，也就是他还是处在一个比较早期的文化阶段。他可能是古代人，他仍然要非常诚恳的做生意，他仍然得到了很多客户的信任，所以本身他呢没有出错，他也是把所有该做的事情都做好，但是他本身到底在食品安全文化这件事情达到什么样的水准？他可能不是个大学生，但是他可能是一个举人或秀才，因为他是古代人，古代也有读书人，古代也有专家，可是他没有进化到现代的要求，所以我们要把一个举人变成大学生，他有同样的条件、同样的知识，然后他有同样的成熟度，我们认为他可以，这家企业可以实施食品安全文化，让他可以出国比赛。
你知道150年前李鸿章去访问美国，你知道清朝有一个总理大臣叫做李鸿章，李鸿章访美，美国总统格兰特出来接见他。换句话说，那时候美国已经进入民主时代，他有总统，那这是一个外交场合，像现在我们在总统就会去跟那个日本总理往来嘛。那这种时候，大家要怎么沟通交流？两个国家的发展程度不一样，但是都是成熟的大国的时候，我们要怎么做？我举这个例子是要告诉你说，成熟度的评估不代表这个公司是先进还是传统，它有没有在这个公司里面去运行一个概念，让食品安全成为一个很被重视的项目？如果有，你就不必替他担心；如果没有，即便它是非常现代化的公司，都是高科技，都是 AI， 可是它的成熟度很差，那就会出事哎。所以最近你知道，我们 AI 那么发展那么快大家都在担心这个 AI 会不会来作乱 ？AI 会不会因为得到了人的看重，结果它就出现很多问题，然后它在里面作恶怎么办？所以换句话说，即便是尖端科技如 AI， 都必须要关注说它里面有没有道德意识，会不会在里面做不应该做的，这大数据的算法里面出现一些不应该有的问题，这就是成熟度。成熟度不关乎你公司的科技先进，不关乎你的生意大小，而关乎你在这件事情上面是不是建立了以食品安全为重心的一个营运的态度。所以在这种过程当中，就要去进行评价。因此，这样的评价在各个验证体系，它就会有一个成熟度的模型评估表。然后这个评估表呢，包含它会去访谈高阶管理者，去访谈中阶的管理人员，访谈主管或一线员工。为什么？上行下效。你今天上面的人讲漂亮话，下面的人说我们老板就不是这样想的，天天就叫我们不要做这样的事啊，那这就是有问题。如果从上到下大家都觉得我们老板就是这样，我想老板的影响力最大，因为薪水是他发的，所以老板本身观念正确，下面的所有员工都接收到了老板在这件事情上面的一个态度，这公司的成熟度就很高。有一种情况是下面人都觉得应该要小心做，老板不在乎，成熟度就很差。还有一种老板很重视，下面人都不理他，这种机会比较少，因为老板发薪水，老板不爽可以把他fire掉，可以把他开除掉。所以在这种情况就要进行成熟度的评估。那么评估完了，这个是一个案例就是说会有一个像类似这样的评估表，每一个验证体系它的评估表不太一样，叫做食品安全文化成熟度的评估表。评估完了以后，接着就去看，如果大家的成熟度足够，那么我们怎么样来提升大家对食品安全的一个观点。所以呢，本身当然要上课，培训很重要，但是不够。为什么？我听完课我回家就忘记了，对，今天上了课记得了，回去呢发现公司就是不是这样干的，所以就不做了，或者就把它忘掉。所以不是只光靠培训重点有几个要素。第一个就是高阶主管要对文化进行承诺，而且是明确的承诺，自己要立下军令状，自己不可以带头违法，不可以带头违规。再来呢，你必须要展现成果，也就是说，大家在食品安全文化的导引下，我们做对了什么事，我们避开了什么坑，让这件事情得到好的发展。然后对这件事情产生绩效的员工来说，要给予奖励，而不是给予责罚，不要骂他。如果这件事情做得好就称赞，做不好就要他改，但是不要责罚他，因为大家都是受到鼓励的一个对象。那在这种地方，就是你要让大家像我们以前针对品质，我们就有品管圈，我们有全员品质管理，所以在这里食品安全文化要建立一个奖励的制度，然后呢要花钱提供员工的一个绩效的奖励的动机。因为如果你今天在台湾常常就这样，你做了一件很好的事情呢，这个长官就发一张感谢状给你，对不对？发感谢状没什么用最好是发钱给我，对不对？发钱给我才会愿意好好去做。所以这件事情就是你的奖励要有感，
不用很多钱，但是你必须要让他觉得这真的是得到肯定。以前早年的时候，我们做小朋友的时候，得到一张奖状很开心嘛。我现在拿到一张感谢状，我的感觉就不太强烈。虽然也知道对方对于我的贡献是有感谢的啊，所以最后来说，我们还是希望你要有奖品，在内部推动比赛，这样的时候大家才会认为确定老板真的掏出真金白银来鼓励大家去推动食品安全的文化，然后成果出现之后，大家就要照着做，而且呢负起责任，我就要把它做好。如果有任何做不好的情况，我就知道我要改。那所有公司对于食品安全维护的期望就会出现，不会被怀疑说啊你这个做个样子啊怎样。所以在行为的目的，希望大家能够产生具体的放大的效益，所以增加比原来做的好，比不做好就是好的。如果有的东西没有做到，或者是不好的事情，我们让它减少，就做一点一点一点，慢慢让这个公司形成一个企业文化。所以这东西最后是跟企业文化绑在一起的。很多公司其实都有自豪的企业文化。如果你去一家公司，每个人都无精打采哈，那就会显示说我在不在这家公司都没有意义，都没有差别。有的公司呢正在高速的发展期，所以呢老板的方向选得对，所以生意蒸蒸日上，所以大家就很开心的在这里这个公司。为什么？你就看到有很多台湾的高科技公司走到对的赛道上，它就不断的成功发展，所以薪水领的很多，奖金领的很多，大家都非常的开心。所以大家就会在让企业发展的角度上同舟共济，一起去努力。但是如果这家公司没有形成它自己的良好的企业文化，大家就觉得啊，我就是来混日子的，我就做一天和尚撞一天钟，我就领一天薪水，公司好不好不关我的事，就没有一个向心力。所以在这个地方你要去观察行为有没有这样子的情况，怎么样激励大家为公司的发展而做努力，最后形成一个特殊的这个企业文化。我以前待过的公司今天很好玩啊，就是我很多以前嘉格公司的同事啊，在后来有的留下来，有的离开啊，像永志也是，像吴总也是，我们都在嘉格待过。其实现在回想起来，嘉格的老板他是有明确的企业文化，也就是说他是希望他的产品真正为消费者带来健康好处，可是他不要求我们去降低成本。当时我们行销组老总跟我们讲一句话，说你如果觉得成本不符合的时候，我就涨价，所以让贵格的产品价格就是贵的，所以就会变成说他会愿意以涨价来换取品质的恒定性。那这就是这个公司形成的一个文化，他不要去偷工减料，他不要去降低品质，他不要去让消费者觉得东西的水准在下降，他宁可涨价。所以换句话说，你就只能花比较贵的价钱去买到它，这就是它的文化。所以慢慢一个公司，如果大家都存这个概念，我们就会觉得，在这家公司待着的时候，不用担心老板今天叫我们降低成本，老板就是希望我们把品质做好，把功效做好，然后愿意投注在这上面，他愿意花钱在提高品质这件事上，那么所有员工就会感受到老板的气息。所以这就是我现在要讲，那不一定所有公司都要像这家公司一样，你的公司可以有你自己的目标，因为最后赚钱是最大的目标，在事业上成功是最大的目标，但是整体来说，行为就会造成好的后果。然后呢，上课上3天就忘记了，所以换句话说，最后的学习效果呢，其实要实际做。你现在在讲堂上听我讲，大概呢3天以后只剩10%，但是你回去你听了以后，然后呢，你今天看了以后，听加看这些资料，你可能还会记得一半。在学校里面学习的时候，自己动手做做看，你留下来的印象会比较深刻，这叫主动学习。所以在这个地方，公司就会需要在培训专案里面下功夫。所以对老板有没有
投资在员工的培训跟内部的制作上，来进行食安文化的训练跟实际的操作。所以我们去看成熟度了解以后去辅导，要去看这家公司在实施以后有没有实际去做过。因为很多时候做个样子哦，办这个食品安全训练1年就办一次，然后呢我办比赛呢1年也办一次，做个样子没有用，它必须要让大家产生实际深刻的印象。所以如果你是一个怎样的公司，就是你本身已经在想公司的可持续发展，我想把公司交棒给下一代。台湾很多是家族型企业，这个没有不好啊，因为你的儿子你最信得过嘛。所以你如果能够把企业交棒给下一代，你已经在想接班的问题的时候，这件事情就很重要，因为这公司要到了下一代的手上，还能够维持一样的文化。第二，你要做国际生意，其他国家人怎么知道你这个公司有什么特殊的文化特性？因为他买的是一个异国产品，其他国家的东西。换句话说，他必须要确保你的产品够理想，还有你这个公司是让他放心的。所以这时候你要提得出你的公司具有足够的食品安全文化，而这个文化本身形成一个本能，让大家在确保品质跟实施的过程当中，都能够让他自己也安心，让他的客户跟他的供应商也安心。所以我们今天虽然讲的是原物料，很多时候越往上游，那个影响层次就越低。就是你自己做得很好，结果你的上游给你做得很烂，那你又不能不买他的东西，最后就会产生很大的问题。所以最后你要去想的是，我能不能因为我有这个需要，我能够找到志同道合的供应商来配合我。他也许还在小学阶段，那老板很勾引，老板很诚恳，他不会给你偷工减料，不会给你乱来，你就跟他合作。慢慢你的生意大了，他的生意也越来越好了。以前我所待的企业很多供应商跟着我们这个企业就水涨船高，跟了20几年。等到我们呢变成大世界级的大公司的时候，我的供应商规模也不小，而且他也很成功。为什么？一天到晚跟我们公司的老板在商量怎么把生意做好，他就受到我们公司的影响了，变成2个公司的企业文化非常接近。所以这样子的影响是良性的，当然也有恶性的，2个人一起同流合污也有可能，但是这个属于异常。所以换句话说，你能够提高自发性，认为食品安全要做好，我到底有没有发自内心去把食品安全做到足够，这就是我们需要去思考的问题。那危害分析这一块我们就跳过去哈。那么最后几分钟跟各位很快的讲一下，在原物料上面的风险管理。前面这一段是讲到危害啊这些，我觉得大家都是非常有经验的人，我们就不讲。第5段就说其实政府说你如果自己不管好自己，我就来帮你管好。所以现在政府会认为，他也必须在全世界里面不能丢国家的脸。也就是说，你这个厂商出去做生意要是失败出包了这国家也很没面子。所以各国本身在食品安全监管，除了要求对国内的产品进行足够的管制跟保护，对像卫福部本身，它在食品安全管理上，它的要求其实是偏保守。农业部就是偏开放的，开放的意思就是大家都吃吃看，反正不会出事就没关系。可如果是卫福部，他就会很小心，因为出事他也有责任。那在这种情况下，各国的做法都非常接近，就是我会加大检查，我会加大处罚，然后他要求厂商自己要建立危害的分析，内部要建立良好的食品安全的管理制度，然后要能够实施追踪追溯。你要知道你东西从哪里来，你要知道你东西最后去了哪里，谁买走了，这样的追踪追溯体系才能够确保在整个供应链上不会因为你出包，全部的人都被拖下水。所以在这个地方，往上游跟下游的追踪追溯，你就要清楚知道你的上游跟你的下游，他能力可能不够好，他如果能力够好，他就来抢你的生意。如果他能力不够好，作为你的供应商，你们的观念是不是一致？你们是不是都想把产品做好，还是都想赚钱，然后东西做差一点没关系？所以你要慎选你的上游供应商。
然后你也知道你的上游供应商会去管好他的供应商，就是供应商的供应商。然后我们经过大致上的一个观察啊，40%就到农民了。所以农民本身你很难跟他沟通。我有一次去拜访农民，他就跟我说：“啊，那就等要做这些代志，或者做这些坎。”他其实本身的擅长的是种植，他不是擅长这些安全管理。所以你要跟他讲话的时候，就变成他的观念是不是跟你一致？他有没有想要把他的产品做好？还是他就是想赚你的钱？这个事情对他来说一点都不在乎。所以你要找到志同道合的人，然后一路的往上跟往下去影响。而全球的贸易也导致说，我们目前呢，你也会去买全世界的产品进来，不只是我们去把产品卖到全世界。今天早上第一场这个 Atchison 讲的时候，就告诉你说，现在全世界是一个地球村，所以换句话说，你的东西是跟其他国家买的，那你怎么敢买他的东西？你就想这个问题，为什么啊？是他价格好吗？他要是给你出包的话，你是跟着会处罚的呢。今天呢，我们食品一天到晚已经出这个问题谈了10年了。今天早上我来学校的时候听广播，那个苏丹红跑到化妆品世界去，那化妆品厂商还没经过这个事，所以他还在那边哀说啊，我是被我的供应商骗了。然后我就听了就很想笑，你知道吗？在食品行业你能讲这句话吗？如果你买了一个有问题的原料，那个原料的供应商给你加了苏丹，然后因为你不知道，所以你就加到你的产品去，你觉得卫福部的人会饶了你吗？绝对不会嘛。所以换句话说，这不是理由。可是化妆品的人真的没经过这个，他还在那边讲，说我是受害者，我被我的这个供应商害。问题就是你知道你就是坏蛋，你不知道你是笨蛋。所以换句话说，你不知道这件事，你也有责任啊。那你有没有问一句，你的供应商有没有这种事情的记录？你不一定要能检验，你要知道他有没有去做这件事。他东西那么好，究竟是为什么？奇怪的好，红的那么漂亮，你有没有怀疑过？所以像这种情况，就是你要知道他的文化是不是跟你一致。他的文化跟你不一致，他就会做坏事。然后你没发现，你就是你就是笨蛋；你发现你还跟他一起做，你就是坏蛋。所以在这种情况之下，你一定要很小心面对这个跨国的贸易。所以整个食品生产链有太多的问题要进行管理，甚至连动物福利，也就是说，这个被屠宰的猪肉，这只猪有没有死得很安详？它是死得很惨吗？这些都是相关我们要关注的问题。各国法律的差异问题，我们也刚刚前面的讲员都讲过了。所以农产品系统本身，它有几个要素你要注意。第一个就是跨境的食品供应链。刚刚林老师也讲，我们即便是把一个释迦卖到中国大陆去，也有很多的问题要处理。然后再来就是来源很复杂。今天一柜的释迦可能来自10几个农场。你今天采样一个农场，采到刚好出包，那算你运气好。万一采不到，另外一家在后市场被看到，也是问题。所以这种地方就是你要考虑。还有一点就是你有没有供应链上的竞争力？如果你没有，你有供应上的竞争力，大家都得跟你买。如果你没有竞争力的话，大家都不要跟你买，生意就做不下去。所以换句话说，你能不能建立自己在供应链上面的竞争力？所以目前来说，各国的验证体系都是在希望能够达到保证食品的安全生产跟永续。也就是我生意不是做一锤子买卖，我就卖你一次，下次我就不跟你做生意了。反正世界上傻子很多，我继续骗。那我们希望永续经营，就是所有人都会继续跟你拿货，继续跟你买东西，你的东西继续受到消费者的欢迎。所以这些就是我们作为生产者的责任。你要确保你的供应商有这种想法。我是生意跟你做永久，不是只跟你做一次的。所以在整个农产供应链上有很多需要重视的问题我们就不细讲了。那主要大家要知道，这些都要花钱。你要降低风险，你就要投注更多的钱。如果你都不愿意花钱，你是不会得到好东西的。那你要花这个钱，要花到对的地方，首先你的观念要正确。所以今天我们希望能够利用有限的时间，我跳掉很多，不好意思因为这个本来应该可以讲1个半小时的可是我觉得，我为什么准备这么多？就是前面如果有讲员都讲过，我就可以跳过去。那如果大家都没有讲，我就来讲，这样可以让大家得到更完整的一个想象。那最重要告诉大家，
你要投入足够的资源，你的风险才会降低。那这样最后你的食品安全跟文化才能够得以永续。好，我今天的报告到这边，希望能够给各位一些好的这个启发跟想象，谢谢。谢谢罗伯，我要用10分钟说我们要怎么买食品。可以，好，谢谢。我不记得我第一件事情。好，大家今天一直听到那个罗伯，还有那个耿老师，然后还有其他食品工厂，就是有提到所谓的国际食品安全认证到底是什么？就是今天我们作为消费者，我们去买东西的时候，我们可能走到家乐福，我们可能走到 7-Eleven， 然后我们凭我们的喜好去选我们喜欢的包装或口味。可是国际零售商他就不能这么买。国际零售商呢，就是 again 老师有说的跨境的供应链，所以他在全球的食品贸易上呢，对国际供应商来讲，他去选择一个商品在沃尔玛卖，或者是在英国的阿斯达卖，这个的决策过程绝对不是一个单一消费者他的购买的流程里面就可以比拟的。所以国际食品安全验证是一个非常 B to B 的东西，可是它的结果呢，其实就是要便利全球的消费者能够有信心去购买一个安全的食品，所以它也很像是一个护照或者是门票。那有很多朋友会问说，那食品安全验证到底是什么？我们就会讲说，就像Visa 卡、Master 卡。它会授权给各个不同的银行，然后去发不同的卡给消费者提供不同的福利。那其实食品安全验证也是一样，它去规划一套非常完整的一个食品安全的验证的系统标准，然后提供给 SGS 这样的验证机构 ，SGS 的稽核老师到工厂里面去做稽核。我们是一套这样子在运作的一个B to B 的流程，所以就像罗老师一样，这个 presentation 有时候会讲到2个小时，但我们今天只要用5分钟跟大家讲一下说为什么要买有国际食品安全验证的东西，然后它代表了什么意义。在国际的组织里面呢，就是最早零售商他们有发现，就是回溯到1990年代哦，一个好的食品工厂，它要供应给台湾的零售商，它还要供货给国外的时候，它有可能1年要接受40次以上的稽核，非常的旷日费时。所以全球的零售商的 CEO 他们就在一个大型的活动里面呢，他们认为全球的食品安全标准应该要做一个更简单的规划，然后提供全球的供应商来参考。也是在这个背景下面呢，1990年代全世界有非常多的食品安全的意外事件，比如说那个时候的疯牛事件，比如说美国非常非常严重的跨州牛肉汉堡烹调温度不足引发的小朋友死亡、老人死亡的事件。所以在那个时候呢，澳洲是全世界第一个国家以 HACCP 为标准来发布一个食品安全认证。请问 ISO 9001是以HACCP 为标准吗？不是。所以很多食品企业现在会来考虑说，他觉得 ISO 9001不好用所以他们需要新的 solution。1995年开始呢，国际上的食品安全认证，它的标准开始逐渐的统一，一直到2000年成立了一个跨国性、全球性最大的一个食品安全的游说组织，叫做 GFSI， 总部在巴黎。它有全世界的一个到许多主要的食品供应商的国家去进行活动，并且来游说全球的零售商跟供应商呢，采用共同的标准。所以在这样的背景下面呢 ，SQF 就到了，原来是起源于澳洲，后来就到了美国，这2个也变成是 SQF 验证的供应商最主要的2个大的市场，然后版本一直不断的更新，然后我们等一下要特别讲一下，就是我们大家要买什么样的食品是可以保证食品安全加上品质的。然后最后呢，就是我们明年会发布一个新标准，这个是美国
的食品行销协会、食品行业协会。那但是它的会员数跟营业额来讲是全世界最大的一个食品的组织，同时也是美国白宫的食品供应链的顾问。然后，所以在 GFSI 的系统里面呢，看这个，它选出来全世界大概有10个标准，这是通行全球的食品贸易的一个护照。值得注意的是 ，ISO 22000跟 HACCP 并不在上面。那在这些标准里面呢，就具有全球性的服务网络的，大概就只有 BRC、IFS， 然后 FSC 跟 SQF， 所以就是会计业有4大然后食品安全验证业也有4大，这个非常的技术性，它是按照 Codex 给的食品行业类别去细分之后呢，写出来不同的报告。但 SQF 有一个特点是，传统来讲呢，其他的食品安全验证标准它可能是一个大的类别，但是 SQF 可以做小的类别。这未来有机会 ，SQF 因为有一个食品安全加品质的一个标准的规划，所以我们跟非常多的独立的品牌合作。FSC 我就只说了 ，FSC 它会非常多的去跟，比如说饮料厂，因为它整个大厂，全世界它可能是10个厂，10个厂里面只生产一个东西，可能是可口可乐，可能是橘子汁，这样子的单一产品大量的生产线，它非常适合 FSC。但是 SQF 的标准的设计的方法呢？好，我们来看一下这个好了。比如说以蛋品企业来讲它可能有养殖场，我们后面会有案例，比如说食安牧场，它有养殖场，它有蛋品洗选包装加工厂，然后它还可以再加上一个品质，专门为了食品业所设计的以 HACCP 为基础的一个食品品质的一个认证标准。那这个品质标准呢，它一样是对齐了 HACCP， 但是它的重点是提高产品的一致性，减少产品上的变异，然后降低了任何可能发生的市场回收、下架产品的一个风险跟成本。比如说这是食安牧场，这是台湾最早的这个之一然后他们也是好，这应该是第7年了，因为这第7年或第8年了，然后它是台湾最早引进的。那它在引进 SQF 的标准之后呢，它得到了日资的青睐，就是可以成为国际化的一个产品供应链的一员。那食安它对于就是刚刚罗老师也讲，就是我们不同的这个 hierarchy， 从卫生到安全到品质，他自己的理解其实非常的深入所以在食安的带动下呢，有越来越多的蛋类产品开始引进 SQF。我必须要讲，就是这个就是有牛的这一本呢，它是全世界唯一一本受到 GFSI 所认可的经济动物养殖的食品安全标准。所以在中国大概有几百家的牧场，它是做了这个动物养殖生产的唯一被 GFSI 所认可的 SQF 的标准。所以我们的这个标准是组合式的，它可以依据产业链的复杂度，然后来做一个组合。蛋类这个是大陆那边的产品，然后很快的跑过，我要给大家看是这个，这是日本零售商，他选择了 SQ 去做高风险的肉品养殖跟加工的唯一的供应商的使用标准。最主要就是看好，就是每一个标准我们的强项不同，大家刚刚有看到那个分类。那 SQF 最强的其实就是养殖跟肉品跟蛋品跟高风险，还有一个传统产品，然后后面能不能找到？好，好，那我的那个放在另外一个，其实我想给大家看的是，请大家去好事多跟 7-Eleven， 你会看到非常多带有 SQF logo 的产品，比如说沙茶酱牛头牌，它就是一个非常有名，而且现在是对美国对欧洲做出口，然后拿到 SQF 品质认证的一个产品。然后刚刚我们提到的加乳，它也是，就是它是在一般的 GFSI 食品安全的认证上面呢，再增加一层做品质的管理。
那这个呢是现在被全球零售商所认可可以使用 logo 的。还有一个是最近很多顾问来跟我讲啊，他说很多厂商老板说啊，我一样付认证费用，为什么我不能挂 logo？ 对 ，HACCP 不能挂 logo，ISO 22000不能挂 logo， 他们都有受到 ISO 的管理。但是 SQF 的这个 logo 呢，因为它是 base 在，它是 on top， 就是叠加在食品安全上面的一个品质标签，所以到目前为止，这个是全世界零售商甚至在中国市场上都被承认可以在零售产品上面使用的一个品质标签。好了，所以大家有空就来找找看，就是买什么产品。那就像我们刚刚讲的，就是国际供应商、国际零售商他会买什么，那我们消费者也不妨跟着去参考一下，他为什么会选择这样的商品来购买。未来如果有机会的话，希望到各位的工厂，或者是说我们在南部呢，另外再找机会做一个比较详细的一个标准的培训。这个标准的培训，它有一个特色是它比 ISO 22000跟 FSC 它的可理解度跟可实操度更高。我知道很多工厂老板看了我们的标准以后，他就说我不要认ISO 22000了，他要来认这个，因为我们的标准比较容易培训。那我一直跟罗老师许愿说，我想要来培训同学。那老师说，如果有机会的话，就是再让我过来。所以今天很快的跟大家报告一下，那我们以后来买什么样的产品以后有机会我们再详细的讨论。谢谢罗老师今天的安排。那个我一直也很想请吴代表来开 SQF 的课，可是因为这个课有一点需要相关的程度，或许农科协会我们来安排，因为最好是有一些具有实际经验的人，请吴代表来介绍会好。纯粹大家在学校是学生以前食安所还比较好，很多在职生。是，我觉得这样比较好，因为我不希望说那个吴代表来结果下面的人听不懂一些关键性的要点。当然以前食安所本来想规划，而现在食安所慢慢跟食品所合并以后，大家同学都是很年轻，他的学习能力很强，但是他的那个经验上可能会有些问题不是能够很清楚的了解，所以我们来安排。我觉得今天很好，有农科学会跟我们一起来合作，我们就可以把那个训练的视野开开。当然并不是说在校同学不能参加，你真的很有兴趣，你还是可以来听我只是说针对一个主体来说，我觉得需要有一些实际的经验跟需求会更好。那所以不管秘书长也在这边承诺，我觉得这样蛮好。好，那个今天的研讨会刚刚有一个线上的提问说现在海洋的污染很严重，那有没有什么去除的方法？其实这个问题一直困扰着所有的这个厂商，因为有些东西你是去不掉的，污染会造成后续，因为最后只有2个结果，就是因为全世界都被污染，所以政府只要把标准放宽，因为它不放宽之前这事情是无解的，因为有些东西你不可能去掉你今天把那个重金属去除的过程当中，可能产生更多新的问题。所以重金属跟农药，目前我们希望尽量大家不要吃到，所以标准通常会定得很严。但是呢，如果你真的会遇到这种问题的时候，只能躲，比如说尽量去找比较干净的地方。如果你我今天讲不是不负责，因为现在这个东西现在的技术还没有办法说拿到了原料之后再把它去除掉。我相信连老师也有同样的感觉，但是你至少可以去找比较干净的来源，你成本会变高。但是呢，如果你真的很担心这个问题，必须要花点力气去做，不然的话政府就找上你，他才不会管你这个东西是不是拿得到，它的标准在那里，你的重金属就是不可以超标。那当然，如果之后就没有东西可买了，政府自然要考虑它的容忍程度是不是要调整。那也不一定是放宽，大家最后大不了都不能吃鱼了。这就是一个目前很现实摆在眼前的问题，不是只有水产有这个问题，很多农产品受到环境的影响，导致它本身蓄积的这个污染是达到一个程度需要担心的程度。所以在这个时候我们应该怎么办？现在只能躲，
我现在这样讲，虽然我很不愿意讲这个话，但现在真实的情况，那你就去寻找来源地是足够让你放心的。你今天如果还是硬要买，是给自己找麻烦。像刚刚也讲到那个例子，最后就是退运嘛，退运还要花更多的钱呢。那韩国就退运到韩国去那个例子，所以像这种情况都是我们必须去思考的。当然，你要求那么高，你有出比较多的钱吗？然后那厂商还要卖你，他宁可去卖一些落后国家，他不要卖你台湾。你台湾有没有买多少量？所以这是两难啦。短期之内我们用这个方法没办法解决，但是大家如果会问这个问题，表示你很有责任感，所以你也愿意符合政府的要求，所以这个叫做食品安全文化成熟度很高，所以这样是一件好事。那我不知道在座还有没有其他的问题哈，我都认为说，如果有机会，因为这个研讨会我们1年办一次，从去年开始，那个农科产业协会跟我们合办之后，我们的听众的广度也增加，我觉得这样挺好，我就可以更有机会去邀请更多的专家来跟大家分享经验。好，那如果有这个机会的话，也希望各位继续的来参加这个活动。好，有没有线上还有没有其他的问题？张文没有哈。好，那我们就这个今天如果大家在座还有没有人想要提出您的观点或者是评论，秘书长要不要跟大家讲讲您的这个看法？听完了今天很多的专家的分享，我都知道食品安全的重要性。其实我也是做食品安全，我大概有将近300位农产或食品的客户。那过去我们都是这样子啊，反正客户一定都是顺应的市场的需求。尤其如果供应商今天要求你供应商，那你就要收到，对不对？像其实我们很多都是 Costco 的客户。Costco 客户很显然，我想是可以有 Costco 供应商，对不对？被饥饿要突出很大，对不对？那它饥饿张力很大。那我们发现，早上的那个对，就是从美国然后欧洲这边很多这些。那事实上，你看到要求的有一些像属于食品安全的比较 high level， 那做的很细那当然他要求现场或者他的所谓的一致性，他要求到位那过去就是说以这种验证我们这样子说，既然呢通路商都已经要求你这样做，那你供应商要怎么样？要有超出库存的概念，对不对？因为我们以后也许这边有产业经济，那以后很多东西可能到产业去发行其实你只要有那种超出库存，刚刚讲的超出库存的概念，然后把管理系统的一个所谓送去做一次把它做好，好不好 ？SQA 因为我们等到发现，客户他们说那可以做 SQA 或者其他认证，如果我们的农产来讲呢，最高的规格就是 GOLOK。那事实上，我跟以前老师跟我们那个料理的方法比如台球，他们都是 GOLOK 的，然后一起的对我们整个一个就是说我们农业或者是我们实体的一个产业验证的一个所谓的一个挑战那我们都是过来人，但是总结的就是都要落实那今天真的非常开心就是有这么样的一个议题。其实不瞒那个我老师说，我也是看到议题，我完全比较亲自来那个学习一下OK 那 SQA 的部分，我想就是我们有在规划我们到时候在开会上用什么样的方式？毕竟我认为这对我们的业界都非常重要。至少刚刚我在那边刚好都福记，就是那个大武山杜总他刚刚给我都传了一个照片给他说里面整个治安的分享，所以应该杜总当然手术高了。那刚刚给我在那边带来到3级了。我就说我会把今天学习再跟他一个报告虽然他就是我非常好的学位，但是我们一直都很密切，爱人
关心我们食品产业发展。今天非常谢谢，也很感谢我们那个一位先生分享，还有各位同学的参与，谢谢。那很谢谢在座所有的来宾跟现场。对，那个有同学如果参加那个报名时数训练时数，要留下来合照一下。那其他如果你只是来听演讲，没有要时数的，那就可以跟与他没关系。那其他有讲授时数的同学，就要合照一张，请大家到前面来。线上是不是要开？这样，线上要开吗？对。然后现场拍一张，线上拍一张。现在拍镜头，请在线上的学员，麻烦你把你的镜头打开，跟现场的学员我们一起合照一张，好，确定我们今天这个时数是有完成的。好，麻烦大家了。好，在座的学员，请你把你的镜头打开。来，那个其他的那个现场的学员，有登记这个教育训练时数的，请到前面跟我们这个荧幕一起合照一张，大家一起上，没问题。也欢迎所有人到这边来一起合照。好了，我暂停大家过。好，陈局长，这样我们一起去来照。来，同学都好。那个人，下面他。还要记得共鸣一下。那个干嘛？好，来，再。OK， 好，谢谢。好，今天谢谢大家的参加，我们的研讨会到这里结束。那线上的朋友也非常感谢各位的与会，我希望这场研讨会能够给大家带来帮助。我们明年见。老师是连老师。对。老师的我会给他好。大的你再给他加。开始